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因为食物中毒在医院接受抢救吗？可现在的我是怎么回事？似乎是这具身体记忆里最后吃下的东西，好像是丹药。这味道，看来这丹药应该是过期废丹，难怪吃了会要人命。等等，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富家少爷，莫非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？依照这种套路，这个时候我应该有外挂才对啊。喂，金手指在吗？或者系统你在不在？给个回应啊！我在。果然如此，快说，你是什么系统？开局无敌系统，开始匹配。快点儿！配对失败。啊！等等，失败！鉴于宿主前生今世都是去世于食物中毒，特意给宿主匹配时间调节系统。时间调节系统。时间调节系统初级阶段开启，宿主现在可以调节世间万物前后5年内的时间状态。时间状态什么意思啊？例如，宿主可以通过系统改变过期食物的保质期，使食物新鲜如初。什么？改变食物的保质期？这系统也太弱了吧！更多功能请自行探索。再见。不是吧？就这样？太坑了吧！哎，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既然能调节万物，先试试看。系统，把这枚丹药调回到5年前。啊，这就是时间调节系统。成功了，这4亿的丹药芳香绝对没问题。根据我的记忆，这些丹药能大幅提升修为，趁着新鲜吃了再说。真的有用呢，我能感觉到有股气息往丹田涌来，快要突破的样子。好像差了点儿，一枚丹药的灵力不够啊。系统，丹药状态调回5年前，继续服用。3枚一起来。5枚丹药全部吃完了还是不行，我这身体的修行天赋竟然如此之低。有点糟糕啊！从记忆来看，我的父母都是王侯境的大修行者，但已失踪多年。现在陈府当家的是我的姐姐陈素颜，不过和我并无血缘关系，是我父母收的养女。陈素颜本想让陈导成年后接手家主之位，但因为陈导一直无法修行，陈府有些人就想夺走其继承权。难怪为了突破修行禁锢，竟然乱吃药吃掉了性命。哥儿几个，我突破纳气境第7层了，17岁就到第7层，放眼整个陈府都是天资卓越呀！7层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纳气境，开启修为后的真正起点。要达到这一境界，需要基础呼吸法打好基础。那功法我也一直在苦练，可为何就是无法开启修为？17岁到了7层，陈月，你有希望进入黄武学院啊！不过，我前身练了10年也没结果。那系统说能调节万物，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一下这功法的进度。好，去试一下。那不是陈少主吗？他是什么？他不会是也想进黄武学院吧？哼，他从小到大浪费了多少家族资源，却连修为都没开启。你们认为有可能吗？说的也是哈。好了，此事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。素颜，
师傅和师娘失踪后，陈导师弟不适合修行，让出黄武学院的名额有何不妥？陈家是师父和师娘创立，他们就算失踪，这陈家一切也归陈导所有。你们有什么资格拿走名额？而且陈星远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师父师母收养的孤儿，要不是师父师母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你竟敢说出那样的话！你，素颜，不是我们非要剥夺少府主的名额，实在是他自己不争气呀。就是，陈导这么多年浪费了堆积如山的资源，还是没开启修为，给他黄武学院的名额就是浪费。好了，就在这里试吧。系统，将我修炼陈氏呼吸法的修炼时间调到5年后。真的可以？这太奇妙了！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对基础呼吸法的理解。成功了！我终于顺利突破到纳气境了。有了这个系统，就算我现在资质很差，但是时间可以弥补一切。今日似乎会有一场大戏在陈家上演，这也是前身病急乱投医，最后却因为吃了废丹药而死的原因。如今我可不能错过了。我知道，自从师父和师娘失踪之后，一直就有人在我背后蠢蠢欲动搞小动作，尤其是你陈星远，你拿走陈导的名额，不就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柳婷儿吗？胡说八道！陈素颜，我也明确告知你，陈家不是你一人说了算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陈家整体利益。今日之事，要怪就怪陈导无修行天赋，无法开启修为。谁说我未开启修为？啊！谁说我未开启修为？啊！陈导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陈导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素颜师姐，我听说你们在议事，就过来看看。这里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吧，师姐会处理好一切。慢着，陈导师弟既然来了，就一起谈谈今天的事情吧，你说好吗？好啊，那就谈谈。陈星远，刚才你最大声，你先说。陈导师弟，等一下，现在是在大殿议事，叫我少府主。陈导今天怎么了？和平常唯唯诺诺的表现很不一样。谈什么？说吧。少府主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明说了。因为你至今未开启修为，大家提议让你放弃黄武学院的名额，由陈家更杰出的弟子去黄武学院学习。哼，你说说看，名额给哪位杰出的弟子？我们觉得柳婷儿就不错。婷儿年纪轻轻，修为已经是陈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了。柳婷儿是你未婚妻，当然不错。陈星远，你真是不要脸！你，姐，他这哪里是不要脸，他明明就是臭不要脸。不管怎样，柳婷儿早在5年前就开启修为，不是少府主你能比的，是吗？陈星远，皇朝之所以给陈家一位免试名额，是为了奖励陈家对皇朝的贡献，而这个奖励是给陈家的直系后人。柳婷儿一个外姓之人，何德何能？外姓之人怎么了？他既然入了陈家，就是陈家的人。如果他进入黄武学院，日后对陈家的贡献，绝对比你这个终生不能开启修为的少府主强。陈星远，你……少府主，自从府主和府主夫人失踪后，陈家没落已成定局，陈家需要后起之秀，希望少府主能为陈家着想。就是，少府主要以大局为重。不让又如何？你们一个个欺负陈导算什么？有本事冲着我来！陈素颜，你已经考入玄武学院，还能在陈家待到几时？而且这事怨不得别人，少府主不能开启修为，占有名额就是浪费。哼，谁说我不能开启修为？哼哼，你要是能开启修为，我这陈字倒过来写。哼，那你就瞧好了。少府主开启修为了！
师弟，你真的开启修为了？姐，是真的。太好了，这么多年，你终于成功了。姐，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相信你。对了，东耳星远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叫我什么？陈字倒过来写，不就是东耳？你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配姓陈。哼，少府主这些年修行不怎么样，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。陈星远，你当真以为我会任你欺负师弟？我有说错吗？大家都明白，他就是个废物。陈心远一掌就被击退了。陈素颜不愧是龙鳞帝国都出名的天之娇女啊！这陈素颜确实妖孽，修为竟又提升了一大截。诸位长老，陈导已经开启修为，你们如何说？既然少府主已经开启修为，我支持少府主前往黄武学院。不错，我也同意。我觉得还是不妥。少府主就算能修行，但日后的修行速度恐怕极为缓慢，所以，我倒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那就是让柳婷儿挑战少府主，胜利者获得黄武学院的名额。少府主，按照我们陈家的规矩，有同辈弟子挑战，你不得拒绝。我不同意。姐，这件事总归要解决，让我来处理吧。陈导，我可以答应柳婷儿的挑战，不过，什么时间决斗，由我定。可以，但距离黄武学院开学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挑战必须在1个月内完成。可以。哼，看他这1个月修为能怎么提升，走着瞧。就是啊，我看少府主就是太年轻了，真是。陈导，你这样做太冒失了，陈星远明显是故意激你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战胜柳婷儿。我既然已经开启修为，就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那行，我相信你。姐，陈家的没落，至少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人的嘴脸。现在没有什么比提升实力更重要，所以从即日起，我要抓紧修炼了。陈导，你能这么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少主，大家各自散去吧，我随便看看。你们对陈导这么客气干嘛？少主开启修为了，我们当然要客气点啊。你们太高看他了，以他的资质，开启修为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进展。哼，说的也是，堆了这么多弹药，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启修为，资质太低，起步太晚，哪有错呗？流星拳，这功法以速度见长，简单易学，正适合现在的我。这边没人，试试看。系统，流星拳的修炼时间调回5年后。脑海中瞬间多了5年对流星拳的领悟。现在流星拳已经小成了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些功法都调回5年后。系统，风云部的修炼时间调回5年后。蝴蝶剑调回5年后，夺命腿调回5年后，五行拳调回5年后，天行指调回5年后。你们看，陈导在那干嘛？这么多功法书籍，难道他都想练习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些功法随便练习一部都需要2、3年才能小成，这么多太夸张了。就是啊，这一上午他看的功法书籍已经快30多本了。唉，贪多嚼不烂，少主有点急功近利了。不知不觉已经看了一整天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藏书阁厉害的功法都被我练习过了，可惜高阶功法太少了。站住！
陈月，陈导，你给我过来下。你是在叫我？不错，我让你过来，你就得乖乖照做。你敢打我？我是少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叫我站住！给本少主道歉！我叫少主有事，道歉！你快点给我道歉！可恶，是我无礼了，给少主道歉。既然修为已开，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辱。很好，现在可以说是了。今天藏书阁有我之事，少主把藏书阁弄得如此杂乱，按照规矩，需收拾整齐才能离开。哼，你给我讲规矩？这藏书阁都是我家的，讲个屁的规矩！你什么你？不服气？来，我给你个机会。少主什么意思？哼，你是不是眼馋的黄武学院的名额？只要你能赢我，我就把名额让给你。当真？哎，出手吧，少主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只要你能赢我，我就把黄武学院的名额让给你。少主，这可是你自己找虐。废话少说，出手吧。那就让你看看我刚练成入门境的火云拳。云拳？什么？没听说少主有练过火云拳啊！我记起来了，上午他有看过火云拳的功法。这不可能，你肯定之前修炼过火云拳。不服气的话，你们这几个都可以上。好，我来。疾风腿，我也会。什么？他还练了疾风腿，而且也是小成境。看我恢复拳！又是小成境，少主怎么会这么多的功法？莫非少主一招领悟，成了逆天骄子？哼，你们服了吗？服了，少主，我们服了。你们呢？少主，我们心服口服。少主威武！少主威武！哼，月哥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老爷、夫人，这么多年，少爷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了。如果你们知道，想必一定很欣慰吧。陈家现在危机四伏，我必须以雷霆手段，才能凝聚人心，力挽狂澜。少主啊，管家，什么事？少主，刚才岳武郡主给您送丹药来了。丹药？难道？果然，与我前身吃的丹药一样，都有一股馊味儿。岳武郡主说，这是最新炼制的宝元丹，有提气凝神的作用。又拿过期的丹药来骗我，这岳武郡主不是好人呢。行，我收下了，替我多谢郡主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少主，你还没给钱吧？你去跟岳武郡主说，本少主最近急需各类丹药，让他再多送点过来。到时我自会与他结算。是。到时我要好好和他算算旧账。系统，丹药时间向回调节5年。只有3枚丹药成功了，看来其他丹药的过期时间太长，回调5年也没用。算了，先吞服这些好的丹药，吸收完再说。没想到这3枚丹药如此神奇，竟然让我境界一下子提升了9层，只差一线就突破到纳元境了。看来
要多弄些丹药才行。陈导，啊，姐，你来了。藏书阁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过来看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陈月那种货色，再来几个也伤不了我。啊，你的气息雄厚了很多，难道修为又增加了？姐，我现在的境界是纳气境9层了。什么？纳气境9层？你没骗我，让我看看。确实没错，是纳气境9层。没想到你开始修炼后进度这么快，不愧是师傅和师娘的儿子，你绝对是天才。我这叫厚积薄发。本来师姐不太看好你和柳婷儿的比试，现在放心多了。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，加紧修炼吧。姐，我现在不需要，我有丹药来源。你有什么来源？现在陈星远已经封锁了钱库，根本不会让你动用陈家的钱物。姐，你把丹药都给我，你自己修炼怎么办？我是你师姐，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不用为我操心。陈导，接下来你要加紧修炼，然后突破纳元境。突破需要的元灵之物，我会替你准备好。元灵之物？我查阅过了，与你最配的元灵之物，便是元灵石。所以这几天我会离开陈家，去元灵山，替你寻找上等元灵石。元灵山？姐，元灵山中凶兽遍地，太危险，不要去了。没事，你师姐我可不是普通修士。姐，我给你的那颗丹药记得服用，等着我回来。可恶！素颜，别逞强了，你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元灵山最强的凶兽真灵兽，有他在，你今天是不可能取得那元灵石的。二皇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千里迢迢来此，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？那我就直说了，素颜，我需要一个未婚妻，增加在我父皇心中的分量。这关我何事？素颜，作为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天骄，你做我未婚妻最合适了。这绝不可能！素颜，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妻，我立刻就帮你取得那元灵石。而且我皇子身份加你才貌双全，你我结合是相得益彰，两全其美啊！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是吗？看样子那狰狞兽要准备吸收元灵石了，你时间不多了。不好！天女宴！不愧是陈素颜，这种神话再现般的天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不错，若有此女辅助，皇子日后谋事将事半功倍，如虎添翼啊！看来对他我要费点心思才行。孽畜，快快让开，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！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天女宴，镇压！这狰狞兽好像在激发血脉。什么？神皇血脉？这狰狞兽如果觉醒的是神皇血脉，那陈素颜就危险了。你们快过去帮助他！是。这狰狞兽竟然破了我的天女宴！陈小姐，我们助你一臂之力！啊！不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，
我们接近王侯的修为，竟然无法留住他。素颜，恭喜你，这颗等级最高的元灵石终于被你得到了。刚才多谢二皇子相助，来日必当感谢。素颜，本皇子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心生爱慕，刚才的请求，何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哼，有意思。殿下，这陈素颜未免太过高傲了。你可是堂堂一国皇子，他竟然就这么走了？哼，高傲才好，不然胭脂俗粉怎么配得上本皇子？师姐给我的这枚丹药，灵力充沛，药香浓郁，一看就不是岳武郡主那些废炭能比的。所谓纳元境的突破，分为2个方面，一个是境界修为突破纳元境，第2个就是契合元灵之物。因为元灵大陆修士修炼，每跨入一个境界，都必须寻找相应种类的元灵之物破境。突破纳元境的元灵之物是灵石类，以后的境界则会需要植物类、兽类等元灵之物。元灵石，素颜姐已经帮我去找了。我现在还是先突破修为要紧。师姐的好意不能浪费，要尽快突破到纳元境。等师姐带回来元灵之物，我再契合元灵之物便可。此事当真？弟子亲眼所见，素颜小姐确实带回了一颗七彩元灵石。可恶！七彩元灵石是等级最高的元灵石，没想到真被陈素颜得到了。远哥不要着急，就算陈导突破到纳元境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纳元境9层，距离灵海境只有1步之遥，他不会是我的对手。婷儿，陈导最近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。不错，前日在藏书阁，他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多种功法，就像是开了窍一样，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，而且轻而易举就击败了我。远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那黄武学院的名额岂不是危险了？婷儿，放心吧，那个名额定是你的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远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个你拿着。啊，七彩元灵石。姐，听说这种等级最高的元灵石是有强大妖兽看护的，你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利用这颗元灵石，抓紧突破。半个月后，你一定可以战胜那个柳婷儿。有着最高级的元灵石，我几乎可以达到完美契合，突破后战力飙升。只是有的人可能要坐不住了。少主，陈素颜小姐有急事找你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带我过去。嘿嘿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，真是个蠢货。哼，盗窃元灵石可是背叛家门的重罪。你，陈月，按家法处置就是废去修为，逐出家门。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我来？嘿嘿，确实是我小看你了，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元灵石还是被我拿到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看这是什么？啊、可恶，竟然是空的！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现在投降，指控陈星远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，就凭你留不住我！
纳元境9层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修为增长的这么快？我数3声，不投降我就毙了你！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我这天雷符的威力，相当于灵海境巅峰的全力一击。就算你是纳元境9层，也难逃一劫。攻击符咒，这确实有些麻烦。怎么回事？哪里的动静？在少主的房间里。不好，有人来了。上主，别怪我，一路走好。好凶猛的雷电！什么？目标竟然是我手中的七彩园灵石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劈中陈岛？呀！又劈他！记住了他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今天的事情了。灭口吗？啊，远哥，陈月果然不是陈岛的对手，幸亏你提前准备了那枚符箓。陈岛难道真开窍了不成？这废物的成长速度还真是让人吃惊。好在园灵石被击碎，陈月也是死无对证。哼，不然契合了那枚最强园灵石，这废物的实力恐怕会突飞猛进。远哥，为何不直接解决了陈岛？岂不是一劳永逸？现在不是时候，毕竟陈王府的一切还没有真正被我掌握，尤其是王侯世家的那个资格。丁儿，虽然这次阻止了陈岛契合最强园灵之物，但陈岛已经突破到纳元境，我有些担忧，他这种恐怖的修行速度，在比试的时候会对你造成威胁。远哥放心，我绝对会战胜陈岛。你是真正的做大事的男人，婷儿会用尽一切帮你。陈岛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七彩园灵石怎么碎了？陈月作为陈家子弟，大逆不道，竟然想要谋害少主，真是罪有应得。这背后是谁指使的？诸位长老已经心知肚明，大逆不道的是陈星远。立刻通知下去，陈家召开全族大会，让陈星远过来认罪。少主，陈月已亡，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幕后主使是陈星远，这是不是太冒失了？闭嘴！陈星远对我出手，就是在反叛陈家。到了现在，你还为陈星远说话，是何居心？少主言重了。既然少主想要如此做，我等照做就是。只是到时候，结果未必如少主所愿，少主可要做好准备。我知道，退下吧。姐，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太冒失了？你是陈家少主，你的决定就是陈家的决定，姐支持你。不过，陈星远绝对不会认罪，恐怕还会倒打一耙。到时候，你这个少主更难服众了。姐，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可惜，这枚最强园灵石坏了，不然你的实力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。稍后我再去园灵山给你找一枚，虽然不如这一枚，但姐会尽力给你找到最好的。姐，不用，我有办法让它复原。系统，七彩园灵石，时间调回到1个时辰前。这园灵石复原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陈素颜为我可以拼上性命，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也没必要对他隐瞒什么。姐，这是我的能力，目前只有你知道。姐，陈星远狼子野心，众人皆知，想要陈家安稳，此人不可留。今日我就要对他下手。你既然决定了，那就去做，师姐全力帮你。师姐，几个长老现在多半都偏向陈星远，
你先去稳住局势，我稍后过去。听说少主要指控我，听到这事儿差点没把我笑疯了。呵呵，少主知道他是在玩火吗？陈星远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清楚。陈素颜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陈导这明摆着是公报私仇，依我看，他没资格当这个少主了。陈星远，你素颜，这次少主有些离谱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没有证据，这就是污蔑。够了！你们不担忧少主的安危，却在这儿替陈星远说话，你们是何居心？这陈家到底谁说了算？素颜，别生气，这件事太大，要是没证据，这如何收场？哼，既然少主敢说，就绝对有证据。无论如何，就算强行镇压，今日也要帮陈导把陈星远从陈家踢出去。证据？你倒是让他拿出来看看。这么久了，他人都还未到，恐怕是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吧？哼！啊，东尔心远，少主我在这儿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见礼？没看见本少主到来？见过少主。诸位长老请坐。陈星远，你站住！哼，少主有何吩咐？行刺本少主，你可知罪？少主，你这是污蔑，污蔑我，你可知道什么后果？跪下！什么？我让你跪下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我跪？姐。少主让你跪，你就得跪。陈素颜，你干什么？少主让你跪，你没听见吗？诸位长老，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陈素颜为所欲为。陈素颜，你想造反吗？陈素颜，你太过了！陈家岂容你说动手就动手？这陈家，我只听少主的。你们这些人，竟然把少主的意思说成造反，你们是何居心？少主，府主和夫人失踪，这些年是陈星远在主持陈家，对陈家有功，如此对待一个功臣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派人行刺本少主，这就是陈家功臣的所作所为。陈导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你了？哼，不错，没有证据，纵然是少主，也不能如此对待陈家功臣，还逼着陈星远下跪，如何能让大家信服？少主还是说句话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哼，陈导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少主还是太过年轻，不如此事暂时作罢，等调查清楚了，再做决定。行刺少主这等大事，少主也是心急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少主的心情可以理解。二位长老少在这里和稀泥，今日之事不可能善了。我陈星远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，今日此事要是不给我个交代，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。哼，交代是吗？那我就给你个交代。陈月，进来。哼，装模作样。陈月已亡，此事死无对证。陈导，你再怎么指控我，也是徒劳。陈星远，可还认得我？啊，陈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过，陈月已经没气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陈星远，我为你办事，行刺少主，你竟然还要将我灭口，你好狠的心！不可能，他肯定不是陈月，陈月已经没有气息了，他定是陈导找人假扮的。陈月是我用天雷扑灭的，他绝不可能还活着。我来验明正身。是陈月，没有错。
什么？陈希远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系统，陈月的时间向回调整到1个时辰前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人本身使用时间调节。扳倒陈星月，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陈月必须活着。我还活着？难道是？系统警告：时间调节不可作用人的生老病死。警告：再有下次，系统将直接原地爆炸。看来系统还是有使用限制的。少主，你救了我，是我救了你，费了很大的代价。接下来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我如此对待少主，少主还能救我？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少主的，少主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陈月在说谎，我根本就没有指使他，是他自己对少主怀恨在心，和我无关。怎么回事？陈月为什么突然活了？陈心远，你放屁！当日你听说少主得到了7彩元灵石，你为了避免少主实力获得巨大的提升，让我毁掉元灵石。又怕我完不成任务，故意给了我天雷符。只是我没想到你如此心狠手辣，不但毁了少主的元灵石，还要对我灭口。逆徒！陈家养育你，你竟然如此大逆不道！陈星远，我没想到你真能如此胆大包天。诸位长老，你们是信我这个陈家功臣，还是信陈月这个小人物？功臣？我呸！陈心远，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清楚。少主，诸位长老，陈心远这些年做了无数对不起陈家的事情。住口！陈心远这些年私自，我宰了你！陈月，你继续说。我陈家之所以没落如此之快，第一和陈家2位王侯失踪有关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陈家衰败就是陈心远一手造成的。陈心远这些年中饱私囊，和一些人里应外合，变卖陈家的家产。陈家至少有2/3的家产是被陈心远偷拿出去变卖，获取私利。他这些年不断通过打压少主，让少主逐渐在陈家失去威信，而他自己则是在陈家中饱私囊，培育党羽，目的就是把陈家彻底变为己有。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陈家的功臣，他就是一个家贼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这个账本里记载了陈心远这些年做过的所有坏事。什么？陈星远，这些年你竟然坏事做尽，你对得起师父师娘吗？师父师娘从小收留你，没想到你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今日我就毙了你，为陈家除害。陈素颜，住手！陈星远，你也知道害怕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承认我做了此事，但我本意只是毁了元灵石，并没有要谋害少主。你不能动我！陈导，毙了！不要啊！这位长老，救我！陈素颜，住手！今日谁敢替陈星远求情，谁就是陈家叛徒！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素颜小心，此人的修为深不可测，比我等要高不少。快走！想走？天女宴！不好！陈素颜
竟然如此厉害，就看他了。被他们跑了。无妨，从此陈星远就是丧家之犬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如何？遵少主令。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，不知道尊姓大名？这里是哪？阁下如果不说话，那我先离开这里了。陈公子，着什么急呀？月虎郡主，很惊讶吗？是有些惊讶，不过郡主派人救我，这份恩情我陈星远铭记于心，有朝一日定会相报。哼，少说那些没用的。从现在起，你为我做事，帮我夺得陈家。帮郡主夺得陈家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我知道你有野心，一直想要彻底掌控陈家，但是现在你失败了。哼，要不是陈素颜，我何至于此？陈素颜早晚要离开陈家，我还有机会。都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，说这些还有用吗？他有变化又如何？没有陈素颜，终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哼，别自欺欺人了。陈导在快速成长，他毕竟是王侯的后代，况且父母还是双王侯，一旦爆发，成长潜力确实惊人。之前我们都小看他了，现在他能扳倒你，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。切！为我做事，我对陈家本身不感兴趣，我只要一件东西。月虎郡主想要陈家的王侯令？不错。那王侯令有何用处？这个你无需多问，你只需知道，王侯令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，它还代表了一步登天的机会。现在，告诉本郡主你的决定。我想考虑一番。你确定需要考虑？这是宁石境。哼，要不是怕暴露身份，影响郡主的计划，你真以为老夫能轻易被陈素颜击败？陈星远愿意为郡主效犬马之劳。很好。系统，暗器的时间向回调整到5个时辰前。秦王府，来救陈星远的人，果然是秦王府岳武郡主。现在陈家内部的毒瘤已经基本被我拔除，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。少主，是。少主莫慌，是老夫陈泰。陈太爷爷，我竟然一瞬间脱口而出叫眼前的老者爷爷。脑海中的记忆里，前身和眼前这老者关系十分亲近。小时候的陈导因为父母忙碌，经常不在身边。那时候陈素颜还没有来到陈府。陈太爷爷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修行天赋吗？是由陈太负责照顾。你不是没有天赋，而是你的天赋还没有展现出来。你是王侯的子嗣，王侯是这世间最强的人，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更有天赋。真的吗？我不是废物。爷爷怎么会骗你啊？那我继续去修炼了。快来啊！少主被掳走了，夫人夫人都不在，走吧！掳走了城府小少，不怕2位王侯不束手就范。疯了，少爷！这家伙很强，那就和他玩玩。陈太爷，少爷，好家伙，看你救不救！少爷。
去攻击陈府小少爷！老家伙受死！少爷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到你。少爷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到你。陈太爷爷，那次之后，陈太受伤严重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修复伤势。不过每当原主有危险的时候，陈太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原主的身边。少主，你最近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你能以雷霆之势迅速掌控陈府，确实成长了很多，不愧是王侯后代。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陈家现在内忧解除，但外患才是最大的危险。外患？陈太爷爷指的是秦王府。烽烟城作为王侯镇守的城池，算上我们陈府，有3大家族，外加一个秦王府。以前你父母在的时候，自然无人敢找事。但是现在府主和夫人失踪这么多年，各家势力都在蠢蠢欲动。我该怎么办？府主曾经和我说过，除非少主有灭顶之灾，其他事情我不可出手。接下来还要看少主你自己。少主，其实我今日见你，是给你送这件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府主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的，特意嘱咐我，在少主能真正掌控陈府的那一天，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打不开。这上面有府主的封印，只有少主到了一定的修为境界，才能打开它。陈太爷爷，我父母，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？原主的记忆深处，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思念。很多时候，这种突然涌起的感情，似乎让我感同身受。少主不用担心府主和夫人，他们是王侯，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人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烽烟城陈家这些年全靠远哥撑着，他陈道凭什么治远哥的罪？一个有名无实的少主，真把自己当陈家的主人了。不行，我要去皇城陈家告状，罢除他的少主之位。婷儿，谁？是我。远哥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记住，今日的事情不可让任何人知道。日后我带你们去皇城陈家，那里才是陈家真正的根基。是，柳小姐放心。远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婷儿，我来找你有重要事情。远哥，你放心，我哥现在在皇城陈家说得上话，此事我必会找陈家主脉给你讨个公道。婷儿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挫败陈导的威风，不能让他在陈府树立威信，否则就算主脉来人，也不好扳倒他了。远哥，我该怎么做？还记得他答应和你的比试吗？远哥的意思是让我当众击败他，夺了他皇武学院的名额，让他这个少主威信扫地。不错，比试必须马上进行。现在陈导失去了那颗最强元灵石，还未达到灵海境，实力远远不是你的对手。而且，他就算突破到灵海境，也只能是契合一般的元灵之物，仍旧不可能是你的对手。我明白了，明日就去找陈导比试。在这个世界，强者为尊，只有成为王侯，才能无敌于天下。今日，我便修为再进一步，突破纳元境。突破了！突破到灵海境后，身体的丹田内会出现一片灵海，灵海的大小决定了修士可以容纳天地灵气的多寡，进而决定了修士的强弱。
我的灵海只是一个小水洼，看来我的资质还真是弱得可怜啊。不过，突破后修士需要契合元灵之物，只要契合到强大的元灵之物，同样可以逆天改命。系统提示：境界提升，时间调节范围增加到50年。哼，可以前后调节50年的时间，这样系统的用处就大多了。之前调节5年的时间，确实很多时候不够用。这个元灵石是元灵山中等级最高的元灵石，并不代表是世间等级最高。据说元灵石的等级提升，只能靠时间积累。系统，元灵石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有效果，变成黑色的了。这颗黑色元灵石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。这颗黑色元灵石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。传说只有超越凡品、晋升仙品之物，才会引出天地雷鸣。晴空雷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君主，此等异象像是有异宝出世，我也只是在皇城有幸见过一次。难道是王侯令？传说王侯令极其神异，非凡体打造。啊！陈府那边怎么了？陈家是王侯世家，底蕴深厚。这里虽然不是主脉，但是陈家起家的地方，要不然陈家少主也不会生长在这里。如今有重宝现世，最有可能的便是陈家王侯令。父亲，现在各家都在盯着陈家的王侯令，那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？那是无价之宝，只有王侯才配拥有。据说王侯令可以超脱自我，是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。而且王侯令还可以获得一项无上资格，获得那项资格，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站在亿万修士之上。超脱和资格，1000年来，这世间的王侯世家几乎从未变过，所以王侯令也从未被外人得到过。现在最年轻的王侯世家陈家没落，大家看到了希望。父亲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陈家看看，想必现在很多人都在赶往陈家吧。这么说，现在这颗黑色元灵石经过50年的时间再次晋级了。原本顶级的元灵石经过再次升级，让它超脱本身，变得不凡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契合它，彻底完成灵海境的巩固。元灵之物契合成功了，这是契合了黑色元灵石，我体内灵海从一个小水洼，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。陈导，出来！陈导，你给我出来！如果我没记错，这是柳婷儿的声音。陈导，你我约定过比试，今日我柳婷儿正式挑战你。柳婷儿，休要胡闹！二长老，这是我和陈导的事情，你少管闲事。别以为你哥在皇城陈家为你撑腰，你就如此嚣张，对少主大不敬，是以下犯上。哼，那也要等他的少主之位坐稳再说。陈导，身为陈家少主，你难道想当缩头乌龟？有本事现在就和我一战！之前你们比试之事，少主说过时间由他定。柳婷儿，赶紧离开这里，莫要胡搅蛮缠。他不出来，我就把他骂出来。陈导，你躲不掉，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！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不必了。哼，你终于敢出来了。柳婷儿，
我答应你的挑战。少主，二长老不必多说，我有分寸。郡主，这么匆忙，可是有急事？郡主，我已经让柳婷儿今日挑战陈导，只要当着陈家众人的面，让陈导一败涂地，这个少主也就彻底成了摆设。到时候我再回陈家，定能帮助郡主找到王侯令。做得不错，只要事情办成了，本郡主助你成为陈家真正的少主。谢郡主。郡主这是去哪儿？去陈府。陈府今日显露异象，多半和那枚王侯令有关。现在柳婷儿多半已经击败了陈导，岳武郡主也正好可以看一下陈导的狼狈样子。哟，郡主这么巧？我来看看陈少主，顺便催催账。他可是欠了我不少银子。我也是过来和陈少主谈谈心，毕竟很长时间没见陈家这个大废材了。今日倒是来得巧，没想到还有热闹看。可探测到什么？异象消失，没有探查到王侯令的任何信息。陈导，你只要答应我让远哥回归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陈心远想谋害我，那是陈月做的，和远哥无关。远哥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陈家着想。事实如此，你替他狡辩也无用。天下王侯世家，哪一个不是蒸蒸日上？只有陈家日落西山。远哥不过是想要拯救陈家而已。除掉我，就能拯救陈家？至少能让陈家少受些嘲笑。毕竟你这个废物少主的名声可是臭名远扬，连累着陈府也是名声不佳。柳婷儿，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从皇城陈家来到祖地陈家吗？自然记得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陪伴你这个所谓的少主。但是谁让你不争气？我是真的一点儿和你待在一起的兴趣都没有。所以你选择了陈心远？至少远个少年英姿，除了那个不讲道理野蛮的陈素颜，这陈家就他资质最好。如果陈家完全交给远哥，绝对比在你手上合适。陈导，你我有约在先，这场比试你逃不掉。陈导，你我有约在先，这场比试你逃不掉。没脑子的女人，你应该叫我少主。你还不配。那我就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教我规矩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什么？看来陈导的修为达到灵海境了。那又如何？柳婷儿早就入了灵海境，陈导在修为境界上差得太多，基本不可能取胜。看来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已经破境了。不过我是灵海境7层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陈导虽然只是刚进入灵海境，但似乎很强。陈导，你打我脸！柳婷儿，你还知道要脸？我灭了你！你接得住吗？怎么可能？现在知道本少主的厉害了？你一个陈府外姓，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对本少主不敬？你个废物！你凭什么能胜过我？我不信！滚！你这么强，只有一个解释：你突破灵海境的时候，契合了至强元灵之物。你的最强元灵石已经被毁，难道陈素颜又为你找到了一个至强元灵之物？少废话！柳婷儿，你败了，黄武学院的名额还是本少主的。哼，陈导，你现在战胜我又如何？你境界已经落后我太多，等我突破到灵桥境，我必会报今日之仇。我们走着瞧。站住！
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要教你规矩。你敢动我？我是皇城陈家的人。你废了我的灵海！皇城陈家的人，柳婷儿，你是不是傻？这陈家是本少主的。陈导，你敢废了我，你完了！扔出去，不许他再踏入陈家。柳婷儿，你还真当少主还是以前的那样？你肯定是受陈心远忽悠了，对少主不敬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陈少主今日让我刮目相看。这岳武郡主确实姿色绝艳，怪不得很多世家公子都是他的舔狗。原来的陈导也是其中一只。不过这女人心肠太坏了。陈导，没想到你不但开启修为，而且修为提升这么快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要感谢郡主卖给我的那些丹药，我才能修为突飞猛进。那些丹药，那些废丹真的有作用吗？陈少主，看到你真正掌控陈家，为兄我真心为你高兴。根据记忆，此人叫于明，于家是烽烟城的本土大家族。这些年陈家没落之后，一直觊觎陈家的产业。为兄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请说。那我就直说了。陈家这些年逐渐没落，陈府的灵酒坊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正好我于家也有此业务，不如陈家的灵酒坊被我于家收购如何？这样皆大欢喜。少主，不可！少主，灵酒坊是府主和夫人留下来的产业，也是陈府收入的主要来源。没了灵酒坊，陈府会一落千丈。于明，你也听到了，灵酒坊是陈家的核心产业。你能出多少钱？我于家可以出500灵石。不可能！陈府的灵酒坊曾经是海原城最好的酒坊，就算不如以前了，也至少是2000枚灵石。于明，你也听到了，陈府的灵酒坊曾经是海原城最好的酒坊。2万枚灵石，卖你了。2万枚灵石，你是耍我还是不想卖？我想卖，但你出不起价钱。吓坏老夫了。陈导，你要想好了，陈家灵酒坊在我于家灵酒坊的竞争下，生意只会越来越差，最后一文不值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那就2万枚灵石买走啊。你一向木讷的陈导，怎么现在变得如此伶牙俐齿？看来陈少主确实不打算卖了。既然如此，于某告辞。不送。陈少主，你刚刚掌控陈家，可能不知道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艰难之处。哼，凑着瞧好了。陈导确实变了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对我言听计从。少主，于家和陈家在灵酒坊的产业上一直是竞争对手。这些年陈家逐渐没落，于家趁势而起，利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，抢了我们不少灵酒坊的生意啊！要是府主和夫人还在，这于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陈导，正好我也有事和你商量一下。郡主请说。我们找个地方喝喝茶，慢慢聊如何？哦，求之不得，快请。陈导还是那个陈导，我少给他些和颜悦色，他就会喜出望外。果然还是那条舔狗。少主，要不要等陈素颜小姐回来？往日就听闻，这个岳武郡主专门坑少主，他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思。不用，我能处理。这位可是我的金主，戏还是要演下去。郡主，请吧。多日不见，我甚是想念。大胆！
失礼了，实在是我对郡主一片痴情，情不自禁啊。无妨，走吧。陈导，看见你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我替你高兴。小五高兴我就高兴。抱歉，失言了。如果郡主介意，我可以改口。无妨，我们不必那么见外。小五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能帮你的我肯定帮你。既然你对我一片真心，那我就不见外，直说了。我想要陈家的王侯令。好家伙，你还真不见外，直接张口就要王侯令，这是把我当二傻子了吗？我对陈家的2位王侯仰慕已久，所以才想看看真正的王侯令。如果让你为难，那就算了。小五想要王侯令也不是不行，只是陈家规矩森严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为陈家生个大胖小子。你耍我？我对小五一片真心，怎么会耍你？王侯令事关重大，如果小五为我生了孩子，自然就是陈家的人。王侯令给你也无妨。陈导，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那一步，生大胖小子的事以后再说。我现在就想看看王侯令。竟敢对郡主如此无礼！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，老夫让你好看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以真心换真心。真心换真心？我对小五你一片真心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小五你对我是否是真心，陈家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自然对你真心一片。小五需要拿出行动，陈府的人看在眼里，到时候我把王侯令给你，他们自然就无法反对。我明白了，容我回去想想。哎，我送你。哼，演戏谁不会呀？陈导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岳武郡主，你又想诓骗陈导，陈家不欢迎你。陈素颜，你恐怕对我有什么误解。我对陈导一片真心。姐，消消气，郡主对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告辞。陈导，我会认人再送一些丹药给你，这次免费。小五，你对我真好。陈导，你没事吧？你还相信岳武郡主？姐，你放心，我怎么还会相信他？我要他把之前占的便宜都吐回来。陈素颜实力如何？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。1对1，我没把握胜他。竟然这么强！少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少主的吩咐，钓到鱼了。姐，还要辛苦你一趟，跟我去抓鱼。抓鱼？远哥，婷儿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远哥，我低估了那陈导。陈导的修为已经跨入了灵海境，实力很强。能让你受伤，确实实力很强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胜了就好。婷儿，你辛苦，接下来好好养伤。陈家是我们的了。远哥，我败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败了？陈导竟然击败了你！陈导有多废，我是知道的。他怎么可能击败你？怎么就不可能？陈星远，你的末日到了。陈导，你是跟踪柳婷儿过来的？陈导，你利用我！要不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放你离开？你也就这点作用了。可恶，远哥，我们和他们拼了！
婷儿，今日你我就全力一战，大不了葬身此地。不论如何，能和远哥在一起，我无怨无悔。陈家叛徒当诛，陈素颜，我柳婷儿不惧你。什么？远哥，你，远哥！抱歉了，婷儿。远哥，你，想走？追！无论如何，陈星远不能留。丹药还是要多给陈导送去一些，把剩余的都给他吧。都给他？反正那些废丹不值钱，本郡主又没有花什么代价，而且他吃了那些废丹，也修炼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就让他体会一下本郡主的一片真心。郡主这么做确实一举两得，只是曹明公子恐怕会生气。生气又如何？他生气又不会找我麻烦。说的也是。等从这傻小子手里骗到了王侯令，他也就没用了。郡主救我！怎么回事？小五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我在追捕陈家的一个叛徒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他逃到你这里来了。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郡主，救我！救你？小五对我一片真心，怎么会救你这个叛徒？你就别做梦了。郡主，闭嘴！是陈少主逼了这个叛徒。陈导，这个叛徒既然自投罗网，我就替你斩了。小五果然对我一片真心，先告辞了。你说，陈导会不会在演戏耍我？我感觉他和以前很不一样。郡主，你并未付出什么，陈导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，就算他在演戏又如何？说的也是，那就走着瞧。少主，这都是岳武郡主送来的丹药。要说这岳武郡主对你还真不错呢。这些丹药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可一旦存放几天，立刻就会变质。应该是送来之前做了一些特殊处理，不然岳武郡主也不会明目张胆的送了这么多次废丹。还好我有系统，这次利用系统得到这么多完好的丹药，够我修为增长一大截了。灵海境1层、2层、3层，灵海境5层。这些丹药品阶不低，而且都是极品，不知道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的。这个世界丹药很珍贵，寻常势力根本不能炼制。现如今风烟城也就黄武学院有炼制极品丹药的实力。少主，进来。少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余家对我们的灵酒坊动手了，带我过去。少主，这一次余家为了抢风烟城的灵酒生意，不但在对面开了一家灵酒坊，还暗地里挖走了我们这里1多半的灵酒师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陈掌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干什么去？陈月，你算什么？也配对我大呼小叫？陈安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是不是余家收买了你们？你们要去余家的灵酒坊，你们这是叛变陈家。是又如何？少主，不是我不肯留下来，实在是余家给的太多了。少主，这陈安是当年快饿死的时候，府主从外面捡回来的，他的父母都是陈府出钱葬的，没想到此人如此狼心狗肺。陈安，如果你现在留下来，我给你余家的双倍。少主，如何？没想到少主有如此大手笔，听得我还真心动了。不过，陈府的灵酒坊产业已经日落西山，一天不如一天。纵然留下来，
没准哪天灵鹫坊就彻底倒闭了。而余家的灵鹫坊却是一天强过一天。是啊，所以我去意已决。那赶紧滚吧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赶紧滚，没听见吗？少主，大家好！陈导，住着瞧！我走了，陈家灵鹫坊不出1个月就会彻底倒闭。陈月，做掉他。是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敢！我现在是余家的人。住手！余公子，救我！陈导，陈安现在是我余家的人，你敢动他试试？废了他！你敢！你敢！余公子，我的手被废了。陈导，当着我的面废了我的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走，我们进去。陈导，说什么算？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陈府的灵鹫坊1个月之内必会全部被我们余家扳倒，我们等着瞧！哎，少主来了。少主，现在这里谁在管事？啊，少主，陈安走了，这里属我的级别和资历最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陈良。和我说说现在的情况。少主，灵鹫坊出产的灵酒以年份论好坏，而调制灵酒最重要的是窖龄，窖龄的年份直接决定了灵酒的年份。陈安此贼之前在我陈家灵酒坊就是负责窖龄的酿制，他走后，陈家无人可以制作10年以上的窖龄。你们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？少主，我在这陈家灵酒坊待了半辈子，无论如何也不想看着陈家灵酒坊关门呐。我这几日就单想办法制作出10年以上的窖龄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做到。让陈安那狗贼知道，我陈家灵酒坊少了他照样经营，绝对不会倒闭。很好，陈良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陈家灵酒坊的负责人。另外，窖龄也给我送一份，我也想研究一下。少主，怎么了？灵酒坊剩余的窖龄不多了，一共也只剩下4份，而窖龄的繁衍只有30年份以上的窖龄才可以。这是陈安离开前故意把窖龄消耗完，想要置我们灵酒坊于死地。陈良，给我送一份。少主，我如果觉得不可行，不会浪费窖龄。那好吧。姐，灵酒坊的事情我刚听说，现在怎么样？暂时稳住了。你就是陈家少主陈导？是我。陈导，这位是当朝二皇子。原来是二皇子。大胆！见到二皇子为何不拜见？无妨，王侯世家有特权，可以不拜。素颜，陈家和余家灵酒坊之争，本皇子可以从中调解，让余家停止对陈家灵酒坊的蚕食。想必余家会给我这个面子，这也是本皇子的一片心意，你懂的。不用劳烦二皇子，此事我能搞定。陈家的情况，本皇子也知道。本皇子和素颜关系匪浅，其实你不用见外。素颜的弟弟就是本皇子的弟弟。是吗？我倒是从未听我姐提起过你。你这样说，倒是让本皇子有些尴尬了。师弟这些日子的变化真大，以前木讷的他，现在也学会伶牙俐齿了。拿来吧。拿什么？见面礼。你想当我哥，不给见面礼怎么行？哼，你倒是直接，把那本黄阶上品的功法奔牛拳给他。是。小子，拿着。哼，啊，黄阶功法配不上我。小子，黄阶上品的已经是每个大家族的镇族功法。算了，
那本玄级中品神风腿给他。拿着。配不上我。看你小子是敬酒不吃罚酒。二皇子，你如果没好东西，就别拿出来丢人了。当我陈岛没见过世面。皇子，今日我非要替你教训这小子。慢着，这是一部剑诀，本皇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，不过可以肯定，至少是地阶功法。地阶功法，这个大头皇子果然有好东西。地阶功法是就算王侯世家也没有的东西，而陈家别说地阶功法，没落后连玄级功法都没有了。看在素颜的面子上，不用说了，合我心意。小子，还不赶紧谢过二皇子？说谢谢就见外了。来人，送客。既然如此，素颜，我就先走了，回头本皇子再来看你。皇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这根本不像一位王侯之子该有的做派。不过，皇子，那部功法何等珍贵，整个天水王朝也就这一本，你就这么给那小子了？哼，无妨。那部剑法他练不成，修炼所消耗资源有多大，本皇子一清二楚。本皇子利用天水王朝的底蕴，耗费无数天才地宝，也才勉强练成了一剑。虽然威力确实奇大，但练成第二剑，就算卖掉整个王朝换取资源都不够，所以本皇子根本想都不敢想练成第二剑。陈岛，一个没落的陈家少主，陈家现在内忧外患，他更不可能练成。而且，本皇子拿出如此珍贵之物，才能彰显我对陈素颜的看重，也算是卖给陈素颜一个人情。皇子高明。师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姐，你说。黄武学院入学的时间马上要到了。黄武学院怎么去？半个月之后，黄武学院大开山门，广收天下各路天才，天下王侯子嗣皆可有一人免试入学。到时候会有黄武学院的人来烽烟城接你进入黄武学院。姐，这黄武学院如何？你就是从黄武学院进入玄武学院的吧？天地玄黄4级学院，黄武学院虽然排在最低，但仍然是传说中的存在，是天水王朝最好的修行学院。常人穷尽一生也难以进入，从黄武学院出来的弟子，无不成为天水王朝的权贵。至于更上一级的学院，师弟，我只能说风光无限好，需要你自己去领略，你能明白吗？姐，你放心，我明白。只有自身强大，才是一切的基础，才是陈家不倒的保证。师弟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姐，我进入黄武学院后，肯定努力修行，争取早日进入玄武学院，和你会合。好，师姐等你。好你个二皇子，怪不得这部高阶功法给的这么痛快，原来这部剑法如此难以修炼。根据这上面的记载，欲练此功，必先准备巨大的资源用以消耗。光是练成第一剑，就需要50年年份以上的灵草上万种，还需要特殊的剑灵草上千种，用于感知剑意，形成剑气。别说上万种，就单是一株灵草的价值不菲，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。修成第一剑，王侯世家都做不到，也许只有集天下资源的皇族才能办到。还是先解决一下教灵的问题吧。系统成功了，教灵达到了30年份，它在繁衍。时间系统对每个物品只能使用1次，但新繁衍出来的教灵属于新的物品，应该可以再次使用时间条件。系统，教灵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这太便宜了吧！给我来一套。少主，
余家现在主要售卖30年份的灵酒，而且价格压得极低，显然是故意针对我们，想要彻底击垮陈家的灵酒坊。掌柜，现在怎么办？30年份的教灵，我们始终无法研制成功。是啊，怎么办呀？是我们无能。如果能给我们1年半载的时间，绝对可以研制出30年份的教灵。掌柜，你这么短的时间研制出20年份的教灵，已经是奇迹，怎么是无能？可惜，陈家灵酒坊撑不到1年半载。哎，少主不是拿走了1瓶教灵？你说他会不会研制成功？想多了，别说少主都没有接触过教灵，就算是研制教灵的绝对老手，这么短时间也办不到。再说这么多年了，大家也知道少主人势不错，就是这资质太一般。说的也是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啊，少主怎么都垂头丧气的？请少主责罚！请少主责罚！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大人已经研制出了20年份的教灵，但奈何30年份的无法量产，尤其是余家，现在30年份的灵酒价格压得极低，我们陈家的灵酒生意根本无人问津啊！少主，是我无能。陈掌柜，如此短的时间研制出20年份的教灵，你已经做得不错了，起来说话。少主，再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绝对能研制出30年份的教灵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这竟然是50年份的教灵！少主，难道这些都是？哼，不错，这些都是50年份的教灵。啊，少主，难道你找到了一位制作教灵的大师？其实这些教灵都是本少主亲自研制的。啊！少主亲自研制！苍天保佑啊！昔年府主还在的时候，就是研制教灵的传奇人物。如今少主继承了府主的天赋，陈家灵酒坊兴盛指日可待呀！都排好队啊，一个个来，都能买到。陈家灵酒坊没了我陈安，你们啥都不是。哼，陈岛那废人，敢当众打我，陈家灵酒坊就等着倒闭吧。什么味道？好浓郁的酒香，从哪里飘来的？是对面陈家灵酒坊里飘来的。陈家灵酒坊50年份灵酒便宜售卖。50年份灵酒，这不可能！父亲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余家灵酒坊真是太火爆了，陈家的人都被我们挖来，哼，他们一份灵酒也别想卖出去。50年份的灵酒，给我来10份！快，真的是50年份的灵酒！陈家灵酒坊果然还是有底蕴啊，特别好。等等，他们喊的是陈家灵酒坊。什么？你看他们排队的方向是陈家灵酒坊，而不是我们余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一会儿人都跑陈家那边去了？余少爷，陈家那边研制出了50年的教灵，而且卖的比我们30年份的还要便宜。不可能！陈家研制教灵的技艺，就你陈安最厉害。你离开，他们连30年的都研制不出来，怎么可能研制出50年份的？哼，怎么就不可能？于明，你要不要尝尝我陈家新酿的灵酒？真的是50年份的灵酒！陈导，别卖关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自然是多亏了陈安。我，陈导，你别污蔑我，多亏我什么了？陈安，我没想到你还念旧情，故意留下了50年的教灵制作方法。就算你叛离了陈家，但本少主原谅你了。希望你以后在余家好好发展，大家以和为贵。你知道50年份的制作方法？
日少，我不知道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那陈导在胡说八道啊！够了，没有你的帮助，陈导那废物怎么可能制作出50年份的灵酒？少爷，我别说了，限你3天之内酿出50年份的灵酒，不然我拿你10万。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3天怎么可能制造出50年份的教灵？陈安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呀？都怪陈导不知道怎么找到了50年份的制作方法。现在我们对余家已经没有价值了。3天之后，余家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早知道我不离开陈家了。陈安，都是你蛊惑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落到现在这种地步？陈安，不给我们个交代，这事没完。爹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陈家怎么得到的50年份教灵，先不去管。重点是我们无法通过灵酒房打倒陈家，没有可以要挟他的地方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来硬的？反正陈家现在只有陈素颜这么一个高手。不行，关注陈家的人太多，我们不好下手。过些时日就是黄武学院开学的日子，陈导作为王侯子嗣，有免试入学的机会。而你之前已经通过了黄武学院的考核。爹的意思是，让我在黄武学院找下手的机会？不错，黄武学院竞争激烈，机会反而比外面多。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你就可以以此要挟陈导。明白。园林山果然妖兽众多，可以想象，当初解围夺得那枚最强园林石是多么不容易。系统，剑灵草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本来年份不足的剑灵草，瞬间达到50年以上，够我修炼所用。这是什么破地方？怎么都是年份不足的低阶灵草？看来只能往园林山深处看看了。楚师妹，听说园林山中有一头强大的狰狞兽，会不会太危险？这次丹药的炼制对我们至关重要，值得我们冒险。如果察觉到狰狞兽的气息，我们再退出也不迟。没想到一下子能捡到这么多灵草，起码有上百株，可我自己找上1天所得了。这3人实力都不错，跟着他们既可以捡便宜，又可以让我加快收集这1万株灵草的速度。几百株灵草，就这1株年份超过50年的。发财了！这一次就是几百株，估计再有1天的时间，我就能收集齐这上万株灵草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哼，幸亏楚师妹警觉，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你小子竟然跟了我们一路。快说，跟着我们干什么？3位，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恶意，我跟着你们只是捡一些你们不要的灵草。低估了这些人，我已经很小心，竟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看来他们的修为要高出我很多。你捡这些年份不足的灵草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，需要大量灵草，而我修为低微，年份高的灵草采不到，只能捡一些年份不足的灵草。我们走吧。我还可以跟着你们吗？随便你。师妹，你就这么相信他了？万一他图谋不轨呢？他只是灵海境，什么也图谋不了。就是，这种菜鸡实力太弱，不过是跟着我们寻求庇护罢了。跟着他们，我几乎把整个园林山逛遍了，还差最后200颗灵草就可以修炼那一剑了。师妹，前面就是园灵山最核心的区域，那里如果还没有我需要的灵草，这趟算是白来了。这是异象，有宝药出事了，走，过去。过去看看。
是园灵山中的那头狰狞兽，另一只好像是蛟龙兽，他们在争夺那株灵草。竟然是一株圣雪莲，这可是9品灵药，看样子马上要成熟了。怪不得引来2只大妖争夺。不愧是园灵山最强的灵兽，这只狰狞兽之前明显受过伤，没想到还能干掉那头蛟龙兽。楚师妹，狰狞兽如今已是强弩之末，不如趁此机会夺了那圣雪莲。我们回去之后，绝对是大功一件。好，不过大家小心狰狞兽的临死反扑，你最好离远一点。我们接下来要对付那只狰狞兽。是啊，小子，赶紧走开，再跟着我们，小心狰狞兽一个喷嚏把你灭掉。那我离远点儿。这只狰狞兽实力超强，连姐都不能完全对付它，我还是别趟这趟浑水了。上！楚师妹，我们挡住狰狞兽，你去取圣雪莲。你们小心！圣兽为压，躲不了了，太可怕了！还是低估这只狰狞兽了。这恐怕是狰狞兽的最后一击了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圣雪莲是我们的。这是神通！这只狰狞兽竟然修炼出了神通！赶紧离开，他想困住我们！快走！我去，赶紧跑！彻底被困住了。我试试能不能破开。嗨！不行，这是狰狞兽的神通法术，以我们的实力，无法强行破开。他是想困住我们，然后再慢慢恢复伤势，灭掉我们。我明明都走开了，还把我困住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强攻他！必经之计，只能先灭掉这只狰狞兽，才能活着抽筋。楚师妹，不行了，我们无法真正伤到狰狞兽，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狰狞兽耗尽灵力，被干掉。真的没办法活着离开了吗？我也许可以试试。你试试。不过，我需要你们把采集的灵草都给我。小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着我们的灵草？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捡的便宜还不够吗？我说过，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，需要大量灵草，还差一些就凑齐了。给他。师妹，这可是我这几日辛辛苦苦才找到的，命都没了，还要这些灵草干什么？关键是这小子也就是灵海境，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办法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拿着。小子，敢骗我们，小心我锤你！成了，修炼第一件所需的灵草终于凑齐了。还请几位先为我护法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这小子好像一直在吸收储物界中的灵草，都没有停过。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爆了，寻常人根本不可能吸收这么多的灵草，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看来，我还是远远低估了修炼这一剑的难度。这一剑真正的难度，并不在于上万株灵草的收集，而是身体需要足够容纳这些灵草灵力的空间。否则，敢修炼此剑者，必会被巨量的灵力撑爆而亡。我之前吸收了最强元灵石，让我的灵海变得无比广阔，这才容纳下了无比巨量的灵力，避免爆体而亡。二皇子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难道他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海？哼，这一剑终于要成了。我有一剑。郑宁受的伤势恢复了一些，他要攻击我们了。扛不住了，这只正宁兽实力恢复了不少了。小子，你整的咋样了？是我想多了，关键时刻怎么可能靠这个弱鸡翻盘？躲不开了，出师妹！啊，是那小子。借剑一用。好，接下来交给我，你且退后。你小心。来吧！这可是狰狞兽，他哪来的自信？让你尝尝我这一剑之威。好强的剑气，这小子还真有些本事。太强了！这是只有灵海境的小子会出的一剑。圣雪莲如果不是整猪，毫无价值。我叫楚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导。今天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后果难以预料。不用，要不是你们的帮助，我也没有那么快练成这一剑。我们都是黄武学院的学员，后会有期。我的圣雪莲，我这辈子就见过这么一株九品灵药，就这么没了，没了！我救了你们一命，圣雪莲给我不过分吧？系统，圣雪莲时间向前调节半个时辰。九品灵药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果然神圣而令人震撼的灵力。先收起来，该回去了。陈家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我等到来，竟然无一人察觉，是吗？陈太，是你！当年你为了保护陈家少主，被我们打成重伤，竟然还活着，果然是你们这群鼠辈！这么多年了，又来我们陈家，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！哼，就凭你一个老迈之人，想阻止我们，可笑！再加上我呢？是他，陈素颜。玄武学院早就开学了，他竟然还没离开陈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挡不住我们，更别说一个陈素颜。冲！小小之辈，有本事报出你们的家门！老东西，旧伤复发了吧？我们就算报出家门，能如何？住嘴！不想要命了？迅速宰了这老东西！老家伙，你暗中保护陈家这么多年，也该遭落日了！怎么办？陈素颜很强，我们无法战胜他。分出2人去抓陈家少主，只要找到他，王侯令等于到手了。好。不好，迅速解决他们！好强！用王爷给的丹药。冲！素颜，快救少主！找到了！不好，他们找到陈岛了。这下不好办了。
以少主的修为，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皇子，有人袭击陈家。这些人为了王侯令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过去看看。这都没气儿了。姐，陈太爷爷，你们来了。素颜，你没事吧？我姐没事，这4个都被我解决了。少主，这是你干的？是啊，不堪一击，我才出了1剑。好，不愧是陈家少主，少主真的长大了。这些刺客我对付起来都费劲，没想到被少主1剑就解决了。1剑？难道那1剑被他练成了？这不可能！这2人确实死于剑气，而且剑气也确实出自我给陈导的内部功法。那1剑你练成了？难度不大。难度不大？难度不大！为了那1剑，我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天地力量，几乎大半个国库都耗空了。修炼了整整5年才练成，他竟然说难度不大！真的练成了？哼，要不我砍你1剑试试？哼，要不我砍你1剑试试？不用了，看着剑气我就知道你练成了。素颜，我先走了。皇子，你没事吧？挫败感，这种感觉本皇子还是第一次体会到。以前都是本皇子给别人挫败感。唉，万万没想到，本皇子有朝一日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。这陈家少主深藏不露啊！皇子，你英明神武，天赋异禀，那陈家少主绝对比不上你啊！皇子，那陈导不过是走了什么好运罢了，你不必。放心，本皇子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，经受不住打击。本皇子不会气馁。陈素颜，本皇子要定了。二皇子一向自傲，就算在玄武学院，也算是了不得的天骄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沮丧、挫败的表情。师弟，你真是太调皮了。我陈家少主是真龙之姿，府主和夫人如果知道了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林海进8层了。有了岳武郡主每日送来丹药，我的境界提升的太快了。真好奇，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这么多废丹？按照这速度，我没几日即可以突破林海境，到达下一个境界。找姐问问契合园林之物的事情。陈导，你的境界达到林海境8层了。姐，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修炼得很快？确实很快，快赶上我了。陈素颜不愧被称为最强天才，竟然比我这个开挂的修炼还快。姐，我正想问你，林海境破境契合的园林之物，什么比较合适？林海境突破到灵桥境，契合最强的园林之物为圣雪莲。啊，圣雪莲，这么巧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圣雪莲太难得？这也正常。圣雪莲是9阶灵草，极其稀有，而且一般有异兽守护，所以就算学院里的那些头号天才，也难以将其契合。姐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！你居然有一株圣雪莲！少主，少主，岳武郡主到了。哼，来得正好，本少主正想和他算算总账了。管家，帮我算算，岳武郡主这些年从陈家坑了多少钱？少主，各种黄金灵石、丹草灵器等，恐怕陈家的1半家业落入岳武郡主的口袋。1半的家业？哼，这岳武郡主胃口还真大。当时陈素颜小姐在学院修行，
陈家也就无人支撑。而你那时候一心想要修为突破，对岳武郡主过于信任，那时候陈家真乱了套了。幸亏少主你现在迷途知返，你可不能再上当了。哼，放心，少主我现在不但不会上当，而且会让他加倍吐出来。郡主，这枚宝珠给陈家少主实在可惜，这可是大有来历之物，当年秦王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。确实可惜，但谁让它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？这枚宝珠常年为父亲疗伤所用，现在它已经是一枚毒物，带在身边不出10日，就会中毒暴毙。万一这陈家少主暴毙怎么办？我们不是拿不到王侯令？这么多天了，陈导一直拖着，当我傻吗？一直陪他。本郡主今日带了如此大的诚意而来，如果还看不到王侯令，说明这陈导在耍我，就让他暴毙吧。小五，好久不见了，又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快给我看看！还真是不要脸，要起东西来，丝毫没有不好意思。这是300枚丹药。啊，这次竟然有这么多丹药！好家伙，这次比前几次加起来都多。这应该是给你的最后一批丹药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丹药并不好炼制，暂时无法提供更多。理解理解。恐怕给你提供废丹的地方，废丹用完了吧？不过，这些丹药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此外，我还带了一件好东西，是我秦家至宝。何物？此乃玄印宝珠，是一件防御至宝，佩戴在身上用修为温养，可以极大削弱高于自身境界的修士对自身的攻击。小五，你对我太好了！这岳武郡主竟然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，看来今日打算是孤注一掷了。看到我的真心了吗？看到了。那王侯令，我姐不同意。陈素颜不同意，她不同意又如何？陈家不还是你说了算？我姐说，必须让你给我生大胖小子。你玩我？生气干啥？我还没说完。我姐已经快被我说动了，你继续表达一下对我的真心，我姐肯定会同意。哼，不信我？小五，我可是对你是一片真心，你该不会只是为了拿到王侯令？怎么会？我也是被你之前的真心打动，才以真心换真心。这是5万两黄金，够吗？郡主，我父亲受伤后，秦王府已经没落，本就不富裕。我能拿出这么多，你该看出我的真心吧？看得出来，不过我姐对钱不感兴趣。这些呢？快够了。这是秦王府这些年积攒的所有灵石。小子，你别不知趣，郡主几乎把秦王府家业都拿出来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撸得差不多了。这岳武郡主这么好骗，今日看来确实是破釜沉舟来了。不得不说，王侯令吸引力竟然如此之大。这王侯令到底有什么用？差不多了，我会和我姐说。啊，陈导，我性子急，给我个时间。5天后，我给你答复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等你好消息。主何在？岳武在。过来。本王寿元不多，事情进展如何？父王，陈导答应5日内拿出王侯令。很好，这么多年，
陈家王侯令一直不知道被藏在何处，外面无数双眼睛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。只要王侯令现世，本王就会第一时间出手。只要拿到王侯令，本王就会有希望突破境界，寿元大增。岳武，这些年你为父王东奔西走，支撑着秦王府，辛苦你了。为父王效劳是应该的，不辛苦。你下去吧，待本王境界突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必不会亏待你。姐，陈爷爷，我去黄武学院之后，陈家暂时交给你们了。少主放心好了，如今陈家扫除陈星远这个蛀虫，灵酒坊生意兴隆，又有你从秦王府追回来的财物，陈家现在啊，可以说一扫之前的颓废，欣欣向荣。黄武学院的人来了，陈师姐，没想到是你们来接引新人弟子。哎，没办法，我们不像陈师姐一般可以这么快晋升到玄武学院，估计这活我们还要干几年。那就劳烦两位师弟替我多多照顾我弟弟。师姐客气了，你是天水王朝黄武学院的骄傲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弟，你走后过些时日，我也要回玄武学院了。姐，我会尽快考上玄武学院去找你。你倒是自信，玄武学院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报考。不是自信，是有这么漂亮的姐姐在玄武学院，我实在不放心。瞎说什么？这是入院的玉牌，3日后捏碎玉牌即可。好的，谢谢两位师兄。告辞，我们还要通知其他入院弟子。少主，岳武郡主来了。该摊牌了。想想岳武郡主等会儿生气的样子，就爽啊！陈导，你总算来了，王侯令带来了吗？别急，当然带来了。这是王侯令，不像吗？你果然还是耍了我！小子，拿一块板砖糊弄我家郡主，你真是好胆！我看你才是狗胆包天！岳武郡主，你能拿废弹糊弄我，本少主为何不能拿板砖糊弄你？我和你们拼了！住手！我们走。这女人心思深沉，懂得隐忍，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。姐，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如今我丹药充足，又有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最强元灵之物圣雪莲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现在就突破到灵桥境。灵海境9层，给我破！灵海境9层，给我破！好大，圣雪莲也进入我的灵海之中了。破境开始了。灵桥境主要的意象就是在灵海上生出一条桥梁，桥梁越长，代表灵桥境的资质越好。一般修士的灵桥都在10米以内，我的灵桥现在就已经超过10米了，而且还在增长。100米了，100米的灵桥需要极其珍贵的园林之物契合才行。不愧是最强的圣雪莲，达到100米还未停止。1000米了，灵桥还在增长，有10000米了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灵桥增长起来没完了。啊！灵桥停止增长了，我彻底进入灵桥境了。
我去，这么长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这么长的灵桥，估计说出去别人都不信。也不知道灵桥尽头是什么。走了几个时辰了，还是走不到尽头。以后有时间再来探索灵桥吧。先出去。迈入灵桥境，我的实力增长了几倍有余。不过，灵桥境最大的作用是可以通过灵桥感悟天地法则，明悟神通。待我有所领悟后，实力还会得到极大的增长。啊，什么东西这么烫？是之前我那父母留给我的铁盒。铁盒出现异常，是否说明我可以打开它了？试试。这般气息，一块令牌和一封信。难道这块令牌就是传说中的王侯令？看看信上写的什么。亲爱的儿子陈导，我们是你的母亲和父亲。原来是父母写的信。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不过，不用为我们担心，我和你父亲只是追逐星辰和大海去了。这段时间，你要听从你师姐的话，努力自我成长，因为有朝一日，我们会攻城而返。到时候，我和你父亲就是天底下最亮的修士，我们的儿子也不能差到哪里去。追逐星辰和大海，这两位还挺时尚啊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，这枚王侯令你收好，日后如果你走修行这一条路，会对你有用。对了，忘了和你说了，王侯令有特殊的气息波动，会被人感知到。这东西还是很珍贵的，无数双眼睛在盯着。你拿到后，赶紧收入体内，会自动屏蔽气息。王侯令会被人感知，这可收。王侯令暴露这么长时间，气息肯定已经泄露了。你们二老坑我呀！父亲，怎么了？王侯令的气息，这么多年了，陈家王侯令终于现世了。郡主，陈导敢耍你，为何不直接把陈府灭了？哼，就算灭了陈府又如何？王侯令还是没有下落。而且陈导拿了玄印宝珠，一旦他使用，活不过10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和父王交谈。郡主，要不……不要说了，我先进去。岳武，有些让我失望。是女儿办事不力，父亲再给我些时间。没时间了，本王的寿元不多了。如果本王不能活，那就全都毁灭吧！可恶！父王，王侯令的气息，王侯令现世了！岳武，你做的不错。王侯令现世了，怎么回事？师弟，刚才的气息难道是？是王侯令。姐，我是不是摊上大事了？王侯令？难道是府主和夫人留下的那个铁盒？对，王侯令就在铁盒里。按理说，府主和夫人不会不知道王侯令的危险，还让王侯令暴露，这是为什么？来不及讨论这些了。师弟，你现在马上捏碎玉牌，去皇武学院。不错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只有去了学院，才可以保护少主安全。有人来了，我来挡住他。化丹境的高手，你又是哪个家族的老家伙？废话少说，交出王侯令！又有人来了，师弟，速速离开陈家，前往皇武学院。可恶，我走了，陈家怎么办？这些日子
素颜待我如亲人，陈家已经完全让我找到了归属感，我不想看到陈家毁灭。陈导，交出王侯令！于明，你们也来趁火打劫！陈导，你害我余家灵酒坊濒临倒闭，实在可恨。本来想等到去了学院再收拾你，没想到王侯令还是现世了，这是陈家自取灭亡！灵桥境真是让我惊讶，你确实不是以前的陈导了，但可惜我已经到了凝石境了。这是自解愁，可怪不得我。什么？时间紧迫，父亲在这里和他磨叽做甚？我们最早到来，不要失了先机。赶紧拿到王侯令离开这里，不然等会儿高手齐聚，想走也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是什么？看样子不像是王侯令，应该是一件宝贝，不然这陈家少主也不会放在身上。爹，催动一下试试，看看这宝贝到底有何作用。这是什么？父亲！奇毒！可恶！快解药！陈导，你敢给我父亲下毒？赶快给我解药！没有解药，给我解药！我不敢！我堂堂余家家主，怎么败得如此憋屈？父亲，陈导，你害了我父亲！你竟然敢害我父亲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我要斩了你，为我父亲报仇！天女印。陈素颜，好强！来吧！陈导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日后再算。大孝子，连你爹的尸体都不要了。这玄印宝珠竟然有剧毒，岳武郡主这女人心思歹毒的可怕。不过这枚珠子确实不凡，应该是一件宝贝，不知道能不能驱除上面的剧毒。系统，玄印宝珠时间向回调节20年。有效果，宝珠上的毒素减少了许多。系统，玄印宝珠时间向回调节30年。玄印宝珠上的毒全部去除了。如岳武郡主所说，这枚宝珠确实是一件防御重宝。师弟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少主，快走！有几股强大的气息在朝着陈家赶来。姐，陈爷爷，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陈家怎么办？这些人不拿到王侯令，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用管我们，少主才是陈府的希望。陈爷爷，别说了，我决定暂时留下来。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，我会立刻离开，不会强留。好吧，少主有情有义，有府主和夫人的风范，老夫很欣慰。师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天马拉车，此人是浮空山七老魔，没想到这样的老家伙也来了。王侯令在何处？刚才明明还有气息，现在怎么消失了？保卫陈家，保卫少主！弟弟，好热闹啊！哥哥，我最喜欢热闹了。这俩人是圣天教的护法，没想到他们也来了。幸亏王侯令的气息只是泄露了一瞬，不然会引来更多的高手。素颜，陈府今日之事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不堪设想。二皇子有什么话直说，我可以尽力帮陈府度过此劫。素颜答应我之前的请求，如何？不可能！陈少主，你要明白，陈府今日恐怕是灭顶之灾。那我也不用你管，我陈导岂会用我姐的幸福和你交易？
你这样说，倒显得本皇子趁人之危了。其实本皇子只是想让素颜看到我的真心。我已经感受到不止一股气息朝着臣服赶去，这么多年了，果然不只是本王想着王侯令。走吧，去清除那些杂鱼，王侯令就是本王的。父王，你有伤在身，虽然那些人无人是你的对手，但不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让他们先自相残杀一番，再去不迟。也好，这王侯令已经是囊中之物，不急于一时。你儿这就去陈府盯着，随时传消息给父王。去吧，父王等你消息。是。王侯令在哪儿？赶紧交出来！速速交出王侯令，不然屠了陈家！小子，别不自量力！我家皇子能出面，是给你天大的面子。没有我家二皇子，今日陈府注定覆灭。那就试试看！上！欺负陈家少主，逼问王侯令！你们敢当我陈家无人吗？哼，我们也要去凑热闹了。这小子是我的了。哥哥，慢一点，让给我吧！师弟，躲开，不要和他们硬拼！哎，斩！什么？啊！这一剑竟有如此威能！这小子境界升到了灵桥境，而且是异常强大的灵桥境。这一剑竟然比本皇子的剑威力大上许多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哥哥，都是你害死了哥哥！我要让你偿命！好强的气势！此人吸收了其兄长残存的生命能量后，实力至少增长数倍。皇子小心！不好，师弟有危险！陈素颜，陈家今日必亡！滚开！齐老魔，你敢阻我，日后我必灭了你浮空山！那是日后的事，今日老夫志在王侯令。还我哥哥！保护小主！系统，把我这一剑的熟练度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此剑法高深莫测，不知道熟练度上来之后，还能不能增加这一剑的威力？成功了！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这一剑的感悟，威力增加了何止1倍。哥哥，小主！什么？犯陈家斩！好强的一剑！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这一剑威力更大了。陈导明明看上去平平无奇，怎么展现出的资质处处比本皇子强啊？本皇子到底输哪儿了？这是阴山老妖。阴山老妖半人半妖，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，没想到连他也来了。陈家交出王侯令，否则灭族！好大的口气！师弟不可！你自以为斩了小小圣天教的护法，就可以与我抗衡了？不自量力！好啊，好强！本尊已经200年没有离开这副棺材了，今日便出来活动活动。这陈家少主不是传言是个废材吗？今日倒是让我等刮目相看。没想到一剑劈开了阴山老妖的棺材。要知道，阴山老妖的棺材100年无人撼动了。这陈岛竟然有如此实力，藏得好深，怪不得郡主都被他算计了。嘿嘿嘿嘿，交出王侯令！天女印！陈素颜，
再给你10年，也许老夫不是你的对手了。但现在你还不行。姐，素颜，好强的阴气，天女都被腐蚀了。我这把阴刀阴气滋养上百年，神挡灭神，佛挡灭佛。少主，快逃！陈爷，陈家少主，看看你的剑厉害，还是我的刀厉害？陈家少主完了，阴山老妖绝对一刀把他斩成2半。记住陈导，我们尽力，但恐怕来不及了。少主，哼，陈导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刀，永别了。系统，把阴山老妖手中阴刀品质调回50年前。老匹夫，那就吃我一剑！不自量！什么？这滋养上百年的阴刀，怎么会？师弟他竟然……啊！这陈导竟然一剑制威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是啊，修为一般，用的剑也很普通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陈导，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小娃娃竟然能承受住老夫的全力一击！啊！陈导竟然和阴山老妖打了个旗鼓相当。阴山老妖可是比陈少主早修炼几百年，我们是不是看花眼了？玄印宝珠果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，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。刚才那股气息是玄印宝珠发出的。郡主，我能感应到玄印宝珠上面的毒素被清除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导身上有大秘密，他今日真是让我惊喜万分。喂，还不一起出手抢夺王侯令？难道要等人越聚越多？阴山老妖说的对，请一起出手，先把王侯令逼出来再说。陈家所有人听令，保护少主！冲！保护少主！保卫少主！没想到，一向一盘散沙的陈家，这些时日竟被陈导治理得如此上下一心。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纵然如此，在如此多的强敌之下，陈家必亡。看招！少主！交出王侯令，让你们死个痛快！可恶！师弟，走！少主，孽孙玉佩，赶紧去黄武学院。少主，走吧，我们天地抵挡，快走！滚开！别挡路！少主，快走！开！少主，走！你活着，陈家便在。少主活着，陈家便在。走！家伙还敢挡道！少主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走！可恶，我还是太弱了。是王侯令，独特的气息，不会错。得王侯令者，必为王侯。抢了他！少主，你这是……听好了，我要拿王侯令换陈家所有人的性命。少主，不可呀！陈大爷爷啊，身外之物，还有你们的命重要。少主，陈家少主懂事儿。既然如此，先把王侯令拿来。但王侯令只有一枚，你们先商量好，我该给谁？王侯令是我的，谁敢和我抢，我毙了谁！阴山老妖，
你这话未免太狂妄了。诸多修士在此，难道能碾压我们所有人？不错，阴山老妖，少在这里威胁大家。你再厉害，刚才不也是被陈家少主斩断阴刀？狂什么狂？是我老妖拿不动刀了，还是你们飘了，也敢嘲讽我？看我不撕碎你们！少主机智，此计甚妙，让他们狗咬狗骨，这样能最大限度地消耗这些人的实力。陈导，六郡主，你也要出手啊？我如果说，我自始至终就对王侯令不感兴趣，你信不信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现在要和你做一笔买卖。和我做买卖？你被我坑的还不够？你小子，到了现在还气郡主，你是真不想活命了？陈导，你真以为你是用了一个小计谋，就能让他们自相残杀？不能。你倒是明白，这些人虽然傻，但是不蠢，他们不会这么一直互相残杀下去。你不过有了片刻的喘息罢了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你能帮我解决此事？能。说说看。如何？你有什么目的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行，我信你一次。你不信我也没办法，我是你最后的指望。诸位，听我一言。这样互相打下去没有结果，不如先把王侯令拿到，我们再商议如何分配。军七老魔的，停手，不打了，这样只会便宜了陈家。陈少主，王侯令拿过来。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。大胆！陈家少主出尔反尔，你是想被扒皮吗？如此靓丽，小子，你真是活腻歪了！现在就摘下你的项上人头！住手！小丫头，又是谁？管他是谁，人头给他摘了，让他和陈少主做一对亡命鸳鸯。陈少主说的对，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。小娃娃，如此挑衅我等，我这责备你，完了。是吗？父王，时候到了。这是。父王，时候到了。这是要吃着口不开，本王来也！什么？七老魔竟然毫无反抗之力！有本王在，王侯令谁也拿不走。只是秦王，他竟然还活着！当年传闻他身受重伤，毒入肺腑，早该陨落了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秦王。看样子你当年身中剧毒，似乎还未消除啊！阴山老妖，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身中剧毒又如何？今日谁敢抢王侯令，我就灭了谁！好大的口气，老夫偏要抢抢看！口出狂言，竟如此小看我等修士！大家不要怕，这秦王中毒太深，已经是风烛残年。我们人多，我怕他！看来本王今日又显露身手了。秦王的实力竟然如此强，而岳武郡主竟然怕了？怕倒不至于，有些好奇而已。给我灭！太弱了。阴山老妖的阴刀，还有谁？老妖败了！郡主，不抢了！王侯令再珍贵，也没有命重要。岳武，王侯令何在？赶紧给本王拿来！陈导，为了陈府上下性命，王侯令交出来吧。啊，王侯令现在不在我这儿，刚才趁乱之际，已经被我派人藏在府外了。府外何处？
我这就派人带秦王去找。不用派人，陈少主亲自前去吧。也好。师弟，放心，我去就回。秦王，还请不要伤了陈少主性命。二皇子放心，本王拿到王侯令，不会伤他一根汗毛。妈，按计划行事。啊！10几年前，秦王身中剧毒，修为跌落王侯境，但余威犹存。我皇室也不能过分干预一尊王侯的事情。如果师弟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陈素颜必会屠了秦王府。小子，到了没有？王侯令到底在何处？到了，就在那边。秦王，王侯令，我命人藏在那块巨石下面。岳武，看着陈导，我去取王侯令。父王，陈导诡计多端，还是女儿去拿吧。也好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快给本王！这是可恶！暗算本王！陈家小子，你敢算计本王，本王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混阵！小子，竟然还在此布置了大阵，但你以为能阻挡得了本王？太天真了！本王要你！岳武，你……岳武郡主还真是每一步都算好了，心思缜密的女人。为什么？哼，为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是我女儿，你敢背叛本王？我是你女儿没错，但这么多年，可有半点父女情谊？甚至，你拿我当过人对待吗？我只是替你做事的工具而已，稍有不顺，随意打骂。秦王，我岳武受够了。这出阵法的布置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看来你早就想要对本王动手了。不错，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不断巧取豪夺陈家的财产，就是购买材料，布置这出大阵。我陈家躺枪啊！你是本王生的，你的命都是本王的，怎么对你都是应该的。反抗我，就是大逆不道。哼，你不配当我的父王。我的父王早就在你放弃我母亲的时候就没了。当年你为了自己活命，舍弃我母亲，不配为人父。为人父，不但要反抗你，还要诛灭你。原来岳武郡主还有一个悲惨的童年。秦王，束手就擒，父女一场，我给你个全尸。好女儿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灭本王的。有恨！本王毕竟是皇后，看你怎么弑父！好女儿！来吧，好女儿，看你先斩了本王，还是本王先从这里脱困而出？休想脱困！像你这样的人，不配活着！在你斩灭本王前，本王就已经脱困。岳武，本王会送你见你的母亲。王侯竟然这么强，哪怕是一个苟延残喘的王侯。陈导，一起出手，不然秦王脱困，谁也别想活。我可不出手了，一起上！有效果。没想到陈导竟然这么强了。王侯不可辱，我要扒了你们的皮！不好，快阻止他！他一旦脱困就麻烦了。你看，完了！小子，吓傻了吧？本王先摘下你的人头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秦王被陈导……
哦，多亏之前利用系统修复了这把阴刀，不愧是被阴山老妖滋养了上百年，威力确实不同凡响。这阴刀不是断了吗？怎么现在完好无损？好强的阴道，上面百年积累的阴气，竟然引动了我的伤势爆发。一起上，趁此机会灭了秦王！可恶！本王不甘心，本王还没有。哦，赢了，终于解决了。这是秦王早已毒入骨髓，这些年只是仗着王侯修为强撑着而已。一旦身亡，整个身体立即被剧毒腐蚀了。这是什么宝贝？竟然没有被秦王的毒腐蚀掉？应该是一张类似藏宝图的东西，秦王生前经常拿出来研究。不过这东西虽然材质不凡，但可惜是残卷，大部分内容都是残缺的。你感兴趣，就送给你吧，当我对你帮我解决掉秦王的感谢。这岳武郡主竟然这么好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了，刚才那把阴刀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看见那把阴刀断了，怎么又复原了？秘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导，还有事？合作愉快。什么？岳武郡主，你对我出手！陈导，这些日子你变化太大了，简直不像你。告诉我你身上的秘密，我给你个痛快。蛇蝎心肠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狠毒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天地万物都应为我岳武所用，不为所用者就被我所灭吧。哼，你这么自信能解决我？你不是秦王，也没有王侯境的实力，这个大阵对付你足够了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说就立刻毙了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果然挣脱不开。看来你是不肯说了，本郡主就不和你浪费时间了。陈导，用鞭了！西头，阵法时间向前调节50年。怎么会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亲手布置的阵法怎么消失了？想知道吗？让我砍一刀，我就告诉你。陈少主，既然你没事儿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大家从此以后和平相处如何？你这女人的话，我是一个字都不信。以后见你一面，打你一次。非要如此吗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吗？也许我可以答应你呢。不浅风轻。本郡主今天心情不错，不和你计较，后会有期。少主，少主回来了。今日臣府力挽狂澜，多亏了少主。师弟，王侯令已经暴露，你待在陈家不是长久之计。这是王侯，真正的王侯，竟然对我陈家出手了。少主，走！好恐怖！走啊！可恶！老夫和你拼了！侯乙，陈太爷爷，师弟，走！别让大家白牺牲了。师姐。
小娃娃有些意思，竟然硬汉王侯而不死。素颜，二皇子，救我师姐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让我对付一尊王侯，你得看得起本皇子啊！办不到，你不会来此。算了，本皇子答应了。素颜本来就是本皇子要保的，而且从近期陈少主你的表现来看，你的人情在未来应该有些价值。吾乃当朝二皇子，前辈是哪位王侯？能否给个面子？二皇子，莫趟浑水！可恶，不给本皇子面子！金光杖，开！该走了。可恶，居然跑了！陈家少主，你逃不掉！陈家还是被毁了。素颜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此仇，我陈素颜必报。陈家被灭了，陈导，你害我父亲，活该！该去黄武学院报道了。究竟是哪位王侯出手了？不派陈家2位王侯回来报复吗？这位王侯既然敢出手，就说明陈家2位王侯回不来了。要不然，以那2位经才绝艳的威名，但凡有一丝回来的可能，他也不会出手。说的也是。郡主，人魔宗传来消息，你灭掉秦王，人魔宗宗主很欣赏，对郡主评价甚高，觉得郡主有希望直通天魔。另外，黄武学院的入院玉佩也已经拿到，郡主怎么打算？我岳武的志向不在这一城、这一国，甚至这一域。既然直通天魔，黄武学院便不去了。陈太爷爷，陈家亡了。八哥，看，又来了一只肥羊。王侯又如何？我陈道发誓，一定要灭了你！小子，站住！何事？小子，新入门的弟子是吧？新人要懂这里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很简单，孝敬我。八哥又在敲诈新人了，没办法呀，谁让八哥的姐姐是黄武学院的9级弟子，谁敢管啊？怎么孝敬？你是个傻子吧？这还用教你？把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！没有。大胆！给我站住！八哥，我的手断了，我废了这小子！你小子给我站住！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2个敢反抗我八哥的新人，我今天就教教你黄武学院的规矩。什么？这个新人竟然这么厉害！随我一起上，剁了他！大哥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！没想到这个新人确实有些本事啊！八哥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得如此惨。这个新人不知道又是哪个世家子弟，抓紧时间去抱大腿了。哼，就你们这样的实力，还敢出来打劫？大哥，不是我们实力不行，而是你太强了。交出来吧。叫什么？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打劫别人，就要做好被别人打劫的准备。这个太狠了，衣服都不给我们留一只，这一比，我们就是打劫界的好人。对了，第一个敢反抗你们的人是谁？那位是传奇少女陈素颜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现在陈家被灭，我身无分文，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强大自己。
才能为陈太爷爷、为陈家报仇。新入门弟子马上前往中门广场领取自己的身份令牌。八哥，这事就这么忍了？这是贻耻大辱，忍个屁！去找我姐。这位小兄弟，帮我背一下。为什么？我给你钱。随随便便就拿出中品灵石，这小子挺有钱呢。不够吗？我可以加倍。够了。看你挺实在的，以后跟着我混吧。我告诉你，新人在黄武学院不好混，胖爷我吃得开。以后我罩着你，你算是走大运了。对了，我叫林虎，你叫什么？陈导。令牌你们收好，令牌是你们身份的象征，在黄武学院有大用，积累积分、换取丹药等都用得到。多谢。等等，等等，楚韵师姐，见过楚师姐。这位就是楚韵师姐，长得未免太漂亮了。小声点儿，楚韵师姐可是黄武学院排名前3的精英。是她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楚师姐可是黄武学院的名人，人长得漂亮，实力又强。如果能认识她就好了。陈导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也来黄武学院了。你们认识？好久不见。把陈师弟的令牌换成金牌。金牌？楚师姐，只有实力在所有弟子中排名前100的，才有资格获得金色令牌。放心，陈师弟有这个实力，此事我为他做担保。这，好吧，陈师弟，这枚金色令牌比你之前的灰色令牌权限更大，而且购买黄武学院的物品还有一定的折扣，你收好。多谢楚师姐。无妨，就当我感谢你之前的救命之恩。什么情况？你认识楚月，而且看样子你们关系很好。不算太熟，之前碰巧帮过他。帮楚月，我怎么碰不到这好事啊？我姐竟然不在，不然现在已经收拾了那小子。刘师姐宗门排名前3，和楚韵齐名。只要刘师姐回来，那小子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别说了，那家伙来了！这是什么？慢点走。怎么了？看见前面那些人没有？看到了。告诉你，那些人为首的叫八哥，是黄武学院的恶霸，专门打击新入门的学员。我感觉我们被盯上了，这下完了。不过别怕，我应该能摆平此事。八哥好，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，我叫林虎，以后还要八哥多多照顾。大哥，又见面了。啥？大哥？我并不想见到你们，以后少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是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盯着我干嘛？陈导，八哥为什么管你叫大哥啊？被我揍过。揍过？陈导，陈哥，包袱给我背吧。怎么了？你连八哥都敢揍，还认识楚韵师姐，你才是真正的大佬。我怎么敢让大佬背东西？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黄武学院的住处还不错，接下来要安心修行，尽快提升实力了。之前我从纳元境突破到灵海境，时间调节范围增加到了50年，而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，系统却没有变化。难不成系统判定我没有突破新的境界？话说之前我在一本修行古籍中看到过，灵海境和灵桥境本质上是一个境界，后来为了修炼方便，才逐步区分成2个修炼境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突破下一个境界凝实境，应该就会增加时间调节范围了。这个从秦王那里得来的羊皮残卷肯定不是凡品，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系统，
羊皮卷时间向前调节50年。羊皮卷变新了一些，但仍旧是残卷。看来这件东西很古老，50年不足以让它恢复如初，只能等破镜后再试一下了。陈哥，陈哥，去藏书阁看看，我们也该去挑选功法了。我之前在陈家学的那些功法等级偏低，就算增加50年的修炼经验，威力也不足。确实需要去藏书阁选一个高阶功法了。听说黄武学院的最顶层藏有顶级的天级功法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。我去试试。站住！出示令牌。灰色令牌啊，而且积分0分，暂时没资格进入藏书阁。什么？这位师兄，我懂。这些灵石，请师兄收下。算你懂事啊！进去后只能在1楼选择1本功法带走。只能选1本吗？师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多选几本功法？少来这套啊！一个小小的灰色令牌弟子，没资格讨价还价。想要多选几本，你这些孝敬可不够啊！行吧，陈哥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站住！你那份呢？没有。没有？你跟大爷我说没有。我有，我替他出。我说了没有？你想怎样？怎样？你还真是个憨货！没有就给我滚开这里！让开！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还没有看见你这么大胆的新人弟子，你这是活腻了！陈哥，小心！滚！这……你敢对我动手？反了！今天非要弄废你！陈导，别打！陈哥，藏书阁的守门人都是有背景的，不能随便打呀！小子，敢打我，你完了！怎么回事？曹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小子不讲规矩，还敢出手伤人，曹师兄一定要给他个教训！小子，我是曹明。然后呢？陈哥，这曹明是黄武学院排名前10的天骄，修为高深。藏书阁一向是曹明的地盘，有他的人在管理，今天这事麻烦了。你还真是个二傻子，还然后呢？曹师兄报出名字，你就应该害怕的下跪认错，知道吗？什么曹明？我没听说过。现在我要进入藏书阁，你有意见？我去，哥哥，你说话悠着点啊！这可是曹明。这家伙太虎了，都给我整不会了。曹哥，这种论图形就该揍，打服他，1顿不行就2顿。先打残吧，打残后拉到广场上示众，让大家都知道不尊重我曹明的下场。曹哥，有话好好说，消消气。陈导他……算什么东西？你配叫我消气？给我一边去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陈导，你要不赶紧逃吧，这曹明可不是8哥那些人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当着我的面打我朋友，你很嚣张啊！你说我嚣张？把我逗笑了。快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撕烂他的嘴！曹哥放心，这小子手到擒来。别想着反抗，那样会更惨。谁惨还不一定。一群废物，还要我亲自出手？住手！是苗长老。苗长老居然现身了！
不愧是我黄武学院最年轻、最漂亮的长老，女神啊！见过苗长老。苗长老，藏书阁一直是弟子负责一应事务，此人不但擅闯，而且打伤了看门弟子。可有此事？满口胡言！他们仗势欺人，强行收取财物。看门弟子之所以收取一些费用，是这些弟子借走功法的押金，也是为了防止这些新人弟子损坏藏书阁的功法。等到功法退还时，押金会退回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手持灰色令牌的弟子都要交押金。一个新入门的新人弟子，手持小小的灰色令牌就敢如此蛮横，请苗长老教训此人。苗长老，这些新人弟子不服管教，必须教会他们规矩，不然日后无法无天。哼，强词夺理，我就亲自拿下他，押入学院地牢。你打我！疯了！连曹师兄都敢打，我看他是疯了。给我个说法，王定了。哼，这个解释够吗？这是金色令牌。一个新人弟子，怎么会有金色令牌？金色令牌是楚韵师姐破例给的。楚韵，怪不得一个新人敢和我嚣张，原来有楚韵做靠山。既然有金色令牌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收取押金不符合学院规矩，以后不可再如此行事。是，我这就废了这条规矩。都散了吧。是。曹师兄，这小子断了我们财路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小子，给我听好了，我把话撂这儿，惹了我，在黄武学院待不下去。那就走着瞧。琛哥，这里每一个石柱都代表了一部功法。藏书阁一共有5层，越上层的功法越强，只有在每一层参悟10部功法以上，才能进入下一层。黄武学院资质比较不错的弟子，几乎都在修炼第5层的功法。多谢苗长老解惑。苗长老，你和他们说这些也无用。这些新人弟子想要进入第5层，没有个几年时间，简直痴心妄想。这位陈师弟，师兄在第5层等你，可别等不到你上第5层，师弟你就出意外了。不会的，也许等会儿，曹师兄就能见到我了。嘴硬，哼！系统，烈阳剑的修炼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增加了50年的修炼时间，我对烈阳剑的领悟已经达到大圆满。但是烈阳剑威力太小，对我的战力几乎没有帮助。第1层的功法果然都是低端的功法，还是要继续去修炼上面的功法。琛哥，我觉得我也快要领悟第1部功法了。恭喜！你呢？我领悟了10部了。哦，10部？啥？10部？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瞧好了。通过第2层的屏障了。这么说，陈导真的领悟了10部功法，这是什么妖孽？这才短短不到半个时辰啊！就算玄武学院的天才也做不到吧？陈哥，何事？你永远是我哥。哦。第2层的10部功法也已经修习完毕。不愧是黄武学院，大部分第2层的功法已经比陈家的好了。第3层。打卡成功。恭喜曹师兄在4层又领悟1套功法，这已经是第10套了吧？3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登上第5层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冒犯曹师兄的陈导怎么样了？他还能怎样？肯定还在第1层。
估计现在连领悟一套功法都费劲儿。提他做甚？那就是个跳梁小丑。我进入第5层后，他和我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以后他在我眼中只是一只蝼蚁罢了。是吗？陈导，我没看错吧？你怎么会来到第4层？想知道？肯定有猫腻！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快进入第4层？我们可是足足用了10年。告诉你们也无妨，你听好了，院长是我二舅，我想进入第几层，就进入第几层。什么？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自己好好反省。这陈导有这么大的背景，我们是不是惹祸了？院长的外甥，这该如何是好呀？你是不是傻？院长是女的，怎么可能是这家伙的二舅？对啊，我怎么忘了？院长是女修士啊！这家伙敢骗我们！曹师兄，让我教训一下这小子。不用，在这里动手，要受到学院责罚。那怎么办？看着他在我面前嚣张。你们去举报他，偷入藏书阁高层可是重罪。曹师兄想得周到，这家伙好些就是陈导，我们这就去举报他。接下来我要进入第5层了，第5层没有真才实学进不去，那陈导就是再搞猫腻也无用，因为这里的禁制是院长亲自加持过的。系统，玄照经的修炼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啊，50年的时间，我竟然没有练成这玄照经！啊，太废了，太废了！要是没有系统，我就是个纯纯的大废材呀！啊，换个石柱试试其他的功法。成功了！唉，第5层的功法太难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有参悟成功。苗长老，何事？苗长老，刚才那个叫陈导的新人弟子胆大包天，竟敢在藏书阁作弊！作弊？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，竟然上到了藏书阁第4层。半个时辰上到第4层，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不是作弊是什么？亏苗长老刚才还帮他说话，这家伙就不是个好人。曹明，背后说人坏话要烂舌根的。陈导，你怎么可能来第5层？我怎么就不能来第5层？废话，别人10年8年未必能来到第5层，你才用了多长时间？有1个时辰吗？我天骄无双，1个时辰上到第5层怎么了？苗长老，实锤了，这家伙绝对有问题，不能放过他。陈导，曹明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用了1个时辰，上到了藏书阁第5层。苗长老，他承认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这种人就该把他关进地牢。不解释一下吗？苗长老，我刚才已经解释了，我天骄无双。笑死我了！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传奇少女陈素颜当年都用了3天才登上第5层，而除了陈素颜，黄武学院第2名足足用了3个月才上了第5层。确实如此，小伙子，你不可能比陈素颜还有天赋。你用了1个时辰，你比陈素颜还厉害。陈导，别狡辩了，你这是大罪。一句天骄无双确实不能让人信服。不过陈导，我看你也不是偷奸耍滑之人，你给我个合理解释。苗长老，天骄无双就是我最合理的解释，总不能说我有系统傍身吧？赢！苗长老，我先拿下他。住手！
住手！院长，苗院长，拜见院长。这就是黄武学院的院长，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女修。你就是陈导。拜见院长。院长，陈导他在1个时辰内通过作弊，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天骄无双。你知道上一个在本院长面前这么自信的人是谁吗？陈素颜。陈素颜是世所公认的人间第1天骄，你自信能比肩他？有信心赶上他。院长，这陈导就是个新人弟子，1万个他也比不上陈素颜啊！他就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进入第5层，请院长惩治此贼。我让你别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有信心便是好事，至少在藏书阁，你已经超越了陈素颜。什么？院长，这家伙作弊，你怎么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作弊了？他不作弊，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登上第5层？他不是解释过了吗？天骄无双。不是，院长，这家伙就是在吹牛，你还真信他？你是在质疑我？不敢。这里禁制是本院长亲自布下的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陈导没有作弊，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登上的第5层。这怎么可能？院长，曹明诬陷于我，请院长处置他。曹明，回去面壁1个月。你有意见？没意见。弟子告退。哼！妹妹，这么好的苗子，你亲自收为弟子吧。妹妹，怪不得这苗长老和院长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原来2人是姐妹。姐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为黄武学院再培养出一个陈素颜来。陈导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修行，日后有我做你的靠山，你可以在学院里横着走。说的都是些什么？别把陈导带歪了。对了，最近没事不要外出，人魔宗那边有些异动，日常注意些。看招！手下留情。这秦月武好一个心狠手辣呀，资质不错，是人魔宗这些年招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了。心狠手辣好啊，这才符合我魔宗的做事风格。哈哈哈，秦月武，你的表现很不错，怪不得能被上宗看好，许诺你天魔的名额。黄武学院马上要举行机缘争夺赛，秦月武，这次就派你前去夺机缘，灭黄武学院弟子。遵命。秦月武，朱长老，找我何事？在本长老面前，你应该自称弟子。朱长老，找弟子何事？刚才大殿中，你灭掉的是本长老的徒弟。朱长老，那是失手。秦月武，失不失手，本长老看不出来吗？你虽然被许诺了天魔名额，但毕竟还在人魔宗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请长老责罚。其实本长老很欣赏你，你无论天资还是心性，太适合魔宗修行了。我听说你的红丸还在。朱长老，什么意思？月武，本长老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帮助一下晚辈弟子。我这里有一份双修之法，能让月武你修为大增。朱长老，
你认真的？自然是认真的。本长老也是看你有潜力，看中你才选中你双修。怎么样，你答不答应？这么好的事情，朱长老能想到我怎么能不答应？很好。不过，宗主刚才提到让我处理黄武学院机缘争夺战的事情，不如等我回来如何？也好。岳武，本长老就在后山等你归来。双修，好啊。安辰哥，没想到连院长都亲自来了，你以后成就绝对不低于楚韵师姐。那人是于明，不认识我了。陈导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陈家不是已经被灭族了吗？你看到了，对吧？你知不知那只巨手背后的主人是谁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？笑话！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揍你！你敢？这里是黄武学院！说不说？陈导，那人你惹不起，知道了对你没好处。告诉我，我不管他是谁，陈家灭族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我不是很确定，那只大手的主人有可能是郑国侯，因为我与父亲曾经拜访过郑国侯，看见他施展过类似的招式。郑国侯，天水王朝实力排名前3的王侯。对，陈导身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事情。陈导，你身怀王侯令，就算是躲在黄武学院，这事儿也不算完，还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，你躲不掉。哼，躲不掉就全部干掉。刚才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有什么想法？说实话，没听懂。利用时间调节系统，我在藏书阁学会了大量的功法，整体实力再次得到提升。不过，我资质一般，修为提升有限，必须要利用系统想办法快速提升修为。此外，王侯令是个定时炸弹，迟早要爆掉。爆！曹明，陈导，意不意外？害不害怕？哼，你想干什么？灭我？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在黄武学院还没有人敢如此和我作对，我肯定要灭了你。你不怕院长知道？你可是被院长罚了面壁1个月。看见这个阵法了吗？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可以隔绝一切信息。你就是原地爆炸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再说，院长日理万机，哪会时时刻刻盯着我呀？所以今天你就认命吧，我给你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来吧。怎么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？还真以为你一个新人是我的对手？曹师兄，和他废话干什么？办了他！看招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滚！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曹师兄，你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快带
我走！快走！没脑子，活该！陈导在藏书阁表现如此惊艳，就算是新人弟子，也不是废物能对付的。收了个好徒弟，真是开心呢。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？岳武，我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被人打了？你是皇武学院小霸王，排名前10，谁能打你？难道是楚韵出手了？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最近皇武学院来了一个新人弟子，叫陈导。啊，陈导，你被他打的，那就不意外了。你知道这家伙？自然知道。我这次找你来，一半是为了他。为了陈导？我和这陈导有怨，本想借你的手除掉他。现在看来，你还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，不过他在皇武学院根基浅，我不信干不掉他。其实真想要对付他，并不一定要动手。岳武，你有办法？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废丹吗？当然记得，那都是我从炼丹阁中偷偷带出来的。岳武，那些废丹物听说你送给了别人，不会就是这个陈导吧？不错，就是他。这家伙还真是命硬，竟然没有吃坏他。皇武学院就算是废丹，私自带出也是重罪。我明白了。还有一事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岳武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我听说皇武学院机缘争夺战马上要开始了。是要开始了，而且这次的机缘比以往都要珍贵。机缘争夺战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。岳武想让我做什么？等争夺战开启，你到时候……岳武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是人魔宗的弟子。什么？岳武，你入了魔宗？不要慌，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道魔之分，只有实力才最重要。最强者不分正邪。如果被学院知道了，我就完了。不会有人知道，而且事成之后，你如果留在皇武学院，我会送你一枚3转金丹。如果你想来魔宗，我带你升入天魔宗。这……你可以考虑一下，3天后给我答复。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离开这段时日，宗门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倒是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你弟弟我被人揍了。姐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？揍得好！你平日里在皇武学院作威作福，借着我的名义狐假虎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姐，不管怎样，我是你亲弟弟呀！你要不是我弟弟，我就亲自揍你。那我就白挨揍了。来学院前，我们那死去的爹妈可是托梦让你好好照顾我，没想到你现在就不管我了。带我去找他。不愧是我亲姐，我这就带你去。陈导，你的灵桥境基础要远远强于一般修士，突破下一个境界凝实境，会比其他修士更麻烦一些。师父，凝实境据说是跨入超凡修士的第一步，何解？因为之前的纳元境、灵海境、灵桥境3境界，
是为后面的修行打基础，并没有根本性的蜕变。这么说，纳元境、灵海境、灵桥境并不重要？不是说不重要，事实上，这3个基础境界非常重要。3大基础境界直接决定了修士的成长上限。基础薄弱的修士，在修为高深后会出现各种问题，战力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折损。所以很多修士修为高深后，会重修3大境界。明白了，那突破凝实境我该怎么做？你去过藏书阁第5层，第5层有一部功法。叫做化羽真经，化羽真经就是契合凝实境最强的元灵之物。你修炼的越精进，凝实境突破的概率越大，突破的基础也越强。凝实境契合的最强元灵之物，竟然是一部功法，当真是奇妙。陈导，小爷来了，你给我出来！姐，就是这里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几个吵吵啥？谁是小爷？苗长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苗长老怎么在这里啊？师傅，刘蕊，看来你修为又精进了。这次参加玄武学院试炼，收获不少吧？玄武学院试炼的天骄众多，确实收获不小。要不是得参加机缘争夺战，徒儿也不会提前回来。对了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先别管我，倒是你们，为什么来这里？还把门踹坏了。我是来找……姐，别说了，都是小事儿。苗长老在这里，就不要说了。门都给踹坏了，还是小事？说。我是来找陈导师弟的，他之前打了我弟弟，我是来打他的。打陈导？那你们知不知道，陈导是我新收的弟子？师傅，你又收徒弟了？师傅还说独宠我一个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欢了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个为师也是见猎欣喜，主要是这陈导太让人喜欢了，为师没忍住就把他收了。啊，这是什么虎狼师傅？苗长老，都是误会，我开玩笑的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打过他没有？打过。刘蕊，你是他姐姐，对不对？对。黄武学院规矩，个人矛盾不允许牵连他人，我说的可对？对。既然都对，新仇旧恨就让他俩自己对决，了结此事吧。可以。姐，我不行啊！你是我弟弟，不能怂。姐，我是来找你帮我找场子的，不是我自己找场子的。但我师父说的对，如果你这次还是输了，等哪天我师父不在了，我再给你找场子。来吧。服了，我服了，饶命啊！门具给我修好了。陈导，门修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去。陈导，给我滚出来！我的门，今天咋了一个个的？门和你们有仇吧？陈导，苗长老，你也在？你脚痒痒吗？为什么踹别人家门？苗长老，听我解释，我是来找陈导问罪的。这家伙违背了黄武学院的院规。我是在问你，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？门招你惹你了？苗长老，我现在怀疑陈导偷窃炼丹阁的丹药。所以呢，你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？我错了，我不该踹门，这事儿和门无关。我滚去修门！苗长老，门修好了。有什么事，现在说吧。长老，最近丹房弟子检查丹药，发现大量废丹不翼而飞。现在我们怀疑陈导偷窃炼丹房废丹，证据确凿。
请苗长老下令拿下此人。哼，证据确凿。曹明，拿出你的证据给我看看。陈导，敢不敢让我检查你的储物戒？这陈导被我打得一个措手不及，那些丹药一时半会儿用不完，此刻那些丹药肯定还在他身上。看来当初岳武郡主给我的那些废丹，是从曹明这里得来的。陈导，怎么不说话？做贼心虚了？曹明，你这么肯定我在丹房偷废丹，我为什么要偷废丹？你家闲着没事吃废丹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也许你自己脑子不清醒，分不清丹药的好坏呢。苗长老，我看这陈导在拖延时间，根本不敢把储物戒给我们，请苗长老出手。曹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丹房丢的是废丹，真丹一粒未丢？当然确定，这么多在丹房做事的师兄弟都可以作证。我们仔细核对过，丹房确实少了很多废丹，真丹并没有减少。陈导，今天这么多人在，无从抵赖，赶紧交出储物戒。曹明，此事动静不小，如果你污蔑我，这可对我影响甚大。如果污蔑你，我曹明给你跪这儿磕头赔罪。陈导顾左右而言他，明显是心虚了。很好，拿着。请苗长老检查。不用，你来找事儿的，你自己检查便可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自己检查更放心。丹药应该就在这个箱子里。果然如此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么多丹药不是偷的，哪儿来的？我靠，怎么这么多丹药？这些丹药，苗长老，我先拿下陈导，交给你审问。苗长老，你为什么还打我？难道现在你还想袒护陈导吗？废话，陈导是我弟子，我不袒护他，还袒护你这个瓜皮呀！既然如此，我只能找院长做主了。苗长老，我也是黄武学院的弟子，陈导偷窃丹房废丹，证据确凿，你就算灭了我，也保不住他。蠢货，哪儿来的废丹？睁开你的狗眼，自己去看看。啥？不是废丹？这怎么可能？药力饱满，药香扑鼻，这分明都像是刚炼制成的新丹，根本不是过期的废丹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些废丹呢？陈导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？你还敢问我？苗长老，陈导这么多丹药有问题啊，把他抓起来。哦，有什么问题？有。陈导这小家伙哪来这么多丹药？数量几乎赶上丹房的库存。哼！曹明，跪下，给我赔罪！啊！你做梦，陈导！你哪来的这么多真丹？说，你从哪里偷的？你是不是又去丹房偷真丹了？蠢货！刚才你们自己说丹房真丹一颗不少，丢的是废丹，现在给我跪下赔罪！不可能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绝对有问题！跪不跪？我跪！陈导，这份屈辱我记下了，给我等着！曹明，之前让你面壁1个月，你竟然私自跑出来，而且还跑出来故意诬陷我徒弟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苗长老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回去面壁。不用了，来人！啊，苗长老，把曹明拉到宗门广场，抽500灵鞭。是。什么？苗长老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饶了我，不能这样啊！曹明这家伙，没有一次准时吗？岳武，我来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上次的伤明明快好了。月无，我答应你，上次的事情我答应你。很好，虽然不知道你受什么刺激了，但这样做是最明智的。我有一个条件，一定要干掉陈导，不要让他活着走出机缘争夺战。放心，陈导是我早就想要对付的，他在我的必亡名单之上。黄武学院10年一次的机缘争夺战，今日开启。废话不多说，能获得多少好处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各凭机缘，这些你们应该都明白。大家进入传送阵后，会被传送到荒古大陆的一处古城，那里已经被探查过，不会有极度危险的存在，但是一不小心，还是会丢掉性命。想去的，直接进入传送阵即可。走，能不能升入玄武学院，就看这次机缘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舍不得自我，怎么能提升修为？我也去。我还是不去了。我是家里的独子，我没了，我父亲那100万黄金谁来继承啊？我也不想去了。我家里刚给我订了婚，我没了，我未婚妻嫁给谁啊？陈哥，咱去吗？你怕了？我不怕，我听陈哥的，跟着陈哥混。进去吧，大仇未报，我不能放过任何提升实力的机会。秦月武，待此次胜利归来，你入天魔，将会成为魔宗历史上最快升入天魔宗的弟子。魔宗上下都很看好你。宗主放心，我必会竭尽全力。月武，本长老也等着你胜利归来，我到时候单独给你庆祝。朱长老有心了。这地方竟然如此残破。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城，在荒古大陆上，这种废弃的古城有不少，至少被玄武学院发现并探索的古城不下几十座。每座古城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机缘存在，当然也有危险。荒古大陆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每次我们只能通过传送阵前来。据说是在另一个维度空间中的世界。当年被发现的时候，这片大陆已经残破不堪，生机灭绝，没有在这片大陆上看到过有修士存在。这里的机缘怎么寻找？很简单，去这些残破的房子里面，里面有残留的法宝、丹药或者其他宝贝。我进去看看。什么都没有。那个陈哥，你刚进入的只是一座普通的庭院，想要找宝贝，需要去那些豪门大族、那些世家里面才有残留的宝贝。据说曾经有弟子在一处城主府找到过一方大印，最后被祭炼成了一枚天级法宝，威力无穷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继续寻找。这座废弃的城池很大，应该有不少宝贝存在。救命啊！别追了，谁来救救我啊！别追了！好恐怖的妖兽！陈哥，若这里有神行符，我们赶紧跑吧！不用，让开！恐怖如斯！这只恶蛟，你们是在哪里遇到的？那边有一个大宅子，我们还没进去，这个大家伙就冲出来了，只有我活下来了。恶蛟这种妖兽，生活在水中，一般被当作瑞兽在家中饲养。恶蛟具备一定的攻击性，所以能养恶蛟的，一般都是世家贵族。陈哥，你想去那边看看，可是是不是有些危险？富贵险中求，走。秦师姐，还不开始吗？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
想要去狩猎那些黄武学院的学员了。哼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黄武学院的学员现在已经分散开来，开始行动吧。就是这里了，进去吧。这是什么？一把剑，材质不凡，可惜灵气已经消失殆尽了，用处不大了。啊，给我。系统，此剑时间向回调节50年。陈导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什么，你刚才没发现，这把剑被封印了，我只是解开了封印。哦，这样啊！啊！好剑，这肯定不是一户普通人家。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宝贝。好多兵器啊！可惜这些兵器无人运养，已经失去了灵力。收。陈哥，这些废兵你还要他们干什么？不会你又要解开封印吧？废兵也是兵器，我自有妙用。再去找找看。之前二皇子给我的那本剑经，我耗费万株灵草才练成了第一剑。第二剑比第一剑消耗的资源更是多无数倍，因为想要练成第二剑，需要炼化10万把灵剑吸收，才能成功。之前我以为这第二剑绝无可能练成，现在看来，这里是个机会。陈哥，怎么办？通往湖心岛需要经过这座桥，可以肯定湖里面有妖兽存在，危险无比。确实危险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一个人过去看看。果然这些畜生都在湖里。可恶！灵剑轻易被咬断，这里的恶蛟明显比刚才的强上不少。陈哥，不行就回来吧。阴刀。还是阴刀的威力大一些。斩！啊，快了，马上要到湖心岛了。这里恶蛟太多，不能恋战。啊！这么大的妖兽，不好！陈哥，快跑！躲不开了！完了，被如此一击，一般人早就被拍碎了，陈哥恐怕也扛不住吧？怎么办？陈哥，你可不能亡啊！好疼，身子像是散架了。多亏了这件防御法宝玄阴宝珠，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。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。这是……我的天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兵器，哼！果然灵气都散尽，成了一把把废兵。不过我有系统，不慌。系统，此剑时间向回调50年。哼，可以了，此剑恢复了往日神采。系统，这座宝库内所有的剑，时间全部向回调节50年。大多数剑都恢复了往日的灵力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恢复。50年的时间调节有些不够用了，看来要尽快升级，让时间调节的范围更大一些。趁此机会，直接开始修炼第二剑。
第二件，10万把灵剑进来，变化吸收。陈哥大概率凶多吉少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吸收了如此多的灵剑精华，我体内的灵力似乎产生了质变，更加凝实和坚韧。吸收了差不多有5000把灵剑，虽然对于第二件的炼成还遥遥无期，但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。该出去了，灵虎还在外面等着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陈哥还是没消息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回黄武学院搬救兵吧。陈哥是死是活，也要让人看一下。孽畜！哎，陈哥，再来！你先在岛上躲着，我去找人来救你。不用那么麻烦。剑来！我斩！陈岛干掉了阿胶王。别愣着了，继续去下一家。哦。人魔族，你们竟然也进来了！我拦住他们。你赶紧去通知其他人。上，一个不留。我和你们拼了！追！他跑了！嘿，小子，别跑了，停下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！超明师兄，快！神魔宗的弟子追来了，救我！刘师弟，有我在。安心走吧，曹明，还没有找到陈岛吗？没有看到他，应该还在某处探索。此地太大了，每个人都在不同地点探索，这样下去太慢。哼，曹明，你想办法把黄武学院的弟子聚集在一起，我一网打尽所有人。好，灭陈岛的时候，记得让我了结他。放心，到时候你想怎么虐待他都行。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，你确定这是去城主府的方向？10分确定。根据这座城池的布局，城主府肯定在这个方向。话说，不是说大部分黄武学院的弟子都来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一路上没有见过几个黄武学院的弟子？陈哥，这座废城太大了，大家都在各个区域探索，而且这次来的多是新人弟子，那些老学员们更多的是在为升入玄武学院做准备。啊，就是这里了吧？陈哥，就是这里，这里绝对是全城宝贝最多的地方。如此恢宏的城市，城主府保持得如此完好，不知为何生机断绝。而且从这里的宝贝等级来看，这里的修士应该也十分强大才对。之前学院里也调查过，据说这处世界应该是被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存在一瞬间抹去了生机，一瞬间灭掉了一个大陆的生机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！而且这还只是学院探索的其中一个世界。据学院推测，这深空之外有诸天万界，无比辉煌。诸天万界，希望有机会能见识一番。这里应该是控制城主府的阵法机关，利用这里的机关就可以开启宝库。不行，这些玉石已经失去灵力，没办法启动大阵了。我来。啊！陈哥，别说你又解开了封印。差不多吧。啊！赶紧开启宝库，
我们进去。进去吧。这里是一个小空间，没想到城主府的宝贝储存在这个小空间中，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看来这里的城主以前是一位大修行者。啊！小心，有妖兽！真哥，这应该是这里的看护兽，都达到了3阶。3阶妖兽一般只能凝10斤的人才能对付。你现在灵桥境，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人，一起来探索这里？不用，让我试试手中的剑。好家伙，陈哥的实力又提升不少，这是灵桥境该有的战力吗？这等实力，在天武学院估计也能有一席之地了。此地是城主府，这座废城最核心的区域，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。最终，大家应该都会来探寻此地。很好，我会在此布下陷阱，你迅速联系黄武弟子的学员来此，到时候一网打尽。哼，月武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这些人被灭之后，只有你一人活着回去。那时候你就是黄武学院大战人魔宗的英雄，而且承诺给你的好处一分不会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灭了陈岛。既然如此，干了！我这就去联络其他人。其他人，随我进去布阵。哎，前面没路了。天地人3个石像。这有什么寓意吗？陈哥，我觉得这3个石像应该就是城主府真正藏宝的地方。看不出你懂得还挺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选择1个石像进入的话，另外2个就会自毁掉？大概率会原地炸掉。试试，给我开！果然如此，出现了一个进入的通道。被我猜对了，石像原地爆炸了，太可惜了。另外2个宝库我们进不去，好东西拿不到了。不可惜，我全都要。啥意思啊？先进去人字石像看看吧。哇，这座宝库竟然有如此多的符箓！小心啊！我靠，躲不开了！还好，只是晕了过去。没想到这里还有妖兽看守，看来只能斩了你了。不容易，终于斩杀了。这里的看守妖兽实力不错。果然，符箓上的灵力也基本暗淡了，需要时间调节，让他们恢复往日的威力。系统，这座宝库中所有符箓时间向回调节50年。系统，2个炸掉的石像，时间调回2个时辰前。开！另外2个石像果然又炸了，现在去地字石像收取宝贝。很好。这座宝库中竟然全是丹药。多说无益，斩了你！
第四石像宝库中的看守妖兽，要比人字宝库的厉害许多。果然，会说话的妖兽就是不一样。曹明师兄是通知我们在这集合吧？就是这里。据说城主府有大机缘，需要大家一起动手，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。通知我们在这里集合？曹明师兄人呢？不知道，一直没看到他。姐，这次苗长老不在，你可说过要给我找回场子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啰里啰嗦的，一路上就听你念叨这事儿了。念叨不行了，实在是这陈导给我太大的侮辱。姐，你也不用把他怎么样，让他给我跪下认错就行。等会儿见到陈导，我会出手教训他，以后这事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愧是我亲姐，你放心，以后欺负人的时候会先评估对方的实力。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是刘蕊师姐啊！刘蕊师姐来了，我们总算是有主心骨了。曹明人呢？这里宝藏在何处？没看到曹师兄人。接我一剑！能伤到我，说明你很厉害。但也就这样了，你根本无法真正破掉我的防御。哼，是吗？我用强中阵地，你所有的底牌都用完了吧？接下来该我了。恰恰相反，我底牌刚开始用。是。威力不错，但就一张符箓还不够。一张不够，那就100张。小样，不是防御强吗？这些丹药要比月武郡主给我的黄武学院的丹药等阶高不少。实际上，之前那些丹药已用处不大。毕竟随着修为提升，继续快速突破修为，则需要更高阶的丹药。现在这里有如此多的丹药，就再次突破一下。凝石镜，这里的丹药很多都是可遇不可求。现在我竟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凝石境。回到学院之后，只要契合了元灵之物，就可以彻底达到凝石境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，我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吸收我体内的灵力？不行，这样吸取我会被吸成人干。不行，一瓶丹药不够，要继续补充体内的灵力。我已经吃了这座宝库中1/5的丹药了，那股吸力还在吸收，还不够吗？无尽宽广的灵海和无尽长度的灵桥，看上去还是那么震撼。这可能是我与其他修士最大的区别了吧？毕竟别人的灵海和灵桥都是有限的。这是……原来就是这座凭空出现的浮空岛在吸收我的灵力，而且吸收了我的灵力，在不断变大。浮空岛是我突破到凝石境才出现的，这就是凝石境的变化吗？之前听师父讲过，凝石境就是让修士体内的灵力化虚为实，这座浮空岛便是我当前境界灵力凝聚的实体。不好，这座浮空岛还在不断的吸收灵力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吸个够。
整座宝库的丹药都吃完了，幸亏浮空岛暂时不再吸收灵力了。浮空岛又大了许多，不知道浮空岛的作用是什么，上去看看。这是意志力和精神力的威压，我的神魂在这股威压下在不断的成长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座浮空岛竟然可以增强我的神魂。陈岛人呢？也没看见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再等等吧。这是我的神魂，我的神魂竟然可以体外显现，这是大修行者才具备的神通啊！这座浮空岛简直就是个宝贝，竟然短时间内让我的神魂强大到可以体外显现的地步。不愧是吸收了整座宝库的丹药才形成的浮空岛。现在先出去，以后要多来石海中锻炼神魂。系统，2个炸掉的石像，时间调回2个时辰前。给我开！果然如此，第3个宝库中是武器，那就全部吸收掉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曹明师兄人呢？把我们叫过来，自己不见了。事呢，再不来我要走了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人怎么还不来？咱们散了吧。各位师弟且慢，曹明师兄，你可算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说好的城主府有大机缘呢，机缘在哪里？不急，这份大机缘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拿到。我黄武学院的弟子都到了吗？曹明，别废话，都差不多到了。都到了，不一定呢。我怎么没有看到陈岛啊？少他一个又怎么样？赶紧开始吧。说了不急。可恶，这个陈岛怎么没来？我可是专程来灭你的。曹明，我没空和你磨叽，我先走了。有人，站住！曹明，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，别一副对我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对你这样说话怎么了？老子不就排名比你低一些吗？对我爱答不理，我早就看不惯你了。曹明，你吃错药了，信不信我姐抽你？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着，今天一个都走不了。什么情况？曹明疯了？有些不正常，打2巴掌就好了。你们待会儿都要跪着求我。姐，打他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先离开这里。这是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是谁在抽取我们体内灵力的大阵？我体内的灵力在快速流失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岂不是毫无战力？曹明，你给我个解释！何蕊，看你姿色不错呀，我待会儿玩够了再斩你。我先斩了你！曹明，干得不错。人魔宗的弟子，曹明，你竟然勾结人魔宗！曹明，王八蛋！你竟然背叛黄武学院，和人魔宗勾结！什么？曹明竟然当叛徒了！曹明，你不怕黄武学院知道此事，把你碎尸万段吗？你们都亡了，谁会知道我干了什么？吸收了如此多的灵剑精华，我体内的灵力在持续变质，更加凝实和坚韧。吸收了差不多有15000把灵剑，算上之前的有2万把。虽然离10万把灵剑的大成还遥遥无期，但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。现在该出去了。时间过去多久了？
已经差不多有10个时辰了，有些不对劲儿。往年最多3个时辰就有弟子从里面出来，这次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见人？时间是有些长了，会不会这些弟子们找到了大机缘？概率很小。不好，姐，怎么了？神魔宗的气息，有神魔宗的弟子也进去了。什么？魔宗和我们学院一直是死对头，他们进入肯定没好事。那怎么办？现在通道只出不进，也没有办法派人进去。这次进入的战力最高的弟子是谁？刘蕊，论战力排名他最高。楚韵等人因为准备玄武学院的考核，没有前往。刘蕊，他一个人恐怕独木难支。对了，还有一位新弟子，也就是我新收的徒弟陈导。陈导，这名弟子确实超乎寻常，但是毕竟是新人，修为尚浅。那怎么办？坐以待毙吗？我们根本没办法帮到里面的弟子。先静观其变。如果这次我黄武学院真的死伤惨重，本院长定不会放过那人魔宗。人魔宗妖人，杀！哼，不自量力！糟糕，被这座大阵抽离了太多灵力，现在有些气力不支了。哼，这些人现在基本都没有反抗之力了，都斩了吧！神魔宗，你们太卑鄙了！黄武学院不会放过你们！是完了吗？谁来救救我吧！为何没看到陈导？不知道，那家伙一直就没来。先不管他，斩了这些人，回头再去对付他一个，他插翅难逃。那认命吧，下辈子别再入黄武学院。谁？是我。陈导。好啊，这家伙竟然自投罗网，真是太好了。陈导，别过来，赶紧逃出去找救援。不急，先陪他们玩玩。别进来，这座大阵专门抽取灵力。哼，不进来怎么陪他们玩？陈导，这是什么操作？看不明白，大受震撼。这家伙是傻了吧？既然他自投罗网，那就干他呀！哼，全力运转大阵，让他成为瓮中之鳖。陈导，你托大了，进来之后不消片刻，体内灵力就会被抽取干净。那我就让这座大阵消失。系统，把此地布局向回调节5个时辰。陈导，等你手无缚鸡之力的时候，我会亲手斩了你。哼！阵法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上次也是这样，陈导让我的大阵凭空消失了。这陈导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他身上难道有什么特殊法宝？干得漂亮！等我恢复一些，先宰了曹明这个叛徒。月雾，赶紧斩了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恢复了。放心，今天这里所有人插翅难逃，斩无赦，一个不留。你们所有人都退到我身后！快，所有人退到我大哥身后！哼，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一个人对抗我们？陈导，不要拖大，会丢命的。拖延时间，等我恢复。无妨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我一人占你所有。口气不小啊！可恶！还有我是我大哥腿上的挂件啊！最烦被人装了，斩了他！2个，给我看！这陈导实力又增强了许多。所有人不要留手，
一起斩灭陈岛，斩了这小子！到！哼！人剑开山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哥就是你哦！姐，陈导这也太猛了吧！你现在还想报仇吗？不太想了。岳武，这怎么办？武荒，你和我一起上，未必就不能斩了这陈岛。秦岳武，没想到你竟然堕入魔道，今日也该做个了断了。这陈岛实力增强了这么多，真的有把握吗？不行就撤吧。撤？你甘心吗？放心，我在人魔宗修习至高魔法，有信心斩了他。我不甘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信你，斩了他。上！陈岛，不信你是我二人的对手。啊，二人？哪来的二人？傻子，你再看看。啊！秦岳武，你坑我！我去追秦岳武，你们清理剩下的。怎么不跑了？跑不掉，还跑什么？狡兔有三窟，你秦岳武就是有13窟，你不跑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不过我现在没兴趣知道，我斩了你就好。停下，陈导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你曾经还喜欢过我，就不能聊聊吗？陈导，你的实力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，简直匪夷所思。要知道几个月前，你还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。我凭什么回答你？陈导，你想不想报仇？你知道覆灭陈家的人是谁？不错，我确实知道。哼，不好意思，我也知道，所以你不用说了，我先灭了你。镇国侯并不是真正的凶手。接着说。镇国侯后面站着的是大皇子，就算是镇国侯出手，但灭陈家的真正凶手并不是他。大皇子，天水王朝，或者称为天水神朝更为合适。这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王朝，如今虽然不复以前的盛景，但一直想着重现之前的荣耀。以大王子为代表，立志要复兴天水王朝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和你做个交易。哼，做梦！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？和你做交易，除非我疯了。先听我说完，我们合作，一起灭了人魔宗。你再说一遍。合作，灭人魔宗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哼，不用你管，你只要答应，我就会创造机会。到时候你让黄武学院进攻便可。哼，秦岳武，我还真是看不透你这颗蛇蝎心肠。与你合作和与虎谋皮有什么区别？废话不用多说，就问你敢不敢？我等你消息。就算你是虎，我陈导也是骑虎的。不管这秦岳武有什么目的，此事对我，对黄武学院，应该有利无害。唉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没有一个人出来，恐怕不用等了，里面的人出不来了。宗主，直接攻打人魔宗吧，就算与人魔宗玉石俱焚，也要讨回公道。准备一下，黄武学院即刻出发，讨伐人魔宗。姐姐，等等，有人出来了。真的有人出来了！哎，这次好险啊！要不是有陈导师弟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能活着回来，真好。这竟然这么多人都活着出来了！人魔宗难道没有对付黄武学院？姐姐，查看过了，此次我黄武学院3人牺牲，其他人安然无恙，而人魔宗几乎被全灭。什么？我们竟然全灭了人魔宗？怎么做到的？人魔宗不应该这么弱呀，而且他们还是趁我们不备。
难道是刘蕊力挽狂澜？进去的弟子里面，就他修为排名靠前。是陈导，是陈导在关键时刻挫败了人魔宗的阴谋，拯救了所有人。陈导，此子一再让我惊讶。除了那陈素颜，他是近些年黄武学院最杰出的弟子了。此事本该万无一失，秦月武，你竟然败了。宗主，出了些意外，计划被一个叫陈导的黄武学院弟子破坏了。够了！我魔宗做事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此事是我办事不力，请宗主责罚。我人魔宗很久没有如此耻辱过了，除了你之外，竟然无人活着回来，就罚你。宗主，秦月武虽然被寄予厚望，但毕竟是刚入门的新人弟子，还望宗主给他一次机会，不要重罚。罢了，秦月武，此次就不对你做出处罚，但晋升天魔之事，暂且搁置。什么？你可有什么怨言？弟子没有任何怨言。下去吧，魔宗是用能力说话的地方。想要晋升天魔，你就再次证明给我看。月武，走得如此匆忙做什么？刚才多亏朱长老替我说话，不然我已经受到了宗主的惩罚。那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自然是听长老的。很好，懂事。记得晚上来找我，本长老在洞府等你。朱长老放心，我晚上一定到。郑国侯，你看这广厦千万间，住着众生蝼蚁，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又有谁能懂本皇子的雄心壮志？蝼蚁活着还能有什么意义？大皇子志在苍穹，天龙之子，蝼蚁又怎么能明白天龙的存在？王侯令还没消息吗？此事是老奴办事不力，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王侯令，但被陈家少主在最后时刻带走了。陈家少主在何处？此子入了黄武学院，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再次对他动手的原因。黄武学院，哼，那就让他在黄武学院待不了。3年了，我终于领悟了化羽真经第1层，终于可以契合它迈入真正的凝视境了。这位师弟，你虽已修炼，但契合领悟更高层数的化羽真经，才能在凝视境打下更坚实的基础。难啊！领悟第1层都用了5年的时间，我又不是陈素颜那种超级天才，领悟第2层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呢。干脆不等了，直接契合迈入凝视境。这不是陈师弟吗？陈师弟力挽狂澜，在巨人争夺战中救了我们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师弟。同门之间应该做的。陈师弟也来领悟化羽真经，莫非也修为突破到凝视境了？陈师弟刚入门才多久啊，就达到这等修为，天才啊！陈导，领悟的如何？惭愧，未曾领悟出什么。陈导师弟别气馁，以你的资质，1年之内一定可以领悟第1层。这化羽真经确实难，以我的悟性，根本无法领悟。恐怕不使用系统，每个10年8年根本无法领悟第1层。算了，向现实妥协了。系统，化羽真经的熟练度向后调节50年。这是化羽真经第1层的气息，陈导师弟这是领悟了第1层。不对，陈导师弟身上的气息还在提升，这是化羽真经第2层的气息。陈导师弟这才入门多长时间就领悟了第2层？上一次还有这种速度的还是陈素颜。
什么？还在提上？第3层了！陈导师弟一日领悟化语真经3层，这未免太妖孽了！唉，只领悟了3层，可惜系统调节只有50年。如果是500年，化语真经9层，我绝对能全部领悟了。领悟了3层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陈师弟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未免太牛了！没啥，常规操作。常规操作，这波装的，我给满分。朱长老，进来便可。月舞，长得真是标致，我见犹怜。快过来坐。长老，不急，先聊聊。也好，聊一聊培养感情。长老，月舞敬你一杯。不错，上道，不愧是本长老看中的人。长老，这次失利确实责任在我，没想到被黄武学院的一名弟子破坏了。说好的晋升天魔之事，被剥夺也是应该。以后月舞就待在人魔宗侍奉长老也好。其实你晋升天魔之事也不是全无希望。长老，怎么说？你之所以能晋升天魔，是因为天魔宗有大人物很赏识你弑父灭杀秦王的气魄。你晋升的天魔令其实早就到达人魔宗了。天魔令竟在人魔宗，所以只要宗主点头把天魔令给你，你就还能直接晋升天魔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朱长老。月舞，只要你乖一些，服侍好本长老，一旦有机会，本长老会给你索要天魔令。我敬长老一杯。酒喝的差不多了，该办正事儿了。长老，我服你。小美人儿，本长老很久没遇到过你这么懂事的弟子了，就是不知道小美人在床上厉不厉害。长老，等会儿你就会知道我很厉害。是吗？本长老迫不及待了呢。小美人儿。我的命根子！秦元武，你竟敢淹了我的根基！朱长老，我说过我很厉害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？可恶，小贱人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！我绝对要毙了你！拿命来！怎么回事？真气凝滞！你什么时候给我下了毒？老畜生，现在还想挣扎吗？月武，我给你赔偿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放了我！你亡了，你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哼，朱伟义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打我的主意？我秦月武是连秦王都敢宰的人，收拾你还不简单？好啊，秦月武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让你成长起来，你绝对能成为魔宗一代巨擘。但你要灭我，你做得到吗？嘿，我不信你能留得下我。拦住他！你跑不掉。什么？我错了，饶我一命！先废他一条胳膊。疼吗？不敢说疼。给他喂一粒骨血丹，吃下去。这是什么丹药？就算是要命的毒药，你敢不吃吗？不敢，我吃。吃了这枚骨血丹，
你的命以后就在我一念之间。只要不灭我，以后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以后奉我为主。主人，我前面的每个境界契合的园林之物都是最强的。这次凝石境如果也要最强，就必须领悟化羽真经第9层。第9层凭我的资质想都不用想，只能靠系统堆时间。而我现在只能调节50年的时间，明显不够，这就犯难了。系统在吗？我在。系统，怎么增加调节的时间？现在50年不够用。契合园林之物，彻底突破到凝石境。没有足够时间，我突破不了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没有。这就难办了。难道只能先契合了3层的化羽真经，彻底突破到凝石境再说？但之前的境界，我都契合了最强的园林之物，如果在凝石境拉胯了，不甘心啊！要是契合之后，还能再重新契合就好了。去找师傅问问，他毕竟见多识广。陈导，你来的正好。上次你拯救黄武学院众多弟子，学院正在商议给你奖赏。你想要什么，可以先和我说说。师傅，我确实有想要的。我想要一个方法。要一个方法？啥意思？就是假如我契合了一般的园林之物，突破到凝石境，日后我得到或者领悟了更强的园林之物，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契合凝石境的园林之物？没有，至少黄武学院没有办法做到。黄武学院没办法做到，那就是其他地方有办法做到了。既然想契合更强的园林之物，先不契合不就行了？日后想再重新契合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师傅，不要在乎这些细节，你和我说下方法吧。一般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不过硬要说来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那就是服用凤凰眼血，便可如凤凰一般涅槃重生，有再次重新契合的机会。凤凰眼血，这世间真的存在凤凰吗？不知道，按照古籍记载，凤凰、真龙、麒麟等神兽都是存在于世间的，但如今神话不再显现，只有在一些遗迹中能窥见一些上古的传说景象。师傅，那在哪里能得到凤凰眼血？我现在就去。你去不了。为何？因为唯一保留凤凰眼血的地方便是玄武学院，如今你还没有资格去。晋升玄武学院的考核快要开始了，以你的资质有可能会晋升，你要不再等等？没别的方法了吗？我不想等了。行吧，既然你不等，那只能我带你去了。师傅，你可以去玄武学院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为师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的导师了。本来在这次考核完就去玄武学院报到，现在看来要提前去了。既然你着急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玄武学院距离我们黄武学院很是遥远，去一次在传送阵上的耗费很是不菲。大阵没能量了，看来要改日了。大阵充能需要3天的时间。师傅，等等，系统，大阵时间向回调节到3个月前。我感觉大阵能量好像挺充足的，你再试试。是吗？阵旗。奇怪，能量真的无比充足，难道刚才我感觉错了？这里就是玄武学院吗？好恢宏壮丽。黄武学院对于玄武学院来说，就是一个村落和巨城的区别，这里才是真正修行的地方。来者何人？此地乃玄武学院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。我们从黄武学院而来。黄武学院还未到考核日期，你们过来做什么？原路返回吧。我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导师，此次前来任职。原来是新晋升的导师，倒是可以来此。
那么，你呢？我过来看看。过来看看？你一个下院弟子，有过来看看的资格吗？少说废话！你们想干嘛？直说！大胆！怎么和朱锦师兄说话呢？小子够胆！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想进入玄武学院可以，1万枚灵石的过路费。没有，那就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吧。好。什么？啊！朱师兄，有些冲动了。这里可是玄武学院，没忍住。哼，下次继续。比起黄武学院，玄武学院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，各方面不知道比黄武学院强多少。黄武学院是最基础的修仙学院，每次考核，单独我们学院便有无数天骄弟子参加。你可知道，这天水王朝有多少黄武学院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陈府所在的区域就一座黄武学院。穿越以来，天水王朝我对天下大事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。而黄武学院分布在各个区域，有108座。什么？108座？这么多？所以每次晋升玄武学院的试炼竞争十分激烈，实力最强的黄武学院也就3、5人晋升而已，而实力较弱的学院只能有1、2人晋升，甚至1人都没有。大皇子就是那个家伙，一个黄武学院的弟子，竟然敢对我出手！陈导这家伙竟然自己来了，倒是省得我去找他了。这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是。师父，玄武学院之上，是否还有更上一级的学院？有，那便是第5学院。不过第5学院现在来说太虚无缥缈，玄武学院已经近100年无人晋升第5学院了。近100年无人晋升，那第5学院又是何等存在？现在我们去哪儿？凤凰岩血只有在玄武学院的万藏阁才有。如果想得到凤凰岩血，必须经过万藏阁的考验，可能会有些凶险。你怕不怕？不怕，反而有些兴奋呢。这便是万藏阁，玄武学院的藏宝之地，任弟子取之。任意取，倒是有些意思。这玄武学院我喜欢。万藏阁中乃是逐层闯关的形式，挑战层数越高，获得的宝物就越珍贵。每一层只要所付出的代价，亦或者实力获得万藏阁的认同，便可获取宝物。那我进去了。站住！老夫乃玄武学院黄导师，你并不是玄武学院弟子，竟敢擅自进入！来人，给我抓下来！住手！苗导师，我知道你刚晋升玄武学院，还没有资格阻止本导师做事。你知道个屁！你敢骂老夫？苗导师，注意你的态度！玄武学院甩身，你最好小心一些。黄导师，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话。我徒弟陈导想进万藏阁，你就说你同不同意？自然是不同意。那如果我非要让他进呢？那你就是自讨苦吃。你们师徒2人今日都要被本导师拿下，送往执法堂。哼，老废物，你还真是不开眼。陈导，进去，我看谁敢拦你！站住！猖狂！黄导师，此人还敢动手，办他！小子，这次可是闯了大祸了！本导师拿下你，你就等着推层皮吧！苗导师，你……苗导师，你莫非疯了不成？这里是玄武学院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一个小小黄武学院晋升的导师，也配和我动手？我就不客气了，给我灭！老家伙，你也配和我动手？我师父牛啊！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么强？
不如问问你为什么会这么弱。好啊，这次我看谁还保得了你们师徒俩！执法堂何在？废物，连一个年轻导师都打不过，还活了这么大年纪。不过惊动了执法堂，只要执法堂的人到了，这两人难逃牢狱之困。到时候，执法堂堂主谢青山在此。谢堂主，这对师徒在玄武学院肆意伤人，请执法堂出手。先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。是。苗导师，此事是你违反了玄武学院的院规，按照第127条规定，你和陈导必须押入执法堂受审。苗导师，狂！你再给我狂啊！等进了执法堂，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你，说我狂，我就狂给你看喽。我师牛掰！谢堂主，你看到了，你可看到了呀！无法无天呐，简直没把执法堂放在眼里。抓他！苗导师，得罪了，来人，抓起来！苗导师，你会为你的冲动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这是紫龙勋章。紫龙勋章一旦获得，就算违背院规，也只有院长才有权利处罚。不可能！紫龙勋章只有学院中极其优秀的导师才能获得，整个玄武学院历史上都没有几个人获得。一个刚入院的新人导师又怎么会有？一定是假的！谢堂主，一定要严查呀！不用查，这紫龙勋章是真的，紫龙勋章的气息没办法伪造。既然有紫龙勋章在手，我们确实没办法抓你。我们走。谢堂主，你别走啊，再查查。没用的废物，被人扇了耳光还无计可施。13长老，大皇子，老夫在。灭掉紫龙勋章持有人，如何？院长震怒，可能会牵连皇子。事情还没到那一步，大皇子没有必要为了一只蚂蚁影响了自己。此事，老夫走一趟吧。有劳13长老。陈导，进去吧，我看哪条狗敢阻你。慢着！13长老，拜见13长老。苗导师，见到长老还不拜见？13长老，你也要阻我？手持紫龙勋章，你是院长看中的人，本长老不会阻你。万藏阁属于本长老看守之所，我想问问，你这徒弟进入想做什么？凤凰岩血。原来是想要得到凤凰岩血，这东西虽然珍贵，但需要的人并不多。要这个做什么？做什么？13长老就不必操心了。行，不说便不说。巧了，我这徒弟马飞也需要凤凰岩血，今日也要拿到这凤凰岩血。13长老，你这是故意为难我。苗导师，你想多了。凤凰岩血在这万藏阁独一份，谁能得到，就看各自的本事了。哼，谁敢和我抢，我就毙了他。马飞师兄这是在闯万藏阁啊！那小子是谁啊？敢和马飞竞争？不知道马飞是长老亲传吗？听说是下级黄武学院的弟子。下院弟子也敢来此，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了。陈导，如何？势在必得。大言不惭！你一个卑微如蝼蚁一般的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傻缺，你等着，进去后我打废你！疯了！我看你是疯了，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！不愧是我徒弟，好样的！院长，你欣赏的那个女娃娃来了，好像在万藏阁的方向和13长老起了冲突。随他们闹。那女娃娃
好像还带了他徒弟过来。这热闹你不看我看。马飞，不用和他们废话，进去后教他做人。所求何物？凤凰岩血。凤凰岩血在万藏阁第4层，闯过4关即可得到。什么？第4层？确认没错吗？凤凰岩血竟然这么珍贵，存放在第4层。没错。这万藏阁一层关卡一层天，能闯过第4层的寥寥无几，大概率过不去。而这小子肯定也闯不过去。那时候和他打个平手，就太丢人了。长老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们俩都闯过了第4关，如何分配凤凰岩血？决战。既然如此，我和这陈导不如提前决战，谁赢了谁去闯关。提前把这小子干了，就不用去闯关了。可以。陈导，来吧，我马飞今日教你做人。正好，我也想给你上上课。应战！可使境初期，修为还不错，可惜我早已踏入凝实境末期，在劫难逃。你真把爷逗笑了。就你一个凝实境末期，还有优越感了？你这种，在我们那儿有一种称呼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废物！我生气了，我让你知道谁是废物！第1剑。怎么会？都是用1剑。哼，废物！别得意，再战他！可恶，这一剑为何这么强？长老，我胜了，开始闯关吧。上去吧，小子。刚才你那一剑叫什么名字？回长老，我不知，我是从一本无名剑谱上学到的。无名剑谱，一共几剑？只有3剑，但是每一剑比上一剑难练万倍。那就对了，你可知这本剑谱叫什么？小子不知，请长老赐教。剑谱名为9剑，顾名思义，一共有9招剑式。一共有9剑，第1剑就有如此威力，那么第9剑不敢想象会有多么强大的威能。小子，不用想第9剑有多大的威能，单单第1剑，据我所知，也就二皇子和你练成了，这天下还无人可以练成第2剑。长老，那9剑是否在万藏阁中？不在。不在？那在哪里？9剑虽然难练，但绝对是等阶颇高的功法。这等功法只存在于第5学院。第5学院，比玄武学院更高级的学院。玄武学院已经令人如此震撼，不敢想象第5学院又是怎样一副场景。小子，进入第5学院这种事情就不要想了，就连那陈素颜也只有一线机会。先安心获得你想要的凤凰岩血吧。看你小子不错，本长老提醒你，你只有连闯4关才能获得凤凰岩血，但这4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在玄武学院，只有那些修行20年以上的弟子才有机会。你一个黄武学院的弟子，小心把命丢在了里面。多谢长老提醒，我有信心。第1关通关条件：半个时辰内打爆10个傀儡铠甲，超过半个时辰，则为失败。打败这些铠甲吗？那就战！有些简单呢。
第一关结束，第一关用时50秒，评价甲等。怎么了？谁放的烟花？什么烟花？你忘了？这是万藏阁的烟花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万藏阁闯关，只要是获得最好的甲等评级，就会有烟花秀。第几关出现几朵烟花？出现了1朵烟花，也就是说有人获得了甲等评级。谁这么厉害？哼，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13长老的弟子马飞。马飞竟然获得了甲等，果然资质不凡。13长老收了个好徒弟呀。马飞，我确实很满意，不会让我失望。哦，马飞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胡闹！刚获得甲等品级，不继续闯关，出来干什么？啊，甲等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小子连第一关都没有闯过，所以马飞就算获得了甲等评级，也没必要比下去了。他已经赢了。就算赢了，也不能如此骄傲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对了，那小子呢？怎么没出来？他去闯关了。闯关？那你为何出来？我是被他打出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你还没闯关就被那家伙打出来了？那获得甲等评级的也是那小子。是。笑死我了！你们3人是来搞笑的吗？竟然是黄武学院的那家伙获得了甲级评级，我还以为是马飞师兄，可这都吹了半天了。废物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本长老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第一层获得甲级评级并不能说明什么，玄武学院还是有些人能做到。那小子有本事能闯到第4关，才算有本事。院长，那女娃娃的徒弟可以啊，竟然在第1关获得了甲级评级。什么时候甲级评级也入得了你的眼了？一般的甲级评级确实入不了我的眼，但你别忘了，那苗女娃的徒弟可是黄武学院的弟子，并没有升入玄武学院，开始真正的残酷修行。第1层甲级说明不了什么，继续看吧。啊，这一关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天降瓷娃娃，一共100个瓷娃娃，摔碎1个扣除1分，获得甲等资质需要95分以上。天降瓷娃娃，啥意思？瓷娃娃摔碎，扣除1分。就开始了，好歹说一声开始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啊，这防不胜防啊！看来这一关考验的是速度和反应，但是我第1次参加考核，一开始没适应，有些麻烦了。开始没准备，导致摔碎了6个瓷娃娃，差1个就可以评甲级了。看来只能利用系统了。系统，将1个瓷娃娃向回调节到1刻钟之前。闯关结束，瓷娃娃摔碎5个，获得甲级评级。第2关的考核差不多要出结果了。那陈导大概率会被淘汰出局。第2关考核的内容本身就很难，而且让人猝不及防。第1次参加考核的弟子，除了陈素颜那个超级妖孽，50年来没有人拿到甲级评级，其他拿到甲级评级的也都是后面拿到的。这陈导，我敢断定100%被淘汰。苗导师，本长老只给你这1次机会，那小子被淘汰后，休想再进去。2朵烟花，这怎么可能？第2关那小子竟然获得了甲级评级，一个黄武学院的弟子不可能做到。
13长老脸打得啪啪响，还说不可能呢。院长，有意思呀！那个叫陈导的小子，第2关第1次闯就是甲级评级，也就是有些意思罢了。院长你呀，能让你欣赏的人太少了。是因为这世间，真如陈素颜、苗女娃那样的天骄修士太少了。这一关，看来是破解阵法了，但我对阵法一窍不通啊。乾坤道是根据阴阳八卦排列而成，只有破解其中蕴含的规律，才能选对正确的通道。一共有5次试错机会，1次都不出错，才能评级甲级。那我岂不是完犊子了？以我的资质，别说破解了，根本看不懂这八卦排位。先走一步看看。石板破碎，这就预示着踏错了。系统，这块石板时间向回调节半刻钟。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踏错？师傅，无需担心，这第3关陈导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去。为何？这第3关连我都闯不过去，我曾经闯过不下10次，根本过不去，太难了。给我滚一边去！13长老，马飞说的有道理。虽然马飞之前被陈导击败，但第3关考验的并不是实力，不是有蛮力就能过的。第3关需要闯关者对五行八卦有一定的了解，而且还要具备破阵的能力。众所周知，黄武学院很少教授此类科目，只有到了玄武学院才会重点学习。所以，我断定，这陈导必会折戟第3关。又猜错了。系统，这块石板时间向回调节半刻钟。我现在只能不断尝试，不断踏错，不断的利用系统恢复，才能慢慢前进。这样做应该能安全通过，就是有些费时间。系统，这块石板时间向回调节半刻钟。用了几十次系统时间调节，终于走到尽头了，顺利通过乾坤道，0次出错，评级甲级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那小子肯定失败了。一般人闯乾坤道根本没有这么长时间的，那小子肯定是羞愧之极，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跳梁小丑，咋呼半天，还是失败。什么？3朵烟花，那小子在第3关拿到了甲级评级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！不信？你眼瞎了吗？我的乖乖，那个陈导果然在第3关也拿到了甲级评级。这小子有些令人意外呀。不过那小子在第4关也拿到甲级评级，院长你会不会欣赏他？不可能，第4关你知道难度。这是什么？人的骨骼不都是白色的吗？这副骨架怎么是黑色的？第4关闯关，战胜心魔。对面这副骨架曾经是天魔宗的一位太上长老，魔毒深入骨髓，导致骨骼都变成了黑色，且骨架魔性异常，能在魔骨面前坚持1刻钟便是通关，坚持1个时辰以上，甲级评级。第4关竟然是对抗魔骨的魔性，这对我来说还是第1次经历，不知道是福是祸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干就完了。可恶，竟然能影响我心神！醒来！小子，正道之人虚伪至极，勾心斗角。你想想，你这些年遭受的不公，遭受的挫折，那
些针对你的人，只要加入魔宗，一定可以图个痛快。恕你大爷！少在这里蛊惑我，给我滚！竟然还保持着清醒，小子，我银冠儿没那么简单。13长老，不用慌，第4关我敢断定，那小子绝对闯不过去。本长老何时慌过？第4关的魔谷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过，就算是学院的几位顶级天骄，能一次闯过去的也不多。他们都是磨练心智试过几次之后才得以通过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我们就坐等那小子前功尽弃。你们3个反向毒奶，你们垃圾话越多，陈导通过的概率就越大。哼，苗导师，你就别自我安慰了。小贼，扛不住的，认输吧！大爷，还能站起来，小子，难道是屡次让我惊讶？大魔天宇！小子，不信你还能撑得过去？大魔天宇能把你冲击成一个傻子！你再怎么挣扎也没用，你抵御不住的。来这里的人都要被我摧残，这些正道子弟都给我陨灭在此！闭嘴！你啰里吧嗦的，烦不烦？我这样可有意思吗？你打我！注意，不可破坏魔谷，否则取消闯关资格。哼，竟然不能打，真麻烦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出手的，用最强的魔音折磨你！我上魔音！进入到我的识海之中了。这座浮空岛竟然可以帮助我抵挡外面的魔音，借助魔音锻炼我的神魂，意外之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利用此次机会增长神魂。这小子怎么没动静了？应该是神魂破散，亡了吧？很好，在浮空岛的帮助下，我神魂已经完全可以抵挡这种程度的魔音，而且神魂也得到了增长。时间差不多，该出去了。1个多时辰了，此子绝对已亡。活该！可恶的小子，还妄想抵挡我的魔音，你这是不自量力啊！你说谁不自量力？什么？你的魔音算得了什么？顶多算是噪音罢了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竟然没事？在第4关都1个时辰了，那家伙怎么还未出来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超过1个时辰是甲级评级。长老的意思是，那家伙获得了甲级评级。长老的意思是，那家伙获得了甲级评级。不，那家伙很可能是被魔音重伤了，所以现在还没出来。不错，13长老分析的有道理。超过了1个时辰，那陈导没有理由再待在里面。此时还未出来，就说明发生意外了。苗导师，你那徒弟也许已经被魔音震散了。哼，懒得理你。垃圾！你放肆！你敢鄙视我！我去，给这个家伙气炸了！我就算用尽我的毕生魔功，也要废了你这个小畜生！我堂堂1代天魔，还从未被如此嘲讽过！斩我魔骨，
至强魔音。如今神魂强大，还会怕吗？来吧，让你的魔音来得更猛烈些吧！什么？现在还能保持清醒说话？可恶呀！我不信，奈何不得你这个人类！呀！我去，最强一吼差点扛不住，这蘑菇狠啊，竟然把自己都吼碎了。师傅，救我！这是魔音，第4关的魔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院长，你也感受到了，这股魔音竟然突破了万藏阁。无妨，那小家伙没事。凭这一关的表现，那陈岛让我有些意外。太痛苦了，这地方怎会有魔音？本长老的玄武学院上百年，还从未遇到过此等情况。13长老，魔谷大爆发，魔音穿透万藏阁，这是不是预示着？不错，这预示着陈岛此子已经神魂魄散。好啊，陈岛就算刚才没事，现在已经凉透了。如此魔音之下，陈岛绝无幸存之理。大家好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出来了？陈岛，小子，你莫非没有闯第4关？一定是这样的，这小子绝对是没有闯第4关，要不然这一切都无法解释。什么？他竟然通关了！他竟然通关了！这不是真的！一个黄武学院的弟子，竟然在第4关获得了甲级评级！小子，说，你用了什么方法作弊？想知道？小子果然是作弊！赶紧说！叫声二大爷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这是天高地厚！13长老，拿下他审问吧！本长老可以肯定，以他的身份，绝对不可能通过第4关。此种必有猫腻。为了维护万藏阁的公平，本长老要拿下你！住手！是万藏阁的太上长老，拜见万藏阁长老。陈岛通过万藏阁试炼，凤凰岩血归你。终于得到了，多谢太上长老。可恶，竟然让这小子成功了！大皇子那边怎么交代？大皇子，是我等办事不力。罢了，是我小看了这陈岛。接下来怎么做？他们要返回黄武学院，拦住他们，废了陈岛。这会不会被院长责怪？出了事我扛。明白。大皇子好像在针对陈岛那小家伙呀。让他们去碰撞，去战斗，我们不需参与，这是他们最好的成长。大皇子势力和实力都是过于庞大，我怕陈岛被碾压。那可说不好。那可说不好。说不好？院长，你刚才可不是这态度啊！现在看好他了？苗导师，又见面了。13长老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这里是玄武学院，你师徒2人当众不给本长老面子，岂能这么轻松离开？哼，你还敢动手不成？对于你，我自然不敢出手。但是陈岛一个小小的黄武学院学员，灭了又如何？动手！可恶！你们敢！小子，刚才挺狂啊！
现在打废你！刚才是本导师疏忽，再来！可恶，这小子的战力怎么会这么高？黄导师，你是过来搞笑的吧？不信，再来！有你！13长老，救我！算你们走运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大皇子恕罪，我失败了。那陈导的实力有些诡异，一个小人物，竟然耗费本皇子这么多心神，都是老夫办事不力。大皇子，陈导重伤黄导师，此乃大逆不道。13长老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本皇子记得，黄武学院好像还培养了几个资质不错的属下。这次试炼要升到玄武学院，对不对？确实有3人。通知下去，这陈导能灭则灭，不能灭，就阻止他升入玄武学院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有了凤凰眼血，虽然化羽真经我只领悟到了第3层，但也可以直接契合了。你就是陈导？你是林朝阳？这是林朝阳师兄。林师兄学院排名前5，听说背后有大靠山。找我有事？怎么和林师兄说话呢？不知道叫声师兄吗？不熟。啊，这……这林朝阳这副做派，肯定没好事。也没什么事，就是看见你在参悟化羽真经，想问问参悟到第几层了？3层。我参悟到第5层了。我没问你。陈导，别太高傲，在我面前你还没有高傲的资本。我在黄武学院出风头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林师兄今晚吃的啥？自然是灵肉大餐。你问这干啥？我吃啥和你有关系吗？看来林师兄灵肉大餐吃的不少，都吃撑了。灵肉自然是多多益善。林师兄，这陈导的意思是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大胆！陈导，你敢拐弯抹角骂我？你烦不烦？我骂你咋了？你闲着没事来这里妨碍我领悟化羽真经，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不信。我这暴脾气！师兄，冷静冷静啊！这里禁止动手。陈导，你也就是看准了这里禁止动手，才敢和我这么狂。有本事和我去演武场。不去。你不敢？不是不敢，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和你去？一边玩去，别打扰我。你说，怎么才愿意和我去演武场？叫爸爸都不去。可恶！你不去，我就给你捣乱，让你无法参悟。你多大个人了？陈导，今天别想参悟化羽真经。让开！不让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什么人？你干什么？藏经阁的规矩禁止动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敢打我？我就不按规矩出牌，不行吗？说的好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按规矩出牌。看招！怎么回事？拜见院长。藏经阁的规矩，禁止动手，你不知道吗？是他先动手的。我不管是谁先动手的，从现在起，都不许动手。知道了。
玄武学院的考核快开始了，都给我好好修炼。啊！我上哪儿说理去？契合园林之物，化羽真经。这家伙竟然在这里契合了化羽真经，才参悟了3层就契合了，垃圾！我可是契合了5层的化羽真经。契合成功，彻底进入凝实境了。恭喜你迈入凝实境，系统开始升级。终于来了，系统开始升级，这说明时间调节终于可以突破50年了。陈导，愣着干啥？契合化羽真经3层，你的资质也就这样了。系统升级成功，时间调节范围增加至500年。喂，你大爷！我在和你说话，你骂我？哼，接下来就是解除契合的园林之物化羽真经。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？开始吧！这是契合的园林之物，怎么又出来了？给我破！什么？什么情况？园林之物破碎了？这陈导岂不是废了？啊！凤凰岩血比我想象的功能要强大很多，不但可以破除契合的园林之物，还能滋润、强大我的肉身。现在我的肉身之力比之前强大了至少1倍有余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小子，我从来没看到过你这种废物，刚契合的园林之物竟然就这么碎了！废物！陈导，我看你是疯了！院长刚说了不准动手，你竟然还敢打我！师兄，举报他！绝对要举报他，让他把牢底坐穿！哼，谁说我打你了？明明是你挡路，我撞了你一下。你还真是个人才，什么理由都能让你找到。接下来要继续参悟化羽真经了，资质不够，时间来凑。系统，化羽真经的参悟时间向后调节500年。这家伙又在参悟化羽真经。你的资质就到这儿了，不可能再参悟出什么。化羽真经第4层的气息，这家伙竟然领悟了第4层。不慌，运气罢了。我参悟了5层，这陈导比不上我。第5层领悟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么快？什么？还有，这是第6层的气息，6层已经超过我了，学院里已经没有几人能做到了。7层、8层了，谁来告诉我，我不是在做梦？林师兄，我来告诉你，你没做梦。犊子，我要你多嘴！短时间内领悟到8层，这是何等的悟性？而且还没完。不会要冲上第9层吧？不可能！9层在黄武学院历史上只有陈素颜做到过，这小子不可能和陈素颜比肩。第9层，给我破！第9层，给我破！第9层，他竟然真的突破到第9层了！顶礼膜拜呀！陈导竟然领悟了第9层！陈导师弟，接受下我的膝盖，成功！9层最强园林之物终于成功。接下来就是契合了。他在契合，他竟然再次契合了园林之物。破！怎么会气势这么强？就算契合了9层化羽真经，也没有这等威势啊！契合9层化羽真经之后，我的浮空岛又变大了许多。
神魂在发生变化。神魂竟然从一团变成了我的样子，似乎变得更强了。出去试验一下神魂的强度。哼，你不是说要挑战我吗？走吧。这小子竟然答应了，契合了9层化语真经，就真以为能挑战我？真是想多了。秦小姐，刚收到消息，你晋升天魔的名额确实已经下来了。果然下来了。那为什么宗主没有告诉我此事？根据我得到的情报，宗主想利用你上次歼灭黄武学院失利之事，直接裁撤你的名额。天魔名额，岂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？说白了，宗主是想把天魔名额给他的儿子冯小天。秦小姐，此事不好办啊。哼，不好办，那就毁灭吧。毁灭？人魔宗的护宗大阵在哪里？秦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去看看。走吧。人魔宗的护宗大阵，大部分由这里控制运转，还有一部分宗主亲自控制。这里谁负责？宗主的儿子冯小天负责。我看看谁来了。冯小天，你怎么来了？初长老，这是我的地盘，这句话该我问你吧。冯少主，我和秦月武过来参观一下这里。秦月武，我知道你，一进入人魔宗就获得天魔名额的人。不过，现在你的名额是我的了。那就恭喜你了。秦月武，看你姿色不错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成为我的女人。日后，我带你去上宗。完了，这冯小天在找打。是吗？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？谢倒是不用，伺候好本少主就行了。大胆，你敢打我？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？给我拿下他！敢对少主出手，我腻歪了！手就擒！你还敢反抗？这里是人魔宗，我看你是疯了！我砍了你！你这样的废物也配向我出手？反了！秦月武，我让我爹宰了你！哼，你没机会见到你爹了。朱长老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出手毙了这个叛徒，他这是在造反！朱唯一，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叫他没用。别杀我，秦月武，我错了。晚了。秦小姐，你有些冲动了。冯小天是宗主唯一的儿子，你灭了他，如果被宗主知道……废话少说，我现在需要你去做一件事。废话少说，我现在需要你去做一件事。你去药阁找几种药材，配制丹药，然后……什么？这……秦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照做即可。可是，如果失败，这可要诛九族啊！哼，你敢不去？不敢，老奴照做。嗯。陈导是很厉害，但是也没有达到林师兄的程度吧？陈导，你能和我比试，我是万分高兴的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合法的干掉你了。笑你二大爷，跟个二傻子似的。敢骂我，我会让你趴在这儿忏悔。慢着，你告诉我，谁让你找我麻烦的？没有人。哼，
看来你还是不肯说实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客气又如何？林朝阳3招败你，猛虎啸天！哼，猴子砸头！好疼，我的头！这有些儿戏了吧？陈导这家伙竟然使用这么阴险的招式，林师兄的桃儿恐怕坏了。陈导，你敢对我的桃儿出手，卑鄙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有本事和我正面1对1的刚！你太慢了！我倒下了，这陈导竟然这么厉害！我林朝阳不会输！这是啥？这是血脉灵兽！林朝阳竟然还修出了血脉灵兽！血脉灵兽的觉醒之法早就失传，林师兄不简单呐！陈导，能逼出我的绝招是你的荣幸。本来我要留在玄武学院考核时才会施展，现在就让你灭在我的血脉灵兽下！哼，脸都快被我打肿了，还在这吹呢！去，给我吞了这厮！这血脉灵兽看上去像是精神体构成，我的神魂不知道是否对它有克制。试一试。陈桃，别挣扎了，血脉灵兽你估计见都没见过。去！什么？我的血脉灵兽！陈导，你做什么？你把我的血脉灵兽怎么了？先关心你自己吧。说，谁让你对付我的？没人。说不说？不说。我林朝阳是有原则的人，这里是黄武学院，你敢打我，学院不会放过你。陈导，你敢踹我的头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不说，就把你的头摘了。别踹了，我的头要碎了！我说，是大皇子命令我们针对你的。大皇子，他竟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陈导，你惹了大皇子，你混不下去了，最好收拾行李跑路吧，否则必亡无疑。你刚才说我们，还有别人要对付我？据我所知，除了楚韵和刘蕊，黄武学院前10大部分都是大皇子的人。哼，行啊，那我就陪着这皇子玩玩。镇国侯，大皇子，你们2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出来吧，我到了。就你自己，秦月武没来。小姐有事走不开。找我有什么事？小姐之前和陈公子说过，要灭掉人魔宗的事情。我这次是和陈公子来商量此事。秦月武疯了吧？他身在人魔宗，为何要灭掉人魔宗？这个陈公子自不用管，你只要知道，我家小姐是诚心和你合作。诚心？我可是知道秦月武是什么人品，我怎么相信他的诚心？此人是人魔宗宗主的儿子，已经被我家小姐灭掉，还不够诚心吗？人魔宗宗主的儿子他都敢灭，秦月武做事还真是狠辣果决。既然如此，我相信秦月武的诚心。你可以说接下来的事情。陈公子，小姐交代的我已经全部说完，告辞。这个秦月武到底是什么人？行事竟然如此匪夷所思。师父，这秦月武做事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这么做，
肯定有他的利益。那你觉得此事可信吗？这次我感觉可信。有秦月武里应外合，也许这一次真的可以灭掉人魔宗。会不会故意引诱我们前去？应该不会。这秦月武先前被我挫败，在人魔宗试了试，才会想着和我们合作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姐姐商议此事。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。此次如果能一举歼灭人魔宗，我黄武学院必定是大功一件。到时候升入玄武学院的名额肯定会增加。院长，且不说名额，人魔宗这些年没少残害我院弟子，深仇大恨，也要灭了他们。陈导，人魔宗那边有什么最新消息？秦月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随时进攻。本院长早就想要去人魔宗走一趟。既然如此，立即出发。陈公子果然手气，有气魄。秦月武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就绪。雾山大阵已经被我家小姐控制，随时可以进攻。走吧，杀进去！我的大刀饥渴难耐了。我给你们带路。慢着，我一个人先跟你进入人魔宗，其他人先在此等候。陈公子这是不相信我家小姐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走吧。陈导，小心。师傅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这陈导资质上乘，心思缜密，非池中之物。姐姐，这次如果真灭了人魔宗，你给他什么奖励？奖励？还没想好，现在谈奖励还太早了。不早了，我倒是替姐姐想好了。你又有什么鬼主意？如果这次灭了人魔宗，姐姐可以把之前陈素颜差点得到的奖励给陈导。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奖励，你也说了，连陈素颜都没有得到。如果成功，陈导配得上。那就拭目以待。小姐，陈公子来了。陈导，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，就这么信不过我？不多说废话，秦月武，带我去护山大阵，我要亲眼看到护山大阵被撤去。你这男人真是无趣，走吧。我儿冯小天怎么会无缘无故失踪，而且还是在人魔宗失踪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宗主恕罪，我们确实找遍了人魔宗，没有找到冯少主。找，继续找。如果我儿有什么事，你们都要陪葬。宗主啊，我最近听说少主之前和秦月武有过接触，而且秦月武最近多次查看护宗大阵。秦月武，带我过去。这里就是控制护宗大阵的地方，这下可以相信我了吧？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立刻撤出护宗大阵，灭掉人魔宗。好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宗主。秦月武，护宗大阵重地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宗主，我来此参观。此人是谁？他是我表哥，是来人魔宗看我的。表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导。我问你，可曾看到我儿冯小天？未曾看见冯少主。是吗？我可是听说你在此和我儿见过面。是见过一面，但之后再也没有碰到过少主。本宗主信不过你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让我搜魂如何？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还是说你心里有鬼？我自然愿意，宗主请吧。很好，如果你没问题，本宗主动手。这点小伎俩太幼稚了。
是吗？秦月武，你这个叛徒，为什么要叛变魔宗？哼，为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我本来已经预定了晋升天魔，但你却把名额擅自给了你那不成器的儿子。那又怎样？本宗主从来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你会获得晋升天魔的名额？我风云海好歹也是一宗之主，为什么连个名额都不给我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魔宗那些人是怎么想的？敢抢我秦月武的东西，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！这里是人魔宗，是本宗主的地盘，你说这话哪来的底气？我现在就毙了你，为我而报仇！宗主，且慢动手，此等叛徒何须你动手？我替你毙了他。秦月武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灭了你！啊！什么？朱伟业，连你竟然也背叛了我！我靠，这反转差点闪了我的腰！这秦月武好手段啊，连魔宗长老的墙角都能挖来。我要宰了你们！秦月武，现在关掉护宗大阵最重要。放心，早有安排。毁掉大阵！有本宗主在，我看你们怎么毁掉！什么？小姐，大阵已经全部炸掉。你们竟敢如此做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陈导，赶紧联系你们的人。好。是陈导的信号。黄武学院所有人听令，全体进攻！今日全歼人魔宗！上！被敌人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！给我滚！我要宰了你们！陈导，黄武学院的人再不来，我们顶不住。放心，快到了。秦月武，我先毙了你！好强！啊！你小子竟有如此战力，硬汉我一击而没事。陈导，多谢。陈导的战力又提升了。我不是在救你，我只是觉得此事你为主导，还不能倒下。宗主，宗主发生什么了？你们来的正好。秦月武、朱威义两人叛乱，都给我灭了，一个不留。什么？朱长老和秦月武竟然叛乱？秦月武，不得不说你胆子不小，但是脑子不好。你就算把护宗大阵毁了又如何？你能叛乱成功吗？哼，我秦月武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。大言不惭！来人，给我剐了这些人！灭了这些叛徒！杀！他是黄武学院院长，竟敢来我人魔宗！今日人魔宗必灭！大言不惭！这里是我风云海的地盘，黄武学院全军出动，灭掉人魔宗！秦月武，我说你哪来的底气？原来是勾结了黄武学院。正魔自古势不两立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竟然勾结正道！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杀！人魔宗一个不留！滚！宗主，宗主，这黄武学院有备而来，我们全无防备，现在不敌就扛不住了。风云海，伏诛吧！你们真以为能奈何得了本宗主？我说了，这里是本宗主的地盘，阵起！大阵都被破坏了，你还怎么起？啊！这是不好，这是设置在空中的阵法。
没有人告诉你吗？此地只能控制人魔宗的一部分，本宗主也控制着一部分大阵，而且是最核心的天空大阵。我们所有人都得付出代价。不好，这是魔音！魔音贯耳，你们抵挡不住。我魔宗无上魔音，你们这些人谁能挡得住？魔音太过邪性，我顶不住了。院长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魔音之下，我们根本没有战斗力。撑住，今日绝不能功亏一篑。到了现在还抱有幻想，天真！荒芜学院的人一个不留。可恶！你很不错，魔音贯耳之下，既然战斗力还没丧失，那就让你尝尝魔音的真正厉害。魔音冲击！怎么办？有魔音在，我们根本无法战斗。只有破坏掉上方的魔音阵法，我们才有可能获胜。小姐，势不可为，先让荒芜学院的人顶着，我们撤吧。诸多算计，还是失算了。再等等看，这么做我不甘心。陈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你看来受魔音影响不大。我也还好。拿命来！救人！好。还有不受魔音影响的，我打！是陈导和灵狐，他俩竟然没有受到魔音的影响。陈导，果然他又站出来了。不可饶恕！到了现在，还有蹦跶的蚂蚱，魔音贯耳，给我摧毁他们！不行了，扛不住了！这地魔音之下，我们毫无反抗之力。可恶，要功亏一篑了吗？可恶，坚持不住了。陈导还站着，他还能撑住，也许希望在他那里。哎呦！我不行了。咋就只有我站着了？哎呦，我也不行了。现在都站不起来吧？该我收割了！吃我大逼斗！什么？啊！我去，灵狐你可以呀，不受魔音影响。这个，可能我比较怕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年轻弟子，竟然一而再的不受魔音影响。既然如此，就怪不得本宗主了。这家伙的修为比我高许多，我不行了。本宗主在这里是无敌的，还有谁？还有我。原来你也是装的，你也没有受魔音影响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魔音对我们都影响颇大，对这两人却影响收效甚微。陈导之前在玄武学院闯过魔音这一关，应该有抗性了。至于这灵狐怎么做到的，匪夷所思。接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魔音的问题。陈导，他竟然要去破坏空中的大阵！现在唯有破坏空中的魔音大阵，我们才能反败为胜。但是，陈导能做到吗？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呀！上面魔音滔天，你这是自讨苦吃。上面不但有魔音，竟然还有魔气的威压。
确帮不了他，同样会被魔音所伤。现在只能靠陈导自己了。小子，活该，不自量力。幸亏在玄武学院经受过魔音的煎熬，要不然还真坚持不下去。现在就看我这一剑的威力了！魔音，给我震碎他！小子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什么？竟然真的成功了！还得是我徒弟。这个男人真的做到了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所有玄武学院弟子听令，歼灭人魔宗！全歼魔宗之人！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恶！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！我灭了你！哼，灭我？你也配？现在已经是你的末路。冯云海，拿命来！姐姐，人魔宗的弟子大部分都已经歼灭。除掉人魔宗，1000年来没办到的事情，被我们办到了，大功一件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人魔宗竟然覆灭了！冯宗主，下辈子记得别惹我。奸人，秦月武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奸人，我灭了你！下去陪你儿子吧。天魔令找到了。你就是为了找这个东西，才灭的人魔宗。陈导，你就这么关注我？你该不会对我……你想多了。陈导，人魔宗覆灭，你功劳最大。你跟我来，我有东西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好东西，你见到就知道了。东西在哪？在那里。那里是哪里？什么？很意外，没想到我早有防备吧？我如果说我是在开玩笑，你信吗？你坑了我这么多次，你以为我信吗？陈公子这份警觉性，老夫佩服。你这条老狗，和秦月武一样德行，我能不防吗？陈导，这些时日你成长得真够快的，简直是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啊！少说那些没用的，秦月武，今日你我做个了断。其实我叫你来，真的有东西送给你。陈公子，拿着吧。你以为我会拿吗？打开，让陈导过目。陈公子请看，这是灵兽蛋。不错，这是我在人魔宗宝库中发现的好东西，就送给你了。现在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吧？东西我收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该走了。陈导，最好后会无期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礼尚往来。哼，跑得倒是快，这秦月武逃命的本事倒是不少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陈导成长得太快了，未来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对手。可惜这次没有解决他。不用担心，我进入天魔院之后会有更大的造化，我的成长速度不会慢于陈导。小姐，给陈导的那颗宠兽蛋，可是人魔宗最珍贵之物。如果让它孵化，岂不是增强了他的战力？哼，那颗蛋是从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，在人魔宗上百年都未孵化出来，陈导大概率也无法孵化。好东西，我怎么会给他？再说，我在那颗蛋上做了一些手脚，到时候孵化出来，他会有惊喜。
人魔宗真的覆灭了，现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。是啊，这一切多亏了陈导。姐姐，该给他那个至高无上的荣耀了。荣耀弟子，这在黄武学院历史上绝无仅有。陈导的功绩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。确实如此。这荣耀弟子便给他了。这里就是人魔宗存放宝贝的宝库，不知道有没有我需要的零件。人魔宗还真是不富裕，就只有这点零碎的兵器。哼，聊胜于无，我戏。陈导，准备一下。师傅，这是要……升入玄武学院的晋级赛要开始了，马上去集合。好。这次5院联考，13000名考生，只有3个晋级名额。啊？5院联考，5所黄武学院一起比赛吗？别着急兴奋，5院里面我们学院排名倒数第一，实力最弱。陈导，这次我们学院只有前20名参加此次晋级赛。这里有一些人可能会针对你，你要小心。师傅，你知道我的事情吗？陈家独子，一门双王侯，你这身份可不是那么好隐藏的。人都到齐了吗？还没有。赵日天、杨霸士、刘展先3人未来，这3人一直在闭关。我来了。赵日天、杨霸士、展先。如此装逼，竟然没有雷劈！是赵日天、杨霸士、刘展先。这3人已经闭关10年之久了吧？实力恐怕绝对的学院前3。你们3人修为都是精进许多，这一次，我期待你们的表现。5院联考3个名额非我们3人莫属。不要小看其他4院的天骄，记住，你们这20人是一个学院的师兄弟，切勿内斗。在保证击败其他4院的基础上，你们之中再决出前3的名额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吧。陈导师弟，我们一起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。加我一个。刘蕊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和陈导师弟一起，我们已经一起，不缺人。楚韵和刘蕊似乎有些不对付啊。2女共侍一夫，我不介意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走吧。这里就是试炼场地，其他4院高手众多，要小心。进入这里的每人都会拿到1枚令牌，此次排名高低就是看手中令牌的数量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抢夺其他人手中的令牌。哼，晋级赛果然简单粗暴。为了方便区分，按照实力排名，我们所在的黄武学院暂时被称为第5黄武学院。待会儿碰到其他学院的人，一定要小心。等等，这些信息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？这些信息都是导师告诉自己的弟子，苗导师没有告诉你吗？并没有告诉我，晋升赛我还是刚刚才知道的。这倒是符合苗导师的行事作风。对了，刘师姐，咱俩一个导师，这些你也不知道吧？我知道。你为啥知道？师傅告诉你，没告诉我？不是，因为这是我第2次参加晋升赛，按照我的年纪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所以这一次，无论如何也要晋升玄武学院，哪怕搭上性命，在所不惜。好像是第5学院的。第5学院，我们运气这么好吗？你们3个令牌交出来，饶你们一命。我补充一下，男的不留活口，2位美女如果愿意陪我们，才能活命。看服饰，
这3人是第3学院的，敢侮辱我们，嘴给他撕了！老子和你们说话呢，赶紧过来跪下！一人一个，看谁快！请求放弃了，让我们一命，我们跪下！令牌交出来。给，我们都给。令牌都给3位大人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站住！谁让你们走的？我们令牌都交了。我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，帮我们再拿到6枚令牌，我就放了你们。6枚？我们去哪儿弄？这是为难人呐！我不管，你去偷去抢去骗同门，我都不管。弄不到，我斩了你们！别！我们先弄，我们先弄。对不住了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呀。干得不错，你们3人就当叛徒的前置。公子，加上这3枚，6枚令牌我们都凑齐了，放了我们吧！我们坑了6名队友，回去后还不知道被怎么惩罚。滚吧！陈导师弟，还是你这样来钱快。干的是第4学院的弟子，是我们又如何？干得漂亮！我乃第4学院陈北极，我这名字如雷贯耳，想必你们都听说过。抱歉，完全没听说过。哼，孤陋寡闻，学识浅薄。不是，你想干啥呀？叨叨逼逼这么半天，说正事。师弟，这陈北极确实有些名气，是第4黄武学院第1高手。你们是最弱学院第5学院的人，我想和你们合作。合作？怎么讲？合作？怎么讲？现在第1、第2、第3学院已经达成默契，专门猎杀我们第4学院和第5学院。柿子捡软的你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虽然我陈北极天才无双，有信心战胜他们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合作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们该怎么信任你？我这么浓眉大眼、玉树临风，一看就是守信靠谱的人，还用怀疑我的人品？这么不要脸，应该没什么坏心思。看上去也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没那骗我们的智商。喂，你们说那么大声，我都听见了。行吧，我们答应和你合作，不过你想怎么合作？很简单，第1、第2、第3学院最厉害的也就是那4、5个人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手，灭掉那几个天骄即可。这是通讯符录，我们随时联络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第5学院的垃圾，我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是第2学院的大爷，赶紧给我在这磕一个头！陈哥，救命！我打！你敢偷袭我们，你完了！我踹！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打了2个，来了一窝。是我们的人，围住他们！小子，投降吧！一个人打不过我们。我确实打不过，但是想让我投降，没门儿！这是什么？这小子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的机械堡垒，我就问你们怕不怕？怕你大爷！一个铁球而已，吓唬谁呢？废那么多话干嘛？嘎了他！机械堡垒，给我开！开火！算了！你是令将。这不能怪我，我问过你们怕不怕了。楚师姐，刘师姐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赵日天杨霸士
刘展先3位师兄召集大家，要一起对抗其他4院。我们一起去吧。3位师兄修为高深，可以带领我们获胜。去吗？我更倾向于单独行动。去看看。院长说过，此次晋级赛，大家首先要团结对外。20个人来了1多半了，剩下的再不来，不必等了。给过他们机会，既然不把握，是那些人的损失。3位师兄，还有我们，带带我们。看来基本所有人都到齐了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们为何把陈导也带来了？3位师兄，陈导不能带吗？这里没有他的位置。我们其实和陈导不熟。你和那3位有仇？没见过面，有个锤子仇。陈导，这里所有人都能留下，唯独你不可以。为何？我们不能告诉你，但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有傻缺针对我，放肆！你敢骂大皇子傻缺？原来是大皇子。这3位师兄不太聪明的样子。陈导，你和大皇子怎么会有过节？说来话长，以后再告诉你们。陈导，院长说过，我们要先一致对外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求我们。我并不稀罕留下来。给你机会不中用。既然如此，楚韵、刘蕊，你们乃是宗门佼佼者，过来和我们一起，让陈导独自离去吧。抱歉，我并不稀罕留下来。我也不稀罕留下来。什么？你们竟然如此做？你们可想好了，离开我们，九死一生。想得明明白白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莫要自误。走吧。放肆！当我3大天骄不存在！给我站住！陈导，你竟然分裂大家！现在就毙了你！这货是不是脑子有大病？我分裂大家？这3个闭关时间太长，脑袋长锈了。什么？朝日天师兄被一剑斩飞出去了？怎么回事？你这货很厉害。没事，轻敌了。我这就使出全力毙了他。不可！现在人太多，出去后院长会怪罪，等找机会再出手。陈导，你跪下认错，我放你离去。蠢货！啊！你说什么？有东西，有脑子，大蠢驴，形容的就是你们3个货色。啊！陈导这么勇吗？敢当众羞辱3位师兄？陈导近来表现极好，但终究还是新人，他怎么敢啊？你敢骂我们？此子当千刀万剐！陈导骂得爽，爽是爽了，但这3人修为确实很高，我们恐怕要一场恶战。谁说要和他们打了？那要先离开这。院长说了，先不要内战。他们竟然跑了！逞口舌之勇，先不用管他们。陈导早晚要死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第1学院。什么声音？送宝箱的来了。宝箱？什么意思啊？每隔1个时辰，就会有非洲过来投送几个宝箱，里面各种修行资源、武器、丹药等宝贝应有尽有。还有这回事儿？这会不会破坏比试平衡啊？这宝箱里放的是一般的修行资源也就算了，但有人运气好捡了厉害的法宝，实力可是会突飞猛进啊！运气从来都是修行的一部分，在修行界从来都是如此。再说，运气再好，也要有实力做后盾，才能抢夺宝箱的资源。而且这样也会让整个比试更加激烈，这是那些高层希望看到的。
有一个宝箱朝着我们这边来了，瞧着落地离我们不远，走，过去看看。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好宝贝。在那里，箱子还挺大，看样子的确是装着不少东西。等等，小心有埋伏。埋伏？很多人会提前在宝箱周围设下埋伏，等到其他人前来捡箱子的时候，直接出手，这样一举两得，既能得到宝箱，又能得到令牌。还能这么玩？学到了。那咱们也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先观察一下。有人过来了。在这里！宝物近在眼前，我去开宝箱。不好，有埋伏！等了半天，才来了3条小鱼，看来收获一般啊。第1学院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是第2学院的，之前可是说好了，先集中对付第4学院和第5学院。是说好了，但那是学院前几位妖孽的协议，和我们普通弟子无关。突围！天真，被我们围攻了还想跑？看来不会有人来了，直接开宝箱吧。蹲了这么久了，真期待里面的宝贝啊！不好，赶紧戒备！我们也被埋伏了，可恶！狗胆包天，是谁敢偷袭我们？有本事出来打一场，别躲在后面放冷箭！竟然是第5学院的垃圾，你们还敢主动攻击我们？不想活？小子，别废话了，给你个机会，出来和我1对1。如此靓丽的家伙，我们先废了你，然后再慢慢的折磨你。你真是第5学院的学员？第5学院是最弱的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接下来就是你们2个了，准备好上路了吗？应该没有人再来了，开宝箱吧。哇，竟然全部都是丹药，而且都是疗伤丹和增援丹，够我们大战几次的了。又是啥声音啊？不好，光幕开始缩小范围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光幕就会缩小，到最后，所有人都是被迫聚集在一处。这次晋级试炼还真是有些意思呢。怎么这么多尸体？都是第4学院的。看样子，第4学院全军覆没了。前面有打斗的声音。陈百杰，第4学院全军覆没，跪下投降，你认命吧！我陈北极就算死也是战长，你们这些家伙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就凭你一个人拼，你拿什么拼啊？哼，还是乖乖下跪求饶吧，我等还能饶你一条小命。不好，警察不要自爆！这小子骗我们，他跑了！对，让他跑了！陈北极，你跑什么？亲人呐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太想你们了。啊？啥玩意儿就亲人了？我们和你很熟吗？我们中了第2学院的埋伏，这帮杂碎们把我们第4学院全灭了，就我还活着。快，一起跑！你们3个愣着干什么？跟我一起跑起来啊！快点跑起来！不想跑，想找死？你们疯了！再不跑就没命了。我觉得这是个反杀的好机会。别闹了，第2学院的大部分人都追来了，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。没事，不用慌张，人多就个个击破。陈导，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吧，看把他急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大家觉得可行否？
陈导这个方法可以一试。陈北极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。那你还问我个球？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！你们给我站住！这小子不跑，抽什么风啊？可能知道跑不掉，认命了。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跑？我们不想知道，只想摘了你的脑袋。什么人？是第5学院的。第5学院也敢偷袭我们，找虐啊！大家快躲开！我要放大招了！不好，这家伙好厉害，好强的剑气，大家小心！那小子人呢？啊，那小子跑了！可恶，这小子耍我们！去追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怎么回事？又是谁伤我们的人？有本事出来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！是你姑奶奶我！真是稀奇了，第5学院的垃圾们竟然一个个的敢主动攻击，真是长本事了！找死！捉住这2个小娘们儿！撤！追！这些垃圾敢冒犯我们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！陈北极呢？怎么还没来汇合地点？我来了！别跑，给我站住！好险啊！这些人跑得可真快，差点没跑过，被嘎了。跑呀，接着跑呀，看你们往哪里跑！你们被我们包围了，跑不掉。包围？我们4人，你们3人，是我们把你们包围了吧？一群弱鸡也配说这话？就算我们3个人，也能轻松把你们宰了。那就比划比划，上！我来宰了他！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强啊？妈！第5学院的废物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们竟然一招都没有顶住！嘿嘿，傻了吧？上！赔了这2个傻货！先撤退！哪里走？原来如此，你们是故意分散我们，把我们引到这里的。才反应过来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轻松惬意，都不用我出手，第1波蠢货解决了。不要掉以轻心，第2波也马上来了。在这里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只有2个，哼，第2波比想象的还蠢。你们卑鄙！这么轻松就干掉了，真的，没想到你们第5学院还有你这种绝顶聪明之辈。这样下去，第2学院一波波都会被我们干掉。小心，做好战斗准备，第3波也来了。在这里包围他们！走，清理剩下的那几个。怎么回事啊？出去3波人追那几个家伙，怎么一个都没回来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怎么可能？一定是那几个家伙见色起意，毕竟可是有2位大美女啊！几个傻缺，我来了！你们怎么都没事？追你们的人呢？你们把他们怎么了？那群笨蛋被我不小心宰了，现在被丢弃在那边小树林了。不可能！就你们几个垃圾也能打过我第2学院的弟子？很快你就知道可能了。什么？好快的剑，好恐怖的力量！快跑！上神！可恶，小看他们了。哎，没想到我们合伙竟然可以把第2学院干得半废。陈导，你让我刮目相看。现在第2学院除了那几个天骄，其余人都被我们嘎了。还有漏网之鱼吗？第2学院的天骄什么实力？他们实力很强，我打不过。应该在化丹境。化丹境比我凝神境整整高了1个境界，未必不可一战。
且我还有底牌为用。光幕又在收缩，我们需要继续朝着中心位置赶路，不然会被光幕追上。哼，先去抢宝箱。这个宝箱最好不要抢，第1学院、第3学院的人肯定已经前去了。那不正好吗？利用他们的自大，钓鱼把他们全嘎了。没人，都在暗处猫着了。现在就看谁忍不住先出去。宝箱不会这么好运吧？让我捡到了！我去，来了个傻胖子，赤灵虎。你中计了！搞了这么久，没想到只逮到了一个小胖子，还是第5学院的垃圾。这波简直是浪费时间。你们这些老六，原来在暗处等着我呢，真是阴险狡诈。这叫兵不厌诈。什么？确实是兵不厌诈。正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没想到能一下子逮住了6个，倒也还行。第1学院的，我们可是提前说好的，先灭掉吊车尾的第4和第5学院，之后我们再来决胜负。你们要违约吗？哼，那只是天骄们说好的，和我们普通弟子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现在又不在这儿。好了，多说无益，灭了他们！可恶，变态阵上！既然如此，不打你们的，我先走了哈。出来吧！太秀了，还好有这个。走。我了个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去，这家伙拉风啊！居然有这么好玩的东西，厉害了！蠢货们，都别打了！那小子抱着宝箱跑了，追！让他跑！宝箱只能是我们的！小子，这下没地方跑了吧？放下宝箱，还有，把这个傀儡的控制权也交出来！当初就不该偷懒，没把那个飞行傀儡带出来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被困在这里。上，围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啊，这些家伙是，不会是哪个学院的来祈福的吧？陈哥，你什么你？你这个弱鸡，竟然敢抢宝箱！把他围起来，绝对不让他跑了！围起来，他插翅难逃。什么情况？生哥他们吃错药了？哎，诸位师兄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们上就行。等等，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怎么没见过你们？不会是其他学院的吧？哎呦，师兄，连我们都不认识吗？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们之前认识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怎么不认识啊？我是你二大爷呀！二大爷？哪个二大爷？可恶！小子，你敢耍我？你活腻歪了！孙子，耍的就是你！嘿嘿，陈哥还真是机智。陈哥，我来助你！陈哥，幸亏遇到你们了，不然我还真不好逃。哇，烈火，你小子可以啊，隐藏的够深的。这玩意儿怎么没看见你拿出来过啊？都是小玩意儿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都是小玩意儿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小玩意儿？这可不是小玩意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能造出这种东西的，只有……怎么回事？快看那边！光幕在急速缩小，这样下去，很快所有人都会被集中在一起了。到时候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，最终的决战要开始了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大部分人都倒下了，包括第1、第2、第3学院的人。我们5人一起，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势力。走，既然我们实力基本上还完好，那就谁也不用怕，神挡斩神，鬼挡抓鬼，干就完了。从光幕的缩小趋势来看，这里便会是一会儿的最中心地带，所有人都会被迫过来。既然如此，
我们就在这儿占据有利地形，守株待兔便可。我们虽说是第5学院，但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敌人，整体实力保持充沛。这一次，我们3人必会拔得头筹。看那边，有人来了，是第3学院2位最强天骄。怎么回事？第3学院的子弟，除了我们2人，怎么一个没来？是有些奇怪，这里是最中心，按理说所有人都应该赶往这里了。哦，又来一个。我第2学院弟子何在？速速过来会合！奇怪，竟然一个都没来，还没到吗？此事不同寻常，我第1学院也没有弟子抵达。看那边是第5学院的弟子，怎么会这么多人？几乎没有损失。去灭掉这群垃圾，顺便问问清楚。第1、第2、第3学院的弟子几乎都实不存一，只有我们还保存了实力，这说明我们是最强的。最终的赢家肯定属于我们。哟，都在呢。嘿，挺早的啊。我是不是迟到了？啊，陈岛这几人竟然还活着，走了狗屎运罢了。哼，肯定是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，到光幕缩小了躲不下去了才出来的吧。可恶，又是第5学院的。奇了怪了，第5学院怎么活下来这么多人？明明我们3大学院联合起来要灭掉第5学院的。何须在意他们？一群垃圾而已，出手灭了便是。陈导、楚韵师姐，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，快过来！闭嘴！这几人先前不遵吾等命令，不许来此寻求庇护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即可。不错，你就算跪下求我们，也晚了。这些人未免太霸道，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谁愿意加入他们？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们的存在了？第3学院，你们只剩下2人，难道还能与我等抗衡不成？真是不自量力啊！还有第1学院、第2学院，你们就只有1人了。我劝你们识时务，立刻投降。你这话倒是把我逗笑了。身为弱鸡而不自知，真是自取灭亡。谁给你们的勇气和我们这么说话？赶紧吧，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但既然都这样了，就赶紧结束掉他们。当然，这几个归我了，我先把这几个干掉。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我们又没惹你们。这人有大病吧？非得来惹我们？少废话，拿命来！哼，看到这儿没有？这就是身为弱者，没有受到我们庇护的悲哀。什么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是我大意了。这小子没想到这么强。说我们弱鸡，我看你们就是鸡屁股，连我们第5学院一个普通弟子都打不过，你们哪来的勇气对付我们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投降，否则我们也只能出手了。打破了第3学院就敢嘲笑我们，真是自视清高，不过普通水平。仗着声势大，真以为自己有本事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来得正好，让我把你这第2学院天骄斩于此地。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滚回你的第5学院，当臭狗屎吧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陈导都能击败你们。可恶！刚才是我大意，再来！可恶！刚才是我大意了，再来！滚！认清事实的傻子，懒得和你废话。可恶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居然真的打不过！上！宰了他们！这群人不过是稍微棘手了一点儿，一起出手，别给他们任何挣扎的机会。别慌，我来战他。我信你，闭关这么久，实力总归比刘展先要强一截。我闭关之后有大开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战我？配不配？这一拳就能说话？吹牛自己还真信了。趁早醒醒吧！他们怎么会这么强？明明陈导都能打败他们的，这是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杨霸师、赵日天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
如果连3位师兄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岂不是白送？好像刚才陈岛击败了第3学院的天骄，我们难道要寻求陈岛的庇护？这听上去有些不太靠谱啊！速战速决，别再磨磨唧唧了！可恶，都给我顶住！我们一定会获胜！陪我一起冲！一群垃圾！刚开始被你们吓了一跳，差点把我们给唬住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们完全不是对手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恶！我3人闭关10几年，竟然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。抓紧时间，下手利索点儿。不急，那边还有几个站着呢，正好，那几个都还没让我打过瘾呢，我去把他们解决了。你们几人是跪下投降，还是让我出手打碎你们的膝盖骨，再跪下投降？你过来，你在对我说话？不然呢？就是你，过来！你敢命令我？你一个蝼蚁竟然敢命令我？废物，害怕了？哼，既然害怕了，就别放狠话。你要真有种，就过来和我单挑啊！笑话，我会怕？这就过来宰了你！单挑什么？来啊，让我看看你有几分本事，敢和我来！大家，这傻货还真敢来，群殴他！哎，早就等不及了，一起上啊！你们不讲武德！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都停下吧。可别说我们不讲武德啊，这确实是单挑，只不过是你单挑我们一群。这就解决了1位无敌天骄，这也太无耻了吧！虽说是以多胜少，不过毕竟也是赢了呀。呸！看着吧，这下他们是彻底惹恼对方了。你们这些无耻的小人，说好了单挑，居然群殴，不可饶恕！怎么不服？那你也来和我们练练啊！混账！等我把你揍到跪地求饶的时候，看看你的嘴是不是还这么硬！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会被揍到跪地求饶。陈哥，这次不群殴了吗？不用，这种货色，其实我一人就能活劈了他，真是不自量力！一个第5学院的垃圾，哪来的勇气说这话？好，先吃我一剑！一剑都扛不下来，还敢吹牛？你竟然有如此实力！好，难得有人值得我发挥出全部战力！再来，第2剑！斩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还没完呢！第3剑！怎么会这样？这陈岛有如此实力，我没在做梦吧？这下子糟了，我们这还怎么完成大皇子交代的任务？第1学院的天骄失败了，师兄，我们怎么办？走，快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他们不是对手，我们更不是对手啊！陈哥，那帮家伙见势不妙要跑了，那就追上去啊，一个不留！之前还嚣张跋扈，现在想跑，晚了！早看这2个混蛋不爽了，敢翻他们！喂，别逃啊！这次真的和你们单挑啊！都干趴下了。那么现在就剩下你们了。那么现在就剩下你们了。等等，陈导师弟，咱们是一个学院的，不至于吧？都是赵日天他们打压你，和我们无关。我们退出，这次陈师兄肯定夺到第1名。那么你们3个呢？哼，陈导，我不信你一人是我们3人的对手。大皇子让你们在此地杀了我，对吗？哼，是又如何？难道你能反抗大皇子？哼，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陈导，有能耐我们就单挑。单挑？我们人多，为什么要和你单挑？对付你们这种渣子，不需要讲武德。你们，
你们也太不讲武德了，无耻，简直是无耻啊！罢了，你们退后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行吧，对付这3个杂鱼，你们自己也能轻松解决。陈导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一个打我们3个，就是，你不会反悔吧？看样子啊，他们还以为3个人就能赢过陈导了呢。哼，那就让他们试试呗。咱们第5学院真要内战？想不到刘展先他们竟然是这种人，就是，不仅毫无道德底线不说，还打算帮着外人对付自己的师弟，哼，真是太过分了！明明没实力还要装大头，刚才要不是陈导师兄，我们可就完了。少在那里逼逼赖赖，都给我闭嘴！想死吗？陈导师兄加油！陈导师兄，你要是开口，我们帮你一起打他们。难道你们忘了是谁一路庇护你们吗？看到了吧，压根儿就没人支持你们。你们准备怎么被我虐？哼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你一个人打我们3个，肯定不是对手。不错，刚才你之所以能击败他们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消耗了他们的力量。我承认你很强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强。但是，陈导，这回你拖大了。废话真多！陈导，你竟然下死手，你这是在残杀同门！什么情况？我们3个人实力都是差不多的，陈导能一剑解决杨霸士，那我们多半也不是对手。等一下，陈导，我们可是大皇子的人，你来真的？没错，你现在收手。大皇子还能卖你个面子，但你要是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以为他能救你们吗？好了，有什么话下辈子再说吧。林师兄好强，林师兄好强，这是我们第5学院最厉害的。这次不愧是我们第5学院最厉害的，肯定是陈师兄了，肯定是陈师兄了。陈师兄厉害，一共有120枚。这可是我们晋级的关键。大哥，该怎么分配？我第1吧，你们4个看怎么排名。那就女士优先，我和陈北极第4、第5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那剩余的呢？不如让他们比试一下，决定剩下的5个名额吧。我这里有令牌，但给谁都不太合适，你们自己决定，出5个人来吧。爽！不走就看你不爽了，你以为老子怕你啊？王龙，你小子欠钱不还是吧？这5枚令牌现在是你们的了，剩下的6到10名你们自己安排吧。再打一架我也不反对。那我们也可以离开了。走吧，我们去传送阵。怎么出来了这么多？难道你们这次都晋级了？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怎么样，院长？我就说我的弟子不错吧？陈导，快说说你进的战况如何？你排名第几？我是第10名，也还可以了。第1名。第1！不止陈师兄是第1，前4都是我们学院的。我是第2，楚云是第3，灵虎是第4。除此之外，第6到10也都是我们。什么？以前晋级赛的时候，我们学院的人伤亡惨重不说，就算运气比较好晋级，那也是名次靠后。现在竟然一下子晋级了9个。我是第1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活着就好，不要撒谎。是真的，他们第1、第2、第3学院结盟了，打算对付我们第4、第5学院。我们在陈大哥的带领下，成功灭掉了他们。我们把4大学院的人都灭了？也没有吧。第4学院是第2学院动的手，也有一个活口，帮了不少忙。这第5就是他。不愧是我的好徒儿。对了，师傅，苗院长，第1、第2、第3学院的人都被我干掉了，应该没事吧？你都做完了才来问我，有用吗？而且我问你，你怕吗？
自然是不怕的。放心，晋级赛中安危自负，没人会来找你的麻烦。就算你不这么做，那几个学院以往也总是在赶尽杀绝。你们这次排名不错，给整个第5学院争得荣誉。除了你该有的奖励以外，我还要给你一个额外奖励。啊，是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第5黄武学院的荣耀弟子了。这是啥？咋就这么一枚令牌？还不如给我点别的好处呢。啊！竟然是荣耀弟子啊！这可是当初陈素颜师姐都没得到的东西啊！不过陈师兄这么厉害，能得到这个也是实至名归。真厉害呀！真厉害呀！这下陈师兄即便去了玄武学院，也能得到不少好处了。具体的，回头让苗长老告诉你吧。都回去休息吧。陈师兄再见！陈师兄，我们先走了。大哥，我也先回去了。我们也走吧。说说在里面经历了些什么？早知道陈导实力不简单，没想到会这么厉害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进秘境就被埋伏了。后来到了秘境石台，赵日天他们3个竟然联合学院的其他弟子，刘展仙他们太过分了，竟然谋害同门，落得这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。刘蕊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些事要和陈导交代。好的，师尊。看来师尊这是要给陈导交代荣耀弟子的事了。这荣耀弟子是黄武学院最珍贵的东西，有了这个，以后你就相当于有了进入第5学院的一张门票。门票？不错，如果你自身实力足够，只是差了一点机缘，那这个身份就能让你进入第5学院。而如果你差得太多，那么你也可以凭借这个身份进入第5学院参观一下，并可以进去学习一套功法。当然，等级不会太高。这么说来，还不错呀。还以为这身份没用呢，现在看来还是有的。那可是第5学院，里面再普通的功法也超过黄武学院无数倍。那是自然，也就是你的运气好。当初陈素颜也差点成为荣耀弟子，可惜没有太多的功劳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有，去了玄武学院，你也能知道这荣耀弟子的好处。但也有一些坏处，你自己体验就行了。这个便宜师尊还真是不太靠谱。晋级赛的时候不说就算了，现在解释也不说全部。想来应该是关于第5学院尤为重要的机密，否则不会不说。主人，我们到了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虽然有天魔令，但我不知道如何进入天魔宗。主人只需要带着这个天魔令进入天魔宗就可以了。天魔令都是登记在册的，主人也不用担心。不过什么？人魔宗覆灭，可能会有人对主人不利。人魔宗还有这个关系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猜测罢了。每年宗内都会有不少资源莫名其妙消失。明白了，我会注意的。我现在是明白人魔宗主为何想要摊下名额了，原来是有些关系，只不过一些利益关系而已。你们找个地方等我。遵命，主人此行还望谨慎行事。来者何人？人魔宗秦月武，天魔令在此，我现在要进入天魔宗。原来你就是那秦月武。你与黄武学院谋划覆灭了人魔宗，还敢来这里？你胆子是真不小啊！是人魔宗先对我不利，我才出手。他们想要我手里的天魔令，而且拒不发放。那也不是你动手的理由。害人之心如此之重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。那也不是你动手的理由。害人之心如此之重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！住手！魔武，你要阻我？秦月武何错之有？我天魔宗需要的就是这种天才。既然是他们先对秦月武不利，那自然可以还手。被灭了，也只能说是技不如人。你，看来我是出不了这口气了。原先的人魔宗主可是每一年都给我很多的好处，现在好了，全没了。宗内对秦月武很满意，
已经打算让他成为内门天魔了，代表什么？你应该懂。识趣的就退下。哼，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。爽！经过这几天的稳固，我的境界稳定在了凝实境5层，实力比之前都还要强大不少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陈北极那家伙要求我们出去。出去？出去干什么？陈北极只是有过短暂合作罢了，交情可不算太深。虽说那家伙浓眉大眼，看上去很憨厚，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可不一定。他说秋月城房市要开了，问我们去不去。房市？他说为了报答我们，可以替我们拍下几件东西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吗？哼，那就去看看吧。正好这次去见识下那个方式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着的东西。我现在的实力突破得这么快，也不会害怕有什么危险。你准备一下吧，叫上刘蕊他们一起去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们都在等你。我们都要去玄武学院了，这也算是提前打好关系。大哥，秋月城不是很近，我们要先坐传送阵去巨象城，然后再去秋月城。喂，刘蕊，你滚远点，我有话要和陈师弟说。哼，我怕陈师弟被你蒙骗，看看你有什么打算。我要和陈师弟亲嘴，你也要看吗？哼，陈师弟就算亲，也是亲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俩人怎么这么生猛？亲嘴也不问问本人的意见吗？几位，你们是来做什么的？本少在巨象城也有几分薄面，要不就让我来带着几位逛一下吧。滚开！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小的们，把他们给我围起来！本少乃是巨象城赵家大少，惹恼了我，你们可就没办法离开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哪来的滚哪里去！油腔滑调，不想被揍就抓紧滚。很好，很久没人敢这么和本少这么说话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那两女的！赵少爷，那两个男的呢？那还用说？自然是剁了喂狗！惹了赵少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下辈子擦亮眼睛，不能惹的人不要惹。你说反了。什么？我们才是你们无法招惹的人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我可是巨象城赵家大少。这不是你自己过来的吗？你我什么我？不服气吗？以后擦亮眼睛，不要招惹你招惹不起的人。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大胆，敢对少爷动手！你们有几个脑袋？知不知道谁才是巨象城的主人？真是嚣张啊！你也不问问是谁的问题吗？我家少爷看上这两个女娃，那是他们的荣幸，他们怎么敢拒绝？现在跪下道歉，自废双手，还能保存一条狗命。否则的话，你们就等着投胎吧。这群外来人真是可怜，得罪了赵家这个顽固，那可真是麻烦了。听说上周有一个人，仅仅是瞪了一眼赵大纨绔，就被灭了门。他们也惨了，唉，挂在这巨象城，都不一定有人替他们收尸。看来这事儿是没法体面的解决了。灵火，上吧！得嘞！哎呀！你们一群垃圾，现在还需要我们道歉吗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们错了，我道歉，还请几位少侠高抬贵手，放过少爷。放过他，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少侠放心，只要少侠放过少爷，家主一定不会亏待几位的。如果各位不嫌弃，请几位少侠跟我去赵家。几位少侠，这都是犬子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希望几位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
单单一个道歉可不行，你想怎么赔偿？赔偿？该死的混蛋！在巨象城，我们赵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？不仅打伤了我儿子和护卫，还这么明目张胆的要赔偿。再等一会儿，就要你们好看！几位少侠放心，先吃饭，等吃完之后再谈赔偿的事。不管要什么赔偿都可以，丹药、零食、美人。赵家主，这酒是不是有点不对？哪里不对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颜色不太对。赵家主，这酒要不你先尝尝？几位少侠，这可是灵酒，这稀罕东西我不配喝，还是你们喝吧。没关系，你先尝一口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处理一下。诸位少侠慢慢吃啊！哎呀，看来这酒果然有问题。赵家主，你跑什么？几位少侠，是我错了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咱们就此和解，怎么样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们。想对我们下毒，还想用阵法对付我们，这你一句话就想要摆平？可恶啊！这些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根本不是我赵家能招惹的人呐！终于准备好了，阵起！家主别怕，阵法已经准备完成，这帮小小之辈绝对跑不了。给我住嘴！几位少侠岂是我们能对付的？给我取消阵法，放他们离开！阵法，好东西。这阵法好像是个困阵。你要干什么？系统，此阵法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我的阵法呢？我这么大的一个阵法，怎么就消失不见了？大哥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全部灭掉？别动手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好东西。冰火，这事儿你看着处理吧，我们先去外面等你。好嘞，大哥，结束了。不过我没把事情做绝，巨象城要是没了他们，可能会变得很混乱。这次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惩罚。不过大哥放心，那个纨绔我给他特别照顾了，下半辈子没法干坏事了。那我们继续出发吧。秋月城的坊市很出名，陈北极应该是邀请我们前去参加坊市的拍卖会。我们要去秋月城。抱歉，夜晚不开放传送阵，要想传送也可以，得加钱。加钱？你不知道我们之前在这传送阵暴打那个纨绔，眼前这家伙竟然不知道。你们很出名吗？你们不像是巨象城的人，巨象城有头有脸的人我都认识，这几个根本没见过呀。这个能让我们传送吗？对不起，我这就打开传送阵。哎，这就是秋月城吗？明明不大，看着却很豪华。当然了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秋月城因为这个房市的存在，所以才这么豪华。陈兄、林兄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已经准备好了上等客房，还给几位准备好了接风宴。陈北极，你邀请我们来这里，可是因为这坊市有好东西。不错，我们都要进入玄武学院了，实力要是可以增加一点，进去之后也能得到更多的好处。这次坊市的拍卖会上有丹元果。丹元果就是传说中那种服下之后可以增加实力的灵果。看来楚云道友知道，这也是我偶然得知，丹元果可以增加我们的实力，甚至可以增加一点天赋。那这东西价格可不低啊。陈兄放心，上次你们帮了我大忙，区丹元果，我拍下送你们就行了。得知我晋级之后，学院可是奖励了很多好东西，就连家族都给了我很多资源。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晋级，都是多亏了几位的帮助，所以我自然不会小气。几位道友可知道我为什么把客栈的位置选在这里？为什么？这可是有讲究的。待会儿就会举办秋月晚会，参加坊市的人基本都会在这里相聚。我还以为什么呢？就一个晚会，你搞得这么神秘。
等晚会开始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。别卖关子了，说说吧。这晚会是仿市拍卖会的传统，大家会在这里商量一下价格，避免让仿市主办方赚得太多了。啊，他们会同意？万一有人反悔怎么办？这样的商量没有任何的可靠性吧？的确是有人反悔过，但是后来反悔的人刚离开秋月城就被干掉了。从那之后，这约定就很可靠了，而且这个约定也是有限制的。如果双方都想要一件东西，那么只需要一方给另一方补偿才能如愿。要是真的商量不好的话，那也只好在拍卖会上一决高下了。这种办法，仿市没有管过吗？这应该会损害到拍卖会的利益吧？未曾管过。真正的好东西基本上是不会被定下价格的，也就是说，能定下的东西本来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。据我所知，这一次单元果就没几个人要。所以你是打算在今晚和别人商量一下？要是需要和别人交易的话，东西我来出吧。不用，我自有办法，说不定什么都不用付出。晚会开始了，公子小姐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该下去了。这就是那个晚会吗？人还挺多。参加拍卖会的人一半都在这里。那要是不在这里的人参与竞价怎么办？那就看个人运气了。而且基本有实力的都在这里了，不会出现太多意外。各位道友，我想要那炼体功法，希望到时大家手下留情啊！可笑，炼体功法本就稀有，你一句话就想要吗？那你说想要什么好处？凡事都可以商量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可以给你。我就想要炼体功法。那就各凭实力吧。功法在这里比较稀缺，所以会引起争夺。诸位，单元果可否相让？无人开口，看来需要单元果的人的确不多。也是，单元果虽然效果好，但只对骨龄合适的人才行，年龄太大可就不能用了。嘿嘿，看样子他们都用不了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了。单元果，孽配，不管你出多少，我都比你多。这位道友，凡事好商量，我愿意付出一点代价。我这一次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，确保没几个人会争抢。但怎么突然冲进来一个不速之客？听不懂吗？本少就是不让你得到单元果，识趣的话就放弃，不然让你见识一下本少爷的手段。大哥，这家伙是谁？要不要教训一下他？这么说，道友就是要和我比比了。道友是谁？第一学院王龙，第二学院李斯。啊，玄武学院的人？玄武学院的天骄？啊，我听说过这两人，上届的第一、第二学院的顶尖天才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看这样子是来找这几人的麻烦的。嘿嘿嘿。可恶！几位，不好意思了，答应你们的事情可能做不到了。无妨，还有我们几个呢。难不成我们解决的人有这两个人的亲人吗？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大皇子的人过来针对我的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们是敌非友。既然没商量好，那就继续下一件吧。本次拍卖会，所有珍宝均已展出，协商成功者已获至宝，流拍的宝物有缘再见，散会。这一次，你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，可以提前准备好遗言了。你们是大皇子派来的人？猜得不错，不过不止大皇子这一个理由，弟弟也死在你们手中。那你们是想干什么？想打一架？土包子。难道你不知道秋月城不准发生争斗吗？在这里自然是不行，但你们若是非要找麻烦，秋月擂台上可以，要不就去擂台上试一试。你在说什么？难不成宰了几个废物就让你们有底气了？真是不知所谓。既然要上擂台，那就签订生死状如何？自然是要签的，免得有人耍赖。小子，嘴挺硬啊！真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嘴一样硬，千万别是绣花枕头。
随便就把你给宰了。放心，对付一个你，那还是手拿把掐的。那你们谁先来？谁先都一样，反正都难逃一死。当初那几个家伙也是这么狂妄，但很可惜，连陈哥的一剑都接不下来。我们可不是那几个废物，你们一起上，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让我先上吧，几位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这擂台就不劳烦你们了。小子，你的实力还不行，换他们来。我们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陈导，其他人只是顺便。行不行的，打过才知道。既然你找虐，那就过来吧。我们的时间很紧迫，速战速决。这就是你的实力吗？恕我直言，真的很垃圾啊！现在跪下求饶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死吧！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吸一剑，雕虫小技罢了。这玄武学院的人很强，哇，好强的破坏力！东北极的家伙不会出事吧？废物，你败了。之前李兄不让你上场，奈何你自己不珍惜这次机会。既然生死状已签，你可以安心去了。嘿，住手！啊，你忘了擂台的规矩了吗？这么做是在找死。你们的目标应该是我，击败他已经浪费了你不少的力气。不如这样如何？我给你半小时恢复时间，然后我代替他。不行。哦，当真一点机会也没有吗？倘若我是1打2呢？你是认真的？我自己出手的成功率就很高了，现在陈导说要1打2，那大皇子的任务不是一定会成功了？自然，生死状我都签了，难道我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？怎么样，现在你该答应了吧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答应你。李兄，一起来吧，赶快结束了这小子，好回去向大皇子复命。正合我意。小心，他们太卑鄙了，竟然一夺其首。陈导，那2个家伙都是玄武学院出来的，可没那么好对付。陈北极就是前车之鉴。放心吧，大哥对付那2个人没问题的。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？他对付你都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对付大哥当然会更加困难了。你说的是，那就希望陈道友可以替我报仇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之前那几个家伙也想害我，但是坟头草已经很高了。你觉得你们能坚持多久？你应该考虑的是你自己能坚持多久吗？在你同伴面前，要是被我们一招解决，那可是很丢脸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去陪你。拿命来！狗改不了吃屎，只会背后偷袭吗？龙摆尾，哇！别愣着了，下面到你了。不过是趁其不备而已，同样的手段对我可没用了。看我宝印，此印乃大皇子所赐，皇家至宝，可斩跨境高手。小子，今天必斩你！斩！什么？我的宝印！雕虫小技！现在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小子，你已经斩了李斯，我劝你最好放了我，不然你的后果会很惨。哦，你们这些人倒也有趣，上来就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被打败了之后，又是放狠话，又是求饶什么的，你这样我会很为难啊。我是大皇子的人，同时也是玄武学院的人，还没进入学院你就残害同门，你有想过后果吗？反正已经宰了一个，好像也不缺你了。别动！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不把这件事说出去。哼，这家伙是被吓傻了吗？竟然想用这个理由活下去？你是不是忘了这里是秋月城擂台啊？你不说，这件事也隐藏不住。大哥果然厉害，早就说了，大哥对付那2个人没问题的。就这么斩了，不会有事吧？不会有事，玄武学院也是讲道理的，是他们一直在找麻烦，也是他们提出签订生死状，所以这结果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那就好。这要是还没进玄武学院就犯事，那可就不太美妙了。就是，本来就是那2个家伙先来找茬的。只是我担心的不是学院，
虽然学院不会记恨我们，但他们背后的人，下一次可能会动用更厉害的角色。这家伙就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吗？他强任他强，我有大哥在。说的也是，有陈兄在这里，我们应该也不会出事。他日即便在玄武学院，以陈兄的实力，也绝对是当属翘楚。哎，陈兄，长夜漫漫，你想不想？他不想。陈北极，你走远一点。我说的是去吃饭，你俩激动啥？陈导，你晚上一个人睡觉，冷不冷啊？不冷，都这个境界了，能怕冷啊？赶紧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参加拍卖会呢。我今日得到消息，今日访视的拍卖会也会有不少的宝物。希望今天可别遇到不长眼的家伙，我可不想再白跑一趟了。几位客人可有预约？啊？什么预约？陈兄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姑娘请看，这是我的预约凭证。D字7号房，几位贵客里面请。几位贵客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喊我们。北极兄，这房市的服务还算不错，这包间应该价格不菲吧？你以为我花钱预约干什么？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这拍卖会一共只有21个包间，分为天地人3种等级，每种等级都有9个包间，每一个包间都是有条件的。我可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，如果不预约的话，就只能去大厅坐着，要是没座位，可就只能站着参加了。听你这么说，那天字包间里的人背景可不简单。天字包间，据我所知，那里可不是付出钱就能去的，还需要很多苛刻的条件。除此之外，天字包间可不是每一次都有人的。真是绝妙的身影！滚开！别挡着老子欣赏美人！快看，这次拍卖会主持的竟然是……啊，外面怎么突然热闹了？是有啥稀世珍宝开拍了吗？诸位贵客，欢迎参加秋叶城拍卖会。奴家是这一次拍卖会的负责人，名为苏嫣。竟然是苏嫣！哎，这可是我们王朝内最有名的一个女拍卖师了。苏嫣，我喜欢你。听说她出场一次可是天价费用。这苏嫣很厉害吗？陈兄，你怎么连苏嫣都不知道？她可是有不少粉丝，即便是玄武学院，都有不少天骄想要拜倒在16群下，背景更是深不可测。她已经许久不主持拍卖会了，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她，难怪这么多人。下面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，上等猴儿酒，没有底价，诸位随意加价。奴家也很想品尝一下猴儿酒呢。这猴儿酒我要了，5000灵石，1万灵石。我出2万。苏叶仙子，等拍卖会结束，可否共饮一杯？真是不自量力啊！苏颜仙子共饮，起码也得5万灵石吧？我出5万。这猴儿酒虽然不错，但也不至于有这个价格。之所以这么火热，多半是苏嫣的那句话在传达一个消息：谁拍下了这猴儿酒，就有机会和苏嫣共饮。有钱人真是多，8万灵石可以买不少东西了。下面是第2件拍卖品，天元丹，没有底价。我要了8000灵石。这一次你们可能要借我点灵石了。苏嫣主持的拍卖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没有底价，因此拍卖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很多。没问题，无论如何，只要拿下丹元果就可以了。那就多谢诸位了。这是天才地宝丹元果，效果大家应该都知道。要不是奴家身价不够，我都想自己拍下来。若是有哪位公子拍下来，不知可否忍痛让给奴家1枚？奴家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交换。不妙，本来丹元国可能真没几个人要，但是现在就未必了。苏嫣这番话说完，会有些人可能为了讨好苏嫣而抢拍。区丹元果，本少为苏嫣仙子拍下，送你便是5万灵石。这丹元果本少要了，那就看看谁更有实力吧。啊！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苏嫣是不是在针对我们？可能是。这个苏嫣不简单，很有可能
也是那个大皇子的手脚。没关系，不就是几枚灵果，不行就不要了。我就不信我们争不过别人，我身上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抵押。哎，看看再说，不要着急。我身上有很多的丹药，卖出去也是一笔不少的零食，只是没必要。方要是真的算计我们，那多付出的零食都是亏了。10万灵石，在下愿博仙子一笑。哈哈，没实力的就不要开口丢人了。13万灵石，14万，没实力的就别开口了。我出15万，对着丹元果，我志在必得。我就只有8万灵石，加上抵押的也就只有10万左右，看来是无缘了。算了吧，不用和他们争了。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丹元果的价值了，所以没必要再跟了。没了丹元果，也还有其他的东西呢。你们要是有喜欢的，只要我买得起，就可以送给你们。原本之前我信心满满，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。13万灵石，14万，17万。既然无人再出价，那就恭喜这位公子了。素颜仙子，拍卖会结束后一聚。那就多谢这位公子了。为什么？要是我拿下丹元果，就可以和美人幽会。哼，便宜那个小子了。诸位，拍卖会接近尾声，接下来将请出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珍宝。这就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珍宝——涅槃丹。啊，竟然是涅槃丹！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皈依境之下，这可是一条命。这次拍卖会的神秘物品也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拿下！少做梦了，这涅槃丹是我的，老子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拿下这涅槃丹！哎呀，拍卖会现在竟然都能拿出这种级别的丹药了，能炼制出涅槃丹的丹药师可不多。哇，这涅槃丹效果太强了！皈依境下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那就可以直接恢复如初。即便是皈依境，也能恢复很多，而且还会有一股精纯的能量，可以帮助突破。皈依境下，最少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。这涅槃丹很少才会出现，要不是那位客人要求只能拍卖，我们就自己收下了，不接受灵石，只能以物换物。有兴趣的人可以把物品写下来，我会带给卖家看。哎，这苏烟虽然嘴上说什么不用灵石，可以以物换物，但能够交换涅槃丹的，恐怕也都是不错的天才地宝了。没有太有价值的东西，那一大箱丹药没什么竞争力。能拿出涅槃丹的人，怎么会缺少丹药？看来得想一想别的途径了。我们要不也试试？你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试试呗，那人又没说需要什么。既然没有灵石这门槛，也许我们能拿出的就是他最需要的。咱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但这些东西的价值都很一般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一个小摊上买到的，当初还以为捡漏了，但这么久什么也没发现。陈兄，难道你发现了这铁皮的不寻常之处？系统，把此物时间调回500年前。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自己研究那么久都毫无办法，陈导这刚拿到就破解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好像有个阵法，功法类的。算了，看来这个和我无缘。陈兄，既然是你破解了他的秘密，那你就留下吧。哦，如果我用这个换涅槃丹呢？自然也是陈兄你的，和我无缘，我不会强求。替我送上去吧。这是我换取涅槃丹的物品清单。好的，请公子稍等。想来诸位贵客的衣物清单都提交的差不多了，诸位贵客稍等，我这就前去询问卖家。请弟子7号包间、5号包间、8号包间，还有大厅的几位贵客过来一下。你说的那神雷阵法是真的吗？如假包换。只要你有足够的灵气，可战皈依境修士。东西带来了吗？我需要验验货。你可以随便检查，保证不会比我写在清单里的差。这个我要了，但依我看来，并没有你提交清单上所写的那样珍贵，比不上涅槃丹的价值。
不如多出些零食购买吧。我只有这件东西了，既然你不要，那就算了吧。等等，先别走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再给我一些零食，我就答应你。虽然其他人拿出来的也都是好东西，但我用不到啊。我没有零食，涅槃丹关键时候是可以保命，但也不是谁都会面临绝境的。而这个阵法可是实打实的提升实力。这小子说的对，对我而言，神雷阵法目前更有用。何况我也不只有一枚涅槃丹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了，涅槃丹给你。这是涅槃丹？涅槃丹不是在仿师手中吗？我给他们的是假的，拍卖会上展示的只不过是一个样子货而已。我手里的这个才是真品。不瞒你说，我信不过他们。这股清香，看来这确实是真的涅槃丹。合作愉快。我奉劝你要抓紧离开这里。拍卖会的人一直盯着我们这场交易，而且他们也知道真正的涅槃丹在我手上。如今丹药交易到你手里，小心他们按捺不住对你动手。收拾一下，我们现在离开。得手了？涅槃丹已经到手了，不过目前我们的处境很不好。那卖家提醒我小心仿事，我担心会出现意外。我们先走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离开拍卖会，这是提前设置的传送阵，可以直接离开秋月城，就是防止有人杀人夺宝。走了。不好了，起好包间的人走了。走了？传送走的吗？倒是挺警觉，可惜没什么用。你怎么也不选个好点的地方？你以为我能随便挑啊？这都是随机的。好歹离开了秋月城，这也是个好消息。好消息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你是谁？这老家伙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怎么一点气息都没有？是你们不告而别在先，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如果你们配合的话，老朽也不想动手，只要乖乖的把那件东西交出来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我还以为拍卖会不会这么迫不及待，还是高估了你们的底线。你们拍卖会的信誉这么差？小子，那毕竟是涅槃丹，不是什么家伙都能得到的。交给我，你们就是安全的。小子，那毕竟是涅槃丹，不是什么家伙都能得到的。交给我，你们就是安全的。你们拍卖会这么做，就不怕我们把事情宣扬出去吗？现在让我们走，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吧？胆真无耻！你们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勇气可嘉，就是实力一般。可恶，这老家伙用了什么手段？我动弹不了了。东西在我手上，你让他们先走。你是在跟老朽谈条件吗？和你谈条件又能怎样？反正你的目标是涅槃丹，和他们无关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算把涅槃丹摧毁，也不会给你。既然如此，小子，毁灭吧！怎么会？这小子竟然一点事都没有！现在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能放人离开，只有全杀了，这件事才不会传出去，不然会对仿师的名声有很大的打击。我们不走。大哥，我不走，我要和你并肩作战。陈兄，我也要留下，一起战斗。只要我放他们离开，你确定会把丹药给我？你只有相信我，不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但只要他们出事，我就会全力逃脱，把你们做的事宣扬出去。我就算真的跑不掉，我也会摧毁涅槃丹。好，我可以放他们先离开。我们不走，大哥，我们不会在危急关头丢下你的。别拖我后腿，你们走了，我才能安全离开。可恶，我们的确是实力不够，留在这里也只能拖陈导的后腿。那大哥你小心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现在他们都离开了，你该把答应的东西拿出来了。区区涅槃丹，你们应该还不至于这么没底线吧？哦，你发现了什么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
你们是大皇子的人吧？不愧是大皇子点名要灭的人，还算有点脑子。吴长老，涅槃丹到手了吗？你为什么还不动手？还没，你别急，我马上送他归西。这小子看上去也还可以，只是惹到了大皇子，下辈子有点眼力劲，不要招惹你惹不起的存在。吴长老，既然你还没拿到涅槃丹，那就速战速决吧，还要去给大皇子交代。我知道了，既然你不愿意主动交出来，那我也只能宰了你，然后拿走涅槃丹了。为了区区涅槃丹，耽误了这么久。别废话了，动手吧！斩！好小子，好强的剑气！到此为止了。错，能量密度如此低的灵球，就别放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哼，算你有点本事。接下来老朽就要动真格的了。可恶！以我的身份资历对付一个小辈，竟然迟迟未能成功。冥王掌！软弱无力的惩罚，不过如此。看剑！小子，你找虐！吴长老，别玩了。这小子的剑法不简单，竟然伤了我。我也想干净利落地解决这小子，但没想到陈导如此年轻，竟然会有这样的本事。既然如此，能逼我动用这用心头血喂养多年的灭魂幡，就算是死了，你也足以自傲了。噬魂一出，万魂退散。这阴风不寻常，如果接触到，可能会有大麻烦。嘿嘿嘿嘿，别抱头鼠窜了，给我毁灭吧，小子！有了你的魂魄，我这灭魂幡必定能够再上一层楼。小手小爷，别崩坏了你这破幡才好。系统，把这灭魂幡时间向后调500年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灭魂幡竟然……吴长老，你在搞什么？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会如实告诉大皇子。我跟灭魂幡联系太深，如今灭魂幡损坏，我的修为也受到了影响。我对付不了这小子，你亲自出手吧。废物！亏得我一口一声武长老，没实力就老老实实站在后面看着吧。可恶！这苏颜并不属于方氏，他是大皇子派来的人，否则敢这么对我说话？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交出我要的东西，我给你个痛快。你想要的应该不是涅槃丹吧？自然不是，你要我亲自说出来吗？第2个选择就是我宰了你，然后自己拿。怎么样？你自己选吧。你爱说不说。至于涅槃丹，我是不可能交给你的。既然知道苏耶是大皇子派来的，那你的目的我当然知道了。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给我上！蛇妖实力都不强，可数量太多了，这个下去不行。系统，此地蛇妖向后调节100年，邪祟之物，都消散吧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我的蛇群呢？现在你还有什么手段？放过我！你不要过来！这下糟了，召唤蛇妖是我最厉害的手段。苏颜，你先顶住，我这就去搬救兵。吴长老，你切克临阵脱逃，大皇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对不起，奴家不想对你动手的，但是大皇子的命令，奴家实在是反抗不了，你就当奴家没来过，好不好？刚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哎呀，不可否认，眼前的女人一举一动充满了诱惑，但对我没用。到了现在，还在耍手段吗？你觉得这些能救了你？奴家真的知道错了，公子怎么样才能放过奴家？怎么可能？自己的魅惑之术怎么一点用都没有？有话好好说，奴家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给公子。正好有几枚丹元果。只有这些吗？啊，我只有这些了。
你就放过奴家吧，这么多东西都不行，你知道老娘攒下这家底攒了多久吗？只要公子放过奴家，奴家可以答应您的任何事。哼，就不信这招你还能顶住，乖乖拜倒在老娘的16群。这不是我想听的。关于大皇子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公子想知道什么？大皇子平常最爱去的地方，还有他身旁的护卫力量。我明白了，陈导是想对付大皇子，他怎么敢？公子说笑了，大皇子的这些，奴家怎么会知道？公子还是换个问题吧。陈导敢这么想，我也不敢说啊。真的说出来了，那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大皇子的手段，我太清楚了。我没有说笑，如果你不知道，那就只能说一句抱歉了。公子，你等我想想。没办法了，这样下去，纵使大皇子不杀我，这小子也要动手了。苏烟仙子，你怎么了？这位公子，快来救救奴家！奴家本打算回家，但这位公子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奴家拦下来，还夺走了我的储物戒指。什么？你这小子竟然敢对仙子如此无礼！把苏烟仙子的东西还给他，再跪下求饶，本少还能饶你一命。现在不交代，待会儿可就没机会了。放了苏烟仙子，不然本少宰了你！愚蠢的家伙！好强的杀气！我竟然被震得后退了，而且是在我女神的面前。小子，不配本少亲自动手。玄冥二郎，请你们帮我教训这个家伙。年轻人，做了错误的选择。苏烟仙子，你想让他有什么下场？宰了他！真是麻烦。刚才他还想对我不轨，太无耻了！他竟然敢脱我女神的衣服，那家伙怎么敢？二郎，帮我宰了他！回去之后，本少会赏赐你们。是，少爷。你出手还是我出手？你来吧。对这么弱的家伙，我没兴趣。你们还是一起上吧，不赶时间。汪的家伙，真是找虐！闹了半天，就只有这种威力吗？什么？竟然破了我的掌风！剑，好快的身法！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？刘白尾，好强的家伙！你是谁的人？他竟然有这种天赋，这次我们不会踢到铁板了吧？哎，这小子还算有点本事。明老，你也一起上吧。你们放心，他现在就是个黄武学院的学员，更没什么背景。而且，你们要是解决了他，会得到大皇子的奖赏。既然是大皇子要对付的人，那我们就一起上吧。行，小子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快宰了他，替苏烟仙子报仇！西头，魂幡时间向前调节500年。这小子失心疯了，不会是把这块瀑布当宝贝吧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五长老的灭魂幡吗？刚才不是变成了瀑布？难不成是障眼法？快点动手！这灭魂幡的威力非同小可。动手！让这小子发动那法器！小子，下辈子擦亮眼睛吧！神灵神掌！太好了，这小子终于解决了！快，替我解除符咒。什么？苏烟仙子，你现在动不了吗？刚才他用符咒封住我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没有啊，原来苏烟仙子动不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不要乱来！哈哈哈，果然有2道符箓，怪不得苏烟仙子一直在这里站着不动。我救了苏烟仙子，拿点报酬应该没事吧？嘿嘿嘿，我终于有机会一亲芳泽了。玄冥二老，你们可以去远处替本少把风了。放心，该有的好处少不了。我说，你们办事前是不是应该看看我呀？什么？你竟然还活着？
我们刚才那一招威力可是很强大的，这都没解决掉这小子吗？